如是施者啊，你若安尼布施，施名流布，你的布施的名，大家拢知影，声闻天下，迄名声通透甲整个天下。那么未曾神级一毫之贵，你一仙钱拢唔免用啊！你布施的名天地下拢知影，而名为能随问答。或者觉得说，这个太会用心了，这个心机有够重啊。不过这样的话，也没价值啊。那么尔时迦叶啊，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啊，不应施肉。讲迄食肉的人，不应该搁再布施肉予伊。何以故啊？我见不食肉者啊，有大功德。伊讲呢，我看到迄个无食肉的伊拢有大的功德。那么佛就赞了迦叶，说善哉善哉，如今乃能善知我意啊！讲你即马会当知影我的迄个意思，能够护法菩萨应当的如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佛的那个含义呢，都不在文字的表面，它都在文字的后面，文字的背后有佛很深的那个意思在，我们要好好的这个体会。哇，还剩下4分钟了，我们呢留给这个我们浅显来问，那个这个底下我们下个礼拜再说，4分钟而已要快1、2个问题，有没有要问的啊？有，好，请说。第一个问题，无觉无观和外缘放下一念不生是否一样？这个无觉无观我们要了解那个已经是到达目标了。那个无觉就是没有能觉啊跟守觉，无观呢就是没有能观啊守观。所以那个不是按照文字的无觉无观，而是呢无所不觉无所不观，是已经很宽广非常这个殊胜的状态。那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在做功夫开头，那个无觉无观是已经到达目标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个一个呢是还在修持，一个已经到达目标。那还有一个什么？是否一样？安尼不一样无觉无观是到达目的地了，万缘放下一不生他还在做功夫所以又不一样。不过急其成则一也，成功的时候是一样。还有吗？第二个问题，何谓因地心？这个一跟义我们就是了解不一不异说我们众生心不一，大家的心都不一样，而全部都是妄心则不异，叫不一不异。说我们每个这个众生的佛性也都不一样，而全部归到佛性本体是一样，就不异，叫不一不异。所以能够体会到不一不异就已经可以进入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就是不一，然后不异。现在听懂吗？你看，就是因地心因果的因地因地心哇，这个又差别很大了因地心就是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那个要进入修道的心因地，然后因地心要跟果地觉要一样，就是以生灭的心为因，
求佛果地觉不生不灭，安尼哦因果不一致，所以因地心要不生不灭，果地觉啊不生不灭，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哦那个因地心啊，就是开始修道的心，叫因地心啊。所以我的布袋要看的就直接介绍啊。还有吗？还有1分钟。没有了，没有下课了。你要问吗？没有。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先生，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杨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佛学就学讲。我们的这个手上这一本《金刚经》都这个我们讲完的时候才写，才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把它写完。里面呢有很多都是我们所讲的天机也都佛学的口吻，跟我们之前那一本那个是76年，民国76年写的。已经完全都不同都改版像那个第13跟第49就可以看到如何领悟了吗？你就看前面那个意思就可以深思那后面的49就写融会贯通了吗？也都是给我们这个可以深入其中，那中间也都有都会有如何领悟的吗？那个也都是促成我们呢去深思熟虑的地方。那所以这一次写的完全跟76年旧的那一本完全都不同都不一样。这个比较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那大家对呢这个《金刚经》也都蛮向往那这个呢就解说的很白话，就把整个我们那个金刚自信把它呈现，所以这一本呢也可以都拿回去给亲朋好友那纵然没有求道也没关系也都可以看一定会有所领悟。那我们呢就开始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第4页第4页的后面是吗？第4页的最后第4行1、2、3、4，不能那个弟子实漏这边吗？我们有讲到这个实漏之人不应失漏这边了吗？上次有讲了这个迦叶呢迦叶菩萨就向佛这个表白他心中的意思，因为上面佛有讲说不舍钱财可以得到那个名声就是很响亮那个大这个施主那佛就讲里面有那个断酒肉者施以酒肉所以迦叶听到呢就讲说师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就是不应该呢吃分的。那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因果是定律你一直假如说荤食的话这个吃人家8两要还半斤那个都逃不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早一点断那个恶缘跟众生结的恶缘
所以不要荤食，尽量呢不要吃那个下等众生的肉。那迦叶菩萨呢，就讲原因何以故？我见呢不食肉者有大功德，就是没有吃肉的人有大功德。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说法说不吃肉有大功德那个就是循循善诱因为我们在凡尘，有吃肉的人，你要他不吃真的很困难所以用呢有这个大功德的那一种诱惑力量来引诱这个荤食的人，请他不要吃肉，就是一种循循善诱。那我们要我们既然研究心理心法最上圣的，要知道说不吃肉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吃肉因为下等众生他也是一条性命。那我们这个强，然后那一些肉，然后我们肉就强食，这样这个凡尘的真理不在所以不吃是最正常那个都没有跟下等的众生结恶缘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些障碍。假如说我们都有吃这一些下等众生的身体，我们的障碍会很多。所以我们都有听过为什么这个看别的书没关系你只要一看经典就想睡觉打瞌睡了，那个就要了解到那个是障碍，就是我们的冤欠不让我们研究，因为我们研究了以后可以脱离凡尘，那这一些债主他就讨不到债，所以他不要我们去研究，就是要我们在六道轮回，只要你在六道轮回，早晚总会遇到你的啦。所以慢一点逃没关系。可是只要你研究了以后你努力会回归本位当佛了佛要不到债所以他会指导。我们很多像那个阿耨利平常的时候精神很好，听到佛在讲经说法，他就打瞌睡了，自然的下课的精神都来了。所以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形，那个也就是我们的业障碍不给我们研究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要研究这个真理很不容易要我们本身有根基，还要我们祖先呢有德性，我们不要小看要能够坐得住听心理心法，那个都是上等根器，都是佛菩萨示现，都很不容易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研究的，就是佛菩萨的领域，就是我们要到达那个状态，那个是最基本的。所以迦叶菩萨就讲，不食肉者有大功德。那佛一听到呢，迦叶菩萨这样说呢，就很赞叹，所以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所以佛有那个意思，就希望呢，我们众生不吃分，就是不跟下等动物结恶缘，所以就赞叹那个迦叶，说你能够知道我的意思，他能够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就是菩萨在护法保护佛法，就应当是这个样子，要把真理能够呢这个宣扬。
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就从现在开始，因为佛要进入涅槃，所以他不允许。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的意思啦。不允许呀。这个声闻弟子，就是比较这个程度啊，不是很高。你假如说那个菩萨。程度就比较高，声闻啊，那个程度啊就比较低，所以啊不允许呀，声闻弟子啊食肉，若谈业，那个谈就是布施，业呢就是业过贫穷，谈业就是施主，布施的主人，只要我们布施啊，就可以越过贫穷，谈业啊，信施之时啊。应观之时，如子肉相。因为有问啊，说去托钵人家呢这个布施的时候啊，结果里面有那个荤食啦，那问说要怎么来处理？不能说把它丢掉，要拿来吃啊，会觉得说怪怪的。因为里面荤食，就是有生命。那佛就讲，你拿到那个河边、溪边，用水把那个胃，就鱼腥味肉味把它洗呀，没有那个味，那你就可以吃。吃饭是要养生所以托钵的时候人家布施我们就是要接受所以佛就教他们不贪不贪那个东西。假如说我们现在一些社会人士为什么要荤食？就是因为他就讲我没有肉这个吃不下饭。已经蛮严重了，所以佛说，那个是贪那个肉的肉味，那已经呢在修道了，就不应该贪味，所以只要养生，让生命能够延续下来，就可以，所以有鱼有肉，拿到河边去用水把它洗。让那个味道就是能够大部分都消失，你就可以吃。这个佛明确的回答，就是人家布施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处理，就可以吃。所以不允许那个声闻弟子就是吃肉，所以假如说有那个施主布施的时候里面有那个荤食，你就要想你在吃的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儿子的肉，吃自己儿子的肉，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很谨慎小心那一些都是要了解说有生命的。所以如子肉相，那个念头就是不是贪那个肉的味，那个鱼肉不贪那个味，就好像在吃那个儿子的肉一样，所以就是为了要使这个身体能够呢继续存活下来，所以要吃，就这样。所以跟我们完成的那个吃的心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吃就会挑好的吃。那佛的意思说，你只要能够养生，你吃下去能够使生命延续，就好了，不能够贪味。我们贪味的话，那就在六尘，我们六根对六尘。那个味已经贪味就会被凡尘那个染污了被染的污垢。
那么迦叶菩萨呢，复白佛言他又呢接着说世尊，因何如来不听实漏？为什么呢？如来不允许啦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那佛回答说：善男子，夫实漏者断了大持种。就是我们吃肉的话，我们的佛性里面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我们具备了。我们佛性里面有具备慈悲喜舍。那我们吃肉的话，就把我们那个四无量心的第一个那个持那个大持种断掉。所以我们只要是成道成佛了，我们在称谓的时候都会讲大慈大悲然后后面佛的名号大慈大悲会关在前面那个是我们本来就有，可是我们在完成都没有把它发挥。那么迦叶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13种净漏？为什么那个如来以前先听就是以前允许比丘13种净漏那佛言佛就回答说：迦叶13种净漏随事见智。就是随着这个事情随着环境渐渐的慢慢的制定这个戒律这个3种净漏。所以我们这个了解以往在这个很难生长五谷也很难生长那个蔬菜那个地区那佛就允许他们吃呢那个时候说5种净漏就说他自己死掉的自己死掉的我们没有杀或者说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声音这一种现象之下那个时候佛都允许他们吃，可以吃那很多呢这个修持的没有跟佛在一起修持的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不化一些就是五谷或蔬菜给他们吃？为什么要他们吃这个3种净肉？那佛就回答，他说：这一种不生五谷、不生蔬菜的地方，然后我们把它变化，使它能够生出五谷、生出蔬菜，这个违反天地的正理。不生的地方，你要它出现这个东西那不合真理，跟真理不合。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连佛都考虑到这个地方不生长，就不能用神通力道使它们出现，还是要顺着我们整个凡尘，就连那个佛想多活40年，阿难都没有留那佛也没办法就进入涅槃那个大弟子对阿难很生气佛要多留40年，你为什么不留？你在佛身边奉侍佛佛会听你的话。阿难说：我那个时候的心都被波旬魔王盖住，魔王都把我整个心都盖住了，我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所以各位都要了解。那个佛难道不知道说阿难的心被波旬盖起来吗？他也知道
可是要随顺四缘，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张轴啊，那个悟道记，张轴为什么他会讲随顺四缘无挂碍？你没有随顺四缘啊，就有挂碍。所以啊，随顺的四缘。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有时候啊，随顺的四缘，完成我们爱怎么做，大概都有一个共识。那我们就按照这样，不特别，不标新立异呀，这样的话，就顺着大家。所以啊，那个时候之前啊，听呢可以吃3种净肉，就是一样啊，就是有生命，可是啊，不是为偶杀的，为偶杀的就不可以。所以佛这个回答那个迦叶说呢，随事啊见智，随着这个外在的整个形象慢慢制定啊决议。意识呢，因事啊，见次而止，因为事情，然后慢慢的，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然后啊，制定决议，制定了以后啊，你觉得说可以了，你才会遵守。那假如说呢，知爱难行啊，虽然有制定决议，可是啊，等于没有一样，你不愿意啊，去遵守。那么当知即是啊，线断肉矣，就是啊，要呢，了解到说，这个啊，现在啊，就断了，这个肉，所以啊，我们这个中文呢很有意思啊，那个肉，各位就可以看那个外面那个是阴阳门，一个阴阳门，然后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上面的人一半人在阴阳门的上面，一半在阴阳门的下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凡尘的人，一半是阳，一半是阴啊。那我们吃肉啊多的话，我们就很重，我们会掉下去。底下那个人他的罪业已经受够了。他会升上来，他升上来上面，我们上面这个人掉下去下面，你看那个肉怎么写就告诉我们了，你喜欢吃，往后呢，你就变成要给人吃了，你吃人的肉，你的肉给人吃，那个是啊因果定律，那么假设其食肉者啊。肉行、肉住、肉重、肉恶，一切众生啊，闻其肉气啊，牺牲恐怖，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吃肉的人呐，那个吐出来的那个口气呀，他的呼吸呀，呼出来的气，不管是行住坐卧呢，我们一切的众生啊，都会这个闻到啊，他吃肉的那个肉气，都会产生恐怖，他会吃肉，会吃人。那么如人呢，粗蒜，好像我们人呐，那个吃那个蒜头啊，臭秽可恶啊，愚人见之啊，闻臭舍去，所以那个蒜。这个味道很浓了，已经吃在肚子里面了我们竟然呼吸的时候啊，那个气都跑出来，跟你讲话的人啊，就可以闻到那个蒜头的味道，很强，那个蒜头味道很强。可是啊，因为我们了解说这个蒜头啊，它会杀菌所以假如说你在一个地区，那个地区呀都没有吃的东西，那个水也都很多细菌，你可以用
这个蒜头啊来杀菌。你喝水吃蒜头，可以把那个菌杀死掉，还可以养生啊。那个时候是以生命为重要。你要能够修道，生命要能够保得住。生命都没了怎么修？所以还是呢，我们了解它的那个因果所在。为了要使生命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有一些呢，我们就要担当。那么设眼见者犹不欲亲况当尽之。就是眼见没有就离得很近的人他也不愿意跟吃肉的人就说亲近。那近的人更不用说，他闻到那个味道都很不喜欢。吃肉的没感觉啦，我们素食的人那个感觉特别灵敏，就会感受到。知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食想。你既然可以吃别的生命的肉，那我这个生命的肉有时候你也想吃就会恐怖所以会畏死很怕这个死掉。那么迦叶呢又问：肉起时得杂肉食，因何得食应清净法？怎么样去吃呢？才会说没有犯戒是清净的。所以佛就有讲当以水洗另以肉备。你用水洗一洗以后跟我们凡人吃的肉已经有差别了。然后乃食就可以吃。肉起时食气为肉所污但食无味听用无罪。假如说装的吃饭的那个钵已经里面被肉所误会那佛就讲，你使那个味去掉就可以允许那个听用就说允许你可以吃已经无罪。肉见食中都有肉者则不应受。假如说你托钵，人家布施的时候里面呢全部都是肉这样呢你就不应该接受就是有一些肉还可以你处理，那全部都是肉的话你就不好处理了。那佛就讲则不应受。那一切现肉悉不应食。就是已经显现了很明显的这一些肉就不应该再吃。食者得罪吃了就有罪。那么我今唱示断肉之志佛就在这个时候制定不能吃肉。涅盘十道是故内收就是佛已经要进入涅盘，所以大类的来讲这个内容是则名为能随问答。这个问呢就能够随着答。那么允和善解因缘义那么佛又解说波罗提木叉喻者名为知足，成就威仪无所受续一名净命。就是我们了解佛制定的戒律蛮严格除了三依一钵以外不能有另外自己去持续这个东西那个都犯戒所以要净命清净的在凡尘生存那个生命，离身口意不善的邪业。所以我们呢在凡尘会造业都是身口跟意
这三个，这三个引起呀，我们的善恶业，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约束啊，身口意，让身啊不行恶，口不讲呢没有意义的话，意念呢不胡思乱想，也不呢起那个负面的念头，这一些不善的邪业都离，都不呢让它近身。或不有人诽谤正法深深的经典，如是等人呐，自言我是聪明励志，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诽谤正法，以及诽谤甚深的经典，那个罪过都很深。那么这一种人呢，他会讲，他是聪明励志，是超越呢，凡尘现象。那轻重之罪悉皆这个护常，护常之恶如归呢常六，如是重罪长夜不回，以不回故日夜增长，是指比丘所犯重罪终不发怒，是时所犯岁护之慢，是故如来知之是以见次而至不得一时。所以这边我就把那个制定戒律的那个构成跟众生做一个交代。说人这个诽谤正法，诽谤呢甚深的经典，这个罪过呢都很深。那如是这一种人呢，他都会自己说，我是聪明励志，非常聪明，然后锐利根基很锐利，智慧很高，那不管是轻是重，这个罪悉皆护常，全部呢，都呢不让人知道，他做的这一些罪都把它覆盖，这个藏起来，那护藏诸恶，所有的恶它都覆盖隐藏，如龟呢藏六，好像乌龟我们知道那个乌龟有头尾四角，对不对？是不是六？头尾跟四角六，等到乌龟受到外来的侵犯它是不是把头丢里去，尾溜丢起来，四只脚全都无去？乌龟长六，有看过吗？很有意思丢起来一粒鱼，没玩的话它都不会受伤它的外壳很硬你这个摔的话它也不会死所以乌龟长六，它呢把它整个都是这个藏住了，会受伤的地方呢，它都藏起来，藏在那个龟甲那个硬壳里面。那么如是重罪，这么重的罪长夜不回，就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为什么叫长夜？因为那个黑暗有犯罪的又不呢这个把它表露，不讲给人家知道，那个都整个黑暗因为不后悔不忏悔它会日夜增长就会一直增长出一些那个罪业。那么是指比丘所犯的重罪终不发怒，就是他修道的这一些修道者所犯的这一些重罪，不管轻不管重，他呢都不发怒。发怒呢就是表现出来，说出来让人知道了，让人知道叫做发怒有说出来让人知道，表示他要忏悔他要改过
那佛讲，只要你都说出来，让人知道，你忏悔改过，你跟没有犯的都一样啊，很清净都清白。那你藏着的话，整个就会日夜增长，越来越恶，那个到后来啊，都是呢阿鼻地狱，所以是时所患啊，岁复之慢，好像呢我们那个葛藤啊，它会一直蔓延，就很厉害，那是故如来知是以，知道这个事以后啊，见事而治啊，不得一时。因为那个有菩萨呢，就问佛，为什么不事先就去防范？就是他还没有犯罪，那你事先就想到制定戒律，让他遵守，然后呢就不会犯。那佛有说，那个会引诱人家犯罪的，他都还没有犯，你就制定戒律，好像我们现在的立法那个立法的那个情形啊，还没有去做，他就先立法，就是规范，你不能做，你做了就是要这个以什么罪来处理。可是佛他说这样是人家都还没有犯罪，你就促成人家去用那个心，促成人家犯罪，所以那个佛讲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真理的部分觉得说还真的要跟佛沟通，这个佛没有先制定我们凡人会犯。可是佛说还没有犯不能制定，犯了以后才可以，所以观念就不同，见一有恐然后来补，佛做这个比喻很恰当，说你看到衣服已经破洞了，有破洞，要不要补？衣服都好好的，你就拿来补，可以吗？本来是好衣服啦，给你补了以后变成坏的，所以佛那样说我们想也是对，衣服已经有洞了破了，我们才拿来补，不能说呢好好的衣服你就把它补，那样不合真理。那么虽有所说不得先制，虽然有讲一些菩萨呢都先说呢制定了戒律让人不要犯，那佛说不得先制不可以先制定戒律，要因比丘呢见贤辉华，然后呢光乃随时制止，要呢他已经慢慢的已经呢做不合真理的事，然后才可以制定戒律。所以或者在开头的时候就有讲说制定戒律的因由做个交代，不能说无缘无故了就制定戒律，一定要有因由。那么乐法众生呢随教修行，如是等众乃能得见如来法身。所以只要我们这个乐法就是对佛法很快乐，乐法的众生，然后随教修行，随着这个教化，他能够呢去实际的实践。那么如是等众呢，乃能得见如来的法身，这样呢，他就能够看到我们佛性本体如来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能说法者及闻法者，皆不可思议我们呢要了解说能够说法，能够让人脱离苦海，那个呢叫说法，以及能够闻法，
能够听到呢，这个离开苦海的方法，皆呢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用我们嘴巴呢来论议，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都很熟悉呀，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这个叫不可思议。无法度想的，无法度讲的，叫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义。那么能说法以及呢，能够闻法，这个呢就是善解因缘，能够善解因缘义。菩萨如是啊，分别开示四种相义啊，是名大圣大涅盘中因缘义也。像我们那一本这个《金刚经》啊，里面呢，或者就有讲，我们有长寿之因啊，一定要有饮食之缘，因缘会合，才能够跟我们的命理啊相合。有长寿之因，可是我们都不吃，能够长寿吗？你有长寿的因，你都不爱吃，会死袂？会死。所以有长寿之因啊，一定要有饮食之缘，因缘配合，我们的命理啊，才可以完整。所以啊，这边呢，就是那个因缘义。那么复次这个自证者，就是第一个四种相义啊，第一种呢就是自证，第二证他，所以啊，第三个呢能随问答，第四个善解因缘义。那么复次自证者啊，所谓得是大般涅盘。这个自证，为什么能够自己证呢？就是得到了这一个大般涅盘，就已经呢得到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证他者，第二个证他者，佛为比丘说言如来常存不变。所以我们了解如来，我们佛性本体如来。常存不变，永远都在，它不会变化。那么第三个随问答者假设如所问，是故广为菩萨及世众说是甚深微妙之意。这个一问了以后就能够呢广为菩萨以及世众。世众呢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世众。那么说呢，这个甚深微妙，那种义理。那么因缘义者声闻缘觉，不解如来，不解如是甚深之意。涅盘摩诃般若成秘密藏。我今以此阐扬分别，谓之声闻开花慧眼。就是那个涅盘摩诃般若，就变成了秘密那个秘密宝藏。然后现在我要进入涅盘，所以阐扬分别，为之呢声闻开花慧眼。我们要了解这个有慧眼，我们呢就能够这个见到那个实相。我们凡尘有形有相，都是虚相、幻象、假象。那我们能够见到实相，那个呢就是根本智。根本智呢发挥出来就是慧眼。慧眼能够了解到那个形象里面的含义，就不在形象外面，而在形象的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慧眼。那么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事事允合为一，
非虚妄有，而假使有人这样说，所以这个呢都有起心动念的含义在。那么如是世事就自证证他，然后呢这个善解能随一问答，善解因缘义世事把它呢这个合成一个不是呢虚妄吗？即应呢反直是虚空无所有不动呢无碍如是世事有何等义？是其得名为虚妄乎？所以这个是反问这个反直问是虚空呢无所有不动无碍所以这边这个迦叶就回答说不也是真如是之句即是一义，所谓空义自证证他能随问答善解因缘义，亦复如是。其大涅盘等无有异这四个呢全部都是大般涅盘都跟大般涅盘一样没有不同的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说大乘佛法里面呢说呢知相就是这个一相，所谓的无相，没有形象所以没有形象就是我们所要追求最高的那个程度。所以在佛学写的这一本这个《金刚经》各位可以翻那个第13页第13页这一段就是在讲那个东阿西空可思量佛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可思量佛，就在那一段。然后佛学就把这个我们所要领悟的就写在那一段说佛那个背后他没有讲可是他有那个含义在虚空是一个我们把它划分变成有10个方向10个方向划分了以后我们众生都要共同遵守那跟我们的佛性也是一个，可是我们落入凡尘已经轮回太久每一次的轮回我们都不同名字也不同形象，可是我们也把它固定，就跟这个虚空是一个，我们把它划分10方一样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那个虚空是一个，跟我们佛性是一个，那个你要返妄归真就很容易。所以底下就写着如何领悟了吗？有没有？他如何领悟了吗？有没有很白话？有没有？假如说里面全部整部《金刚经》都非常这个殊胜，非常好只是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说就是很白话的把不容易去了解的把它写下来。还有第49各位就可以把它看了那个自心起自心规范的成范法然后最后就问各位如何融会贯通的吗？第49所以那一段那个就已经把我们整个那个本体都已经呈现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只显性体第49页，各位有没有看到？融会贯通了吗？所以这个都促成我们可以用心它里面真的
就是把真理都已经呢呈现，让我们真的很透彻的知道，不会说修得迷迷糊糊啦，都会很清晰。那么接着呢，我们又回来，那个《金刚经》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从头开始看。你看第一句话，一世啊，这个不明啊，有没有？开头翻起来第一页啊，你一世人若无了解，一世人就咧轮回啦。啊，若完全无了解，就永远拢伫咧六道内底啦。就讲得很清晰。佮讲咱若真幸福，伫这个缘会啊，拢做人，每一届拢活一甲子60年，咱已经1000届生死已经1000届，然后佮用家来比较，家一世人4个月咱60年已经240届的生死。若较输佫一个缘会6万年已经这个1000万、1400万的生死有久做家知影，拢唔知咱做人嘛唔知讲咱已经生死遮久对无？那有我几人才出世呢？所以老师就跟我们讲，我们累劫累世讲咱每一个缘会，每一个六道轮回，咱拢经过啦，咱拢唔知影，拢无记忆，对吧？有没有？所以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我们光看那个歌词真的都不知道，老师把整个我们的真理讲在一首歌里面我们原来都是同体，有没有？然后我们要谢谢谁我们一定不会想到说谢我们的佛性不会谢谢我们真心佛性一定会想讲我这世人什么人帮助我上济，我就谢谢你，对吧？没有想到说原来老师所说的是谢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因为有它，我们才有每一生每一世的在凡尘视线在凡尘生活。然后我们呢再回来第5页，佛言迦摄，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来无常，因何当知是无常也？如何所言？昧之烦恼名为涅盘，犹如佛昧，悉无所有昧之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盘。所以我们要学着说，我们看了经文以后，我们就知道经文的含义然后合不合真理。然后假如说是这样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就是这样说了这样说就是起心动念讲说如来无常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没有常态，会生会死这样的话就已经跟真理不合了。所以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讲唔对然后讲唔对还有理由啦所以因何当知是无常也？是安那知影讲咱的佛性是安尼变化无常就好像佛所说的昧之烦恼，那个烦恼都昧掉名为涅盘。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昧之烦恼不会说叫做涅盘啦。涅盘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就轻视涅盘，把涅盘这个践踏了昧之烦恼我们要了解
烦恼是我们起心动念生花，那个是根尘相对啊所产生的六识，我们把它灭掉那个不会说叫做涅槃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理，它已经呢不在真理里面。那么火灭啊，我们要知道火灭呢是佛在烧的东西呀，没有元气的那个地方，所以它灭了。灭了以后啊，我们呢再有那个心火心呐，各有体会查伊就一个多啊不会说虚无所有所以那个又跟真理不合灭之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所以这个就不合真理。那么允和如来为常住法，不变异也。这个底下讲的就是相反的那个角度说如来为常住法，常住就是不变迁，就是永远都在不变异它呢不会有变化那么如佛言曰离欲即灭名曰涅槃。我们离开呢这个欲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离欲这个是最困难的工作了。我们在凡尘呢都有欲望要我们这个离欲进入极灭极灭就是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掉了已经到不生不灭，已经呢烦恼都灭极如如不动，灭呢灭掉所有烦恼所以这个呢真的就常住法了这个呢就叫涅槃。那么如人斩首则无有手离欲即灭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用这个如人斩首各位先生，这个比喻非常的好。我们的那个我执跟法执，假如说按照佛的这一个比喻我们把这个头各位先生，我们所有的能执从哪里来？能执从哪里来？从我啦因为有我然后才有执我执就是我们这个产生生活之中最普通最常见我因为有我才有很多烦恼，因为有我完成事才成立。然后佛就讲这个能执的我已经把它斩断了，还有我吗？有没有？我有没有？斩断了没啦，我没呀啦。然后因为我能够执，我能够执就是有法可以让我执，那我都把它斩断了，还有能所持的法吗？有没有？我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成不成就？成就了啦。所以最难在这里，我们不肯把自己斩断所以佛做这个比喻或者说真的最理想，把能执的我把它斩断，所执的法没了，能执的我死掉了，所执的法亡了，能所双亡，归到极灭，归到佛性本体这个佛讲最殊胜的比喻这个如人斩首，则无所有，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能持也没有了，手持也没有了，成不成就？成就了所以这边呢真的佛要进入涅槃所跟我们讲的都是最究竟
如人斩首，则无所有，则无有所，已经没有头了。离欲极昧啊，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就真的离欲极昧。我们的欲望啊，从哪里来？我啦，从我有我，然后就有欲，欲望都是从我，我都没有了，欲有没有？没有了啦，我都无去啊，我都死去啊，那个欲望要哪有？这样了解嘛？所以往后啊，咱也伫咧无法度解决问题你就用这个方法，如人斩首头无去啊啦，能指的跟手指的都消失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佛做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以解决很多很困难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可以离欲极昧，离开欲望，到呢所有生命都没有了，所以离欲极昧呢，亦复如是，空无所有，故名为来，已经呢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真的进入不生不灭，因而如来为常住法不变异也，这个呢正的有说两个，那个反的说一个。如佛言曰譬如热铁，捶打兴流。各位有看过那个打铁的吗？那个铁用那个火把它烧的整个红了，然后捶打，把那个铁捶打，改变了那个铁的那个形状。那一打了以后整个那个火星都喷得很远，对不对？我们在旁边赶快要跑有没有？无你也叫烫到火车烫到，烫到足起来，会痛吧？所以那个捶打兴流，行仪善以行灭，伊安尼喷出去，无偌久就失去对吧？然后莫之所在。伊即马已经喷出去，火一时就失去，失去你要搁找就无啦，唔知你倒位莫之所在，得正解脱亦复如是。我们得到正解脱也是这个样子，以度隐喻知有于你，这个知有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25有是详细说，我们简单说呢。真紧顶礼拜才讲的这礼拜拢害我咧。简单说三界就是三有，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有就是有因有果，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都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我们呢已经度过允欲的知有，所有的有我们都已经度过了，已经进入无，无我们就是了解。进入无程度就高了。我们有，就是有烦恼，有因有果，有烦恼。那假如说我们所有的有都超越了，已经进入无法可学，无法可学。各位先生，什么样的位阶？阿罗汉。阿罗汉已经无法可学，所以他已经到无学位。然后我们在四国以下，在阿罗汉的以下，都叫有学。
所以你要到无学，要到阿罗汉，阿罗汉呢才无法可学。那你到无法可学啊，就是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已经没有生死了，无生法忍，超出呢三界，已经呢超出三界，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度过隐喻呀，只有于你，所以啊要了解说那个有啊，三界，详细说啊，25有，欲界有14个啦，色界有7个，无色界有4个，可能或许要常说，我们才会记得啦。无这礼拜讲，后礼拜拢搁害我，拢无了了，有人讲都拢袂记，我们要知道说欲界就是6道轮回，6道轮回它天道有6欲天，就是欲界有6欲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然后多帅天，热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有听过吗？都这个讲都蛮多次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完成50年，四天王天才1天1夜它倍数我们完成100年，忉利天1天1夜，那忉利天就是我们所说的33天它有4方东西南北，各方呢都8天，4、8、32，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四体还阴，在这天地，它的最大，那我们完成100年，它才1天1夜，然后再上去就依天而住依空。那底下这个是在西密山的半山跟西密山的山顶，这个2个地基天，那个在头下咧大，然后夜摩天都已经依空而住，然后我们完成200年，夜摩天1天1夜，然后再上去我们老祖是还没有掌天盘那个时候掌多帅天。我们完成400年，多帅天1天1夜，然后再上去热变化天，我们完成800年，热变化天1天1夜，再上去就是最高的他化自在天，也叫摩西所罗天我们完成1600年，它1天1夜。所以假如说我们福报很大，然后呢到他化自在天，然后你去先了解环境，了解1天2天，你再下来完成，跟你的亲朋好友说我现在去他化自在天，你下来完成已经经过你去1天就好，不要说2天已经1600年，然后没有一个是你认识的你认识都无去去倒，拢无去去倒。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在100年以后，各位先生，我们在哪里？过100年咱伫倒位伫遐伫遐敢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来无来去，去无去去，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我们都是在当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不了解，
然后我们研究了就知道说原来会生会灭是现象，是我们身体，不生不灭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呢永远都在，而且也如如不动，没有来来去去我们的来来去去是生理现象，是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都假的，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我们都要还要还给天地，没有一个可以赖比不还，不可能都要还，不管你高不高兴都要还，早还晚还，较早还较晚，较恶还，安尼拢爱还，咱有准备要还袂？是不能用自杀的那个自杀要去关王死城，那个都的那个苦都是要多受，我们要了解说，不能对自己的那个佛性如来加以暴力，你加以暴力要先到王死城去关到你的寿命到了才出来，他不是到凡尘来到地狱去，然后看看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然后地狱又判断所以真的都是苦很苦，我们真的写在脸上各位你要看，我们眉毛就是草嘛，然后眼睛跟鼻子十字，嘴巴在底下，刚好苦。每一个人的脸都写一个字苦，有没有？写的不太一样而已大家都像痛，所以要脱苦就是要把这个身体还给天地。像老子所说无有大患，再无有生。我有先哭叫很大的患难，即无生无有何患？我若无先哭就无患难。有身体你看我们要给他吃，要给他穿，要给他享受，对不对？这个给他吃给他穿都还可以，这个给他享受还无悲情天啦。你再怎么样给他享受，他都不满意。有没有满意的时候？有没有？都没有不是知足常乐吗？我们都不知足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真的都是苦海，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苦海，可是我们自己要认清真理，这个呢是这个劝所有众生不要贪恋凡尘那我们在凡尘，身在凡尘，要去透彻认识这个苦，它到底苦在哪里？它是从哪里来？那当我们都能够透彻认识，我们会了解，在我们的心苦不苦，在我们的心。你的心结的苦它真的就是不管你的遭遇，不管你的所受的是福报还是坎坷，你都是苦，没有快乐。那你假如说你认清了真理，对凡尘的一切你都能够很坦然的去接受，那个苦不见，没有苦所以那个苦是劝我们凡人不要贪恋凡尘因为凡尘都是对待我们在接受福报的当下都是造业，然后福报享受完了，我们要受苦受苦的时候我们众生的习惯性怨天尤人，为什么不是别人受苦的都是我？我们会这样那个真的就苦了
哦，那你假如说是以真理的角度来生活，哦，苦在哪里呀？没有，没有苦。哦，所以啊，你能够把所有的完成事都把它分析的透彻。那透彻了以后，你从最小的地方去看，然后你小的地方看，它没有两边对待。然后你看到很大的大事，一样也没有两边对待。所以啊，没有苦也没有乐。那这个时候啊，你在完成的整个那个意念啊，完全不同。就跟我们呢在完成首要追求呢，也完全都不一样。整个啊，都已经脱离。所以啊，我们修道，真的就是要进入。你进入了真理世界里面啊，它没有两边对待。那既然没有两边对待，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那个常然后啊，接着底下三个什么字？乐，再来呢？我见就会体会那个正悟啊成佛了以后，常乐我见，常住啊不变，它不会变化。那因为我们凡尘啊都是会变化，所以我们在会变化的现象之中啊，我们都要去适应，所以就产生了喜欢跟讨厌。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一切都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的话，没有两边。既然没有两边啊，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啊，我们行为啊都跟天地一样，就是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就整个啊都不会变化。然后那个乐啊，就在这一种常如如不动的常住不见之中呈现出来快乐。这个快乐啊没有苦，所以常乐。它乐有了，我们了解。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那佛性的我，竟然充在整个宇宙虚空，不是呢小小的身体里面，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所以我，那个我啊，就已经很宽广，整个啊都是我。要不要分别？要不要分别心？因为都是我了就不用分别心。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从心静一如，不换思维，然后这个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先呢把心扩大，心跟静一如，静就是我我就是这个静，整个万象万事啊都是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心胸啊很宽广，不会狭隘。不然我们现在想一想看，生活之中一点点小挫折啊，我们都很在意，也很计较。它本来都无事的，我们都把它惹施出来，很多事，什么事？烦恼。其实都没有的啦，这一些都没有，都是我们自己生发，自己生发出来的。所以了解啊，你能够把心扩充了，整个万象万事都是我，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宽广，跟真理它能够相合，已经合了。所以佛在视线完成的时候他不会对福报大呢跟那个坎坷的一些生活那个做这个比较，他都看成是一样，都是平等。他说你福报大，你这个坎坷生活都是你制造业自己接受果报。
只要你果报接受完了，你都恢复到佛性本体。大家都一样，你一恢复到佛性本体，跟如来跟佛都一样，没有两样。那为什么要分别？不用。所以他没有分别，证悟没有分别的心，就是证悟成佛。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分别心很厉害，我们就是众生。哪一天可以改变？等到我不呼吸的时候，我就可以改变了，是吗？我们要知道精神这么好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等到我们不呼吸的时候，已经没精神了啦，哪有机会去改变啊？不可能哦。所以佛是活的啦，魂是活的啦，不是死的我死就幸福啦，安尼咱等下死。死就幸福啦，无迄个代志你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佛，一定是不然。心的差别，我们要了解心的差别。你很宽广，像我们老祖师一样，度大能容，满腔欢喜呀，成不成佛？成佛了。假如说我们都这个肚子很小，眼睛也很小，可以成吗？成不了的啦。所以要了解说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拿捏。你拿捏的好啊，方向正确，做的又很正确，自然目的就可以达到。那假如说我们所选择所做的，就是众生的知见，那就变成六道轮回，就一定脱离不了了。那我们呢，都是佛的知见，正知正见，都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都是佛的知见一定成佛。所以我们要了解，看我们取舍啦。我们是要当众生呢，还是要当佛？当佛好不好？不会怕说坐在那里很无聊，会不会？不会可以解决人家的困难，对不对？你不要说他坐在那里很无聊他可以千百亿化身他化身到所有我们整个娑婆世界这个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老是少，都是佛的化身。佛都化身了在凡尘跟众生一样生活，然后再引导众生走入修道的道路。有时候我们用心体会这几天不是在报道那个摩西那看起来8十岁的阿婆有啊？他4天只有喝水竟然没有死掉然后人家问他说，你说跟人家出来旅游，然后要去厕所，怎么一上厕所都不见了？他说有一个小女孩拿一只雨伞，然后把它牵着就走了，他就可以看那个行，然后就是胖子他这个一个人胖子500个人要他找500个人然后找4天90个小时找4天无死伫迄个溪溪边的石头旁内底，伊去秘伫遐，搁因孙看到，你哪会来秘迄遮？消防队长伊讲迄个所在我已经唔知行过几届，都简单无看人，因孙看，所以各位姐姐。相不相信摩西
之前我都一直在讲哦，我在天眼佛院呐，哦，隔壁那个观音瀑布啊，不是有2个1毛屋的池眼烫体哦，哦，然后隔了这个3天2夜，然后被人家找到，那边都会下那个雷阵雨才办法，然后又饿又湿，真的没有找到哦，也差不多要死了。然后找到以后啊，因为有报案，所以有那个山难救难总队的人去找，然后他2个被人找到以后啊，他说第一天的那个傍晚，你们已经一大票的人了，已经走到我的10公尺前面。我们走路啊，大步1步1公尺，才10步而已2个人一直喊：“我的家了，我的家了！”没听到，也没看到的。那个记者啊，因为有报案，有记者跟着。记者说：“你这样说我这样写，我的读者会相信吗？”那2个说实在的情形啊，记者就跟他讲：“你们不会出来，才10公尺而已。我们能够出去我们怎么会在这边？”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那个围着那个魑魅魍魉把它围着，连声音都传不出去。连人哪能够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无形的才是要研究的，有形的都没啥了，那个都可以分析呀。你这个无形的你分析不出来。每个晚上有2个老夫妻呀，去陪他聊天。你们看电视，或许是看报纸的啦，联合报登的。礼拜4，今天礼拜6，前天登的，他写得很详细嘛，所以或者就努力看了就写的说，一个女孩子拿一个雨伞牵着他们2个，然后牵着那个80岁的阿伯啊，然后走过那2条溪呀，那个2条溪说蛮深的，会到胸部。他在想说，你在安那过那个溪，去毕业那个 K 的那个石头旁，就躲在那边。然后晚上有一对老夫妇来陪他们聊天。因孙讲迄土地公甲土地婆啦。我们想象哪有半夜老夫妇去找人家聊天的？搁伫迄个水旁，伫迄个水边的迄个石头旁，然后白天就不见了。然后他过世的先生那个偶尔上被斩回，他先生已经过世了，还会来找他聊天呢。因翁已经死还会来再讲的。各位脑筋动一下，真的还是假的？很多医生说他是幻视、幻听，不然医生要怎么说？所以我们了解到，完成了这个无形的值得我们研究了。像我们那个道亲陈文旭他进入5度空间，有没有？大家都听他讲心得他真的进入5度空间，佛菩萨、7天神仙然后那个地地主然后该幽冥鬼魂跟我们人间你看他没有听信你修完没有很久，做的功夫只有一个，把你放下，只有这样你看他拿那个
一袋60公斤啊，台斤100斤。他说以往拢搬袂起哩甲因咧楼上在几楼搬袂起哩，伊讲一礼拜按算要搬1包，结果讲一天4、5包拢搬去，一包60公斤啊，100台币。伊讲啊，哪比较轻？所以啊，我们了解啊，他把那个活性啊，不痛不痒不饿，用在那个搬东西啊，很重的东西都变得很轻。真的，他从身上自己亲证，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能用杜撰的，你想的不可以，实际经历的你就可以讲出来。跟大家共同分享说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大家认识吗？今天没来，有来的话我们来请他再来跟我们讲。他很老实真的1就是1，2就是2，没有经过他不敢说，然后连那个经过的要不要说都事先先这个问我可不可以讲，说因为去日月潭那个岛有2个庙，一个玄光寺，一个文武庙，他去的时候那一些神明竟然起来跟他打招呼，还保护他出来那个日月潭的那个游湖，那个文武庙的关圣帝君更派那个兵将这个保护他回到台南，很不可思议然后隔天早上那个关圣帝君下一道指令，叫他们唔免回去啦，唔免回去文武庙，踮遐解决代志。各位知道吗？就是那个后天庙要抓那个陈文旭去当鸡头，陈文旭不肯他不肯，那个庙就找他麻烦，有没有？然后使他的女儿，使他儿子这个眼睛跟牙齿都出问题。为什么他会知道？等于住在讲让他听到，让他知道，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关圣帝君就要他的兵将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有来的话，我们还可以问说，今晚该关好未？还剩下这个25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那个来的时候那个负责讲师有跟或者说蛮多问题啦，那或者说好留时间留长一点然后让这个问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这个充分解答。好，那刘讲师各位有什么问题？好，请说。第一个问题是，请问玄关桥是佛法还是无生无灭真心佛性的佛法？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重点所在我们一定的追生追世就是要受记。我们那个求道就是受记。那受记就在我们身上看得见的我们玄关窍。那我们看的玄关窍就是经过受记。不然你修的再怎么好，你没有经过受记上天不承认你这个修的没有办法回归到原来你的地方，所以还要再等下一个缘会，下一个缘会大概普渡，或者是下一个缘会单传独修，你修到功口圆满，然后经过受记。能够有受记了以后，上天承认，或者是七佛治世还没有三佛收圆之前，你已经修到可以了，已经跟所有十方之佛都一样，那你就可以回归本位了。所以我们了解
玄关教是依附在我们身上，表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是没有形象，它是一，不是二。玄关教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不是分开，它是一，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二。一个因为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通在整个宇宙虚空。你受记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受记？虚空整个都是佛性还没掉就把你掉，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依主的地方。依在什么地方可以就是让你的佛性能够跟你虚空融合，就是玄关。所以我们要了解，你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到底是玄关是第一宝，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第一宝？请问各位先生，哪一个对？正确啦。一个是表象，一个是里面，它是一，不是二。好。五字真言，五字真经是法宝，代表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请问五字没有五字真经是法宝还是佛宝？若无字真经是法宝，无字真经是无形无相不生不灭，这是空妙。如何是法宝代表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呢？所以无字真经是法宝，对吗？还是万事万象皆是佛性的呈现，所以无字真经是法宝。这个还蛮有研究了能够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这个求道的五字真经。那因为不学在老千身边老千曾经讲那个五字真经是我们就是传承那个青阳起它有那个阿弥陀佛，弘扬起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现在白扬起就是五字真经那个是传承这样下来。可是有字的它是假经老天这样说，无全部都没有字那个才叫真经是这样说了。可是我们在传的时候，毕竟还是传五字真经那真的他会这样说是有稍微研究到它的整个内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所以那个五字真经它本身就是要我们真正的你在这个修的时候就把真正的里面的内涵告诉你实际就是这样。你真正的要进入你就要归到无，没有文字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他这个有稍微研究，所以要了解到，你不能执着形象，你要进入实际的真理状态。你在形象一有所住，决心就往失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佛会讲离相名佛，若离诸相，则名之佛。就是你要离相，文字相也一样，语言相也一样我们的那个所有攀岩的也一样，全部要离，全部离了以后，你的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才整个呈现所以各位回去要看《金刚经》，不许在里面详细说。真的老师会骂我了，你都泄露天机。可是我泄露你没有听懂宝真的是宝，还有吗？请问
非理无想，非解结想，非理无想，非理众生生众，非理众生生众生想，是因为佛性非解非理非众生是他，还是在凡尘非无想入了进消道，非解结想入了进辟道，非众生想入了妄自化众生。好，这个因为在我们涅槃经的第1页第1章所以各位可以翻过来在第1页的最下面这个比丘言譬如罪人不自觉知不是亲疏母女姐妹迷慌淫乱言语妄意惑不尽中。有没有看到？因为他问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可能或许在解说的时候没有详细因为没有详细，所以它就有问题产生了。那或许就要详细的跟各位讲。这个呢，因为开头他就已经呢用那个喝酒已经呢喝醉了。那喝醉了以后，他等于是真假莫辨，真的跟假的没有办法分辨这样的意思嘛？所以他就讲不自觉知，自己不知道。然后不认识亲跟疏，就是不认识亲人，也不认识那个疏远的人。所以这里面他就讲母女姐妹，就各位要了解到，因为不把它讲得太明白，为什么？点到就好了，知道就好，就是淫乱，男女之间男女关系乱来，就已经不按照伦常，这个已经不按照伦常，所以那个母女姐妹她都把它当成可以做爱的对象，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乱来？就已经是乱来。所以当时或许不想说讲得太详细就是稍微知道了就好。那因为在真理的那一种领域，我们要知道说追生的我们的亲属关系那个父母亲，然后我们的那个夫妻、太太、先生儿女，追生是这样，前一生不是，上一生上一世我们要了解到他的关系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假如说修得久一点，你会有隔胎不明。隔胎就是你上一世的出生跟这一世的出生，你隔了一胎的，隔了一生的，可是你还知道你前一生的状态，就是叫隔胎不明，就是你还知道我前一世我在哪里，我生了几个孩子，然后我到几岁才死亡，你知道，你都知道，这个叫隔胎不明。那隔胎不明的话，你在这一生来的时候你前一生的状态，亲属状态，你会知道这一生已经来出生一个小婴儿，你说这个小婴儿是我前一生的子父母，可是这一生他是一个小婴儿，是你的后辈。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他知道的时候那个因缘，我们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因缘，又促成促成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
你说他的心里会怎么样？以我们凡尘的眼光来看，哦，可以啊，只要你情投意合，你就可以哦，就结为夫妻啊，就可以在一起。可是，在他隔胎不明的状态之下，他说不行，那个是我前世的长辈，而且是长的2倍。可是我们这一生的人会相信吗？一定不会相信，对不对？他不会相信哦，你这样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跟我们现在的善良风俗啊有所抵触，所以他又选择不收。可是选择不收，骗别人容易，骗你自己呀，就很困难。所以啊，虽然他不说出来，可是他知道他会不会进来溜？会不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第10殿那个孟婆庄的望坟汤，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还是喝了比较好啦拢唔知，我拢唔知提好拢唔知就无代志啊！你若拢知是不是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会呈现。所以这边他就写那个已经不是亲疏，然后那个母女姐妹就迷惘淫乱，就已经讲了，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发生以后那个言语放逸就是恭维就很那个讲的很不好听的啦，讲的都很现实。然后卧不敬忠就是那一种男女之间做爱是不是卧不敬忠？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时有良师以药令狐狐以疾吐所以他就讲那个过程，说呢那个时候有那个良师拿药给他吃，吃药了以后让他清醒，清醒了以后凡是意识各法都恢复伊的那个记忆，然后心怀惭愧，都已经乱伦了，惭不惭愧？惭不惭愧？就是很惭愧然后深自克责就一直骂自己久为不善我若卖啉就好啦，啉落拢乱来，就近借酒发挥就乱来了所以酒呢为不善知恶的根本就是会做不好，就是因为有喝酒然后喝了酒以后很多事情不该做的全部都做出来。那么若能除断则严重罪。所以他在问的那一段刚好就是这一段。那个时候或许为什么不详细解说？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那么复杂，就单纯的对吧？这一生我们就家属就是家属然后那个亲朋好友就是亲朋好友，都这个很标明、很明显的这一些关系，然后我们生活的很单纯，所以或许就不讲那个详细的内容，因为详细内容它有乱人的那个含义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是最好，对不对？不知道很轻我们头脑很轻，知道了以后很走，就落的不落无。咱若拢要知影足轻了，很亲近知影哎呦，那会安呢？就会很温柔。所以在那个时候
或许并没有详细去解说那个非母想非理想就没有解说那一段因为那个不太这个适合呢我们都全部都了了分明，那个不要知道了更好不要知道更理想。还有吗？3个问题。楞严经文殊菩萨讲，我们因为迷妄才产生虚空，然后因空立世界。那在我们还没有迷妄以前，是不是佛性尽虚空遍法界，整个都是真心？那虚空只有一个，这里对这个在楞严经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那或许有说文殊菩萨在楞严经的这个这一段特别的把天地的形成全部都这个把它解说，等于说泄露了，因为佛那个所讲的经并没有把那个天地的形成天地如何形成说得很详细，反而是文殊菩萨说。所以或许看到以后就觉得说这一段很难能可贵的因为要看佛菩萨讲天地的形成，他只有讲一念无明生三世，然后境界为眼长六处，对不对？只有这样讲而已他没有讲说世界是怎么形成。虽然佛有讲说世界是假的啦，不真它真的是微尘，然后微尘也不真也是假名，所有的一切有形有相都是假名，只有这样讲他是要我们自己去领悟说这个既然都不真都是假，那世界当然也是假，没有像文殊菩萨把他说因为我们迷跟昧迷昧然后才产生这个虚空，我们以为虚空呢就是本来都一个而已可是以文殊菩萨来讲，我们迷昧的虚空跟我们了了不明真心佛性在的时候的虚空是不一样。我们佛性在的时候那个虚空是真空，然后妙有，然后文殊菩萨说我们迷妄，我们迷了然后起妄，从真起妄，这个虚空就变成什么都没有，没有说虚空里面有佛性所以我们在研究一定要知道我们凡尘社会人士的虚空就是完空，空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一修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这个虚空是真空，它是妙有，它空中不空，有佛性在妙有没有形象那个佛性没有形象叫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讲的虚空。所以空是一样一个字，可是在社会人士的空跟在我们修道者的空不一样，那个空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先了解那个文殊菩萨所说的迷妄，因为我们从真起妄，从真起妄，然后才有这个完空有这个完空以后才建立世界，没有这个完空就没有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建立在完空里面因为完空然后才有世界，因为有世界了我们才有众生，因为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就一直延续不断
我们就在这个假的里面呢，一直这样的轮回。那假如说我们都发心要返妄归真，这一个虚空这一个形成世界的虚空它整个都破坏掉，没有破坏。所以佛都讲，只要你一个人发心归元，发心归到原来，所有的那个修行所管理的那个魔世界全部都破坏。所以只要你要修真，魔一定要来指导你，把我的世界全部破坏，让我没有住的地方。因为修行很贪恋凡尘，所以你要破坏这个凡尘现象，它第一个阻挡，不让你破坏。因为我们在凡尘我们都是魔子魔孙，我们其实都不承认可是各位要了解，我们在凡尘，我们众生所做的行为真的就是魔王偷行在管。为什么？你看现在发明智慧型手机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低头族我们南部还好一点，你上北部看，不管你走路、你坐车、你在做什么，那个手机都不理那都行到要跟人相逢所以你在台北走路还要眼睛亮一点。他一直走过来了他在玩手机你赶快让开，他一定把你撞上的啦。为什么？他都没在看路他在看他的手机所以着不着魔？着不着魔？所以我们在凡尘，只要你都热衷过头了，你都是着魔你不知不觉了，哪有？他会说你们不玩手机的人呢，才脑筋不灵通呢。他玩手机了这个公车几分钟会到，他都知道，我们都傻傻等。或许还不知道说，它还有那个功能呢。你在公车站等公车，那个公车几分钟会到，你手机一按，它就出来。真的智慧型。可是超过头了啦，我们都被那个控制了。到底是他主人还是我们是主人？咱已经去手机当白死，去手机做主人，咱做奴隶，我们就变成听话。你要听话，真的已经那个着魔的程度可以说是很厉害我们因为没有生活在北部还感受不太出来。假如说你上北部的话，一看台北人那拢安尼很普遍的啦。结果你去了以后你也跟随流行，赶快去买一部，还不便宜你能够几千块买到是很幸运，不然都是2万多块，2万多块一小小的现在都钱好赚现在买都有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的魔王管我们整个这个异界的众生所以我们发心修道，各要有冲破魔界的那个那个认识，说我就是要把你魔功打破，不怕魔来阻挡，安尼才会使。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上到天师的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不学机会学讲。这个时间呢过得很快
我们讲到第几页了？第5页。第5页哪边？第3段。第9行。有。才休息2个礼拜啊，就忘了忘光。是讲迦摄灭烦恼者这边吗？只有。第5页这边没有只有，第7行的后面，我一直在找第9。只有依你啊，是吗？这个我们了解说，在经典里面啊，这个讲只有。虽然只有2个字啊，可是它的包含意思那个有，就是3界一般就讲3有，就讲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详细讲的话就25有。那有的意思呢，就是有因有果，就是我们都在因果之中。所以这个假如说不加以解说假如说我们只有看到只有，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可是假如说我们了解的话，这个只有就是凡尘的所有一切。以大的方向来讲，就是3界有就是3有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我们详细说的话，那个欲界我们有6道轮回，天道、人道，然后阿修罗道跟三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那么在欲界之中就有14个有，因为天道有这个6欲天，人道有4大部洲，然后呢那个4恶趣就是阿修罗、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然后6、4、4就是有14有，欲界有14个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因有果就是都在因果之中所以称为有知有。那我们了解说呢，我们都在知有之中呢打滚，不管是在哪一道，都是在有在有因有果之中。所以我们都之前都也有听过这个天道的话有6欲天4天王天最低在须弥山的半腰，然后忉利天呢第2就是我们所说的33天33天就是忉利天，然后再上去那个就是空居天。那空居天呢第1个就是夜摩天，第2个呢就是多衰天。我们老祖师还没有掌天板之前就是管理多衰天，然后再上去呢热变化天，在最高呢
他化自在天，也就是呢，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天啊，就是魔王波旬他所住的宫殿，那就在异界的他化自在天管辖，使我们异界最高。所以我们在凡尘很容易进入魔的世界，因为魔他很贪恋凡尘，所以希望我们凡人每一个都是他的魔子魔孙所以他管我们呢都管得到，我们很容易着魔。只要我们热衷在哪个方向，都是着魔，而且不清醒的话还出不来，所以要清醒像我们现在社会流行智慧型手机在南部或许看还比较好，在北部的话人手一只智慧型手机不管走路也好，坐车也好，做什么都是在滑手机你看他这个往上一撇，往下一撇，往左往右那个都是在滑手机。各位就可以看他们已经都着魔。因为或许都讲，我们人是主宰，东西是给我们人用，那我们变成现在人是给东西用，变成我们是客，然后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变成主，颠倒了已经颠倒，是要给我们用。可是我们就变成给手机用，这样呢，我们人的那个当家做主已经丧失掉，所以我们一定我们在凡尘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佛，所以时时刻刻要以佛的角度来勉励自己，说我是佛。然后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想想看，跟佛合不合？那假如说不合的话，我们要勉励自己，说我是佛，这种念头不是佛应该有，就把念头去掉。然后我是佛，不应该有这一些行为，把行为都改过。所以我们修道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是另外找时间，另外找地点，不是，是生活就知道。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是佛，每一个都是佛。那所以我们体会每一个都是佛，就已经平等。那我们平等性能够呈现。就有了，有德。那我们要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是以德来服人，不是用霸道的啦。我这样说，你这样听，那个叫霸道。那霸道不会久，时间很短就会变化。那假如说你是以平等性出发，那这个就可长可久。可以长久，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勉励自己就是佛，自己当佛，所以只要你这样想，你就已经是佛了，所以在当下，我们知道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都说从你天来，其实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那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也没有地方所在，所以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来没去，就是当下。那当下就已经是圆满，我们整个佛性都圆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不缺我们所缺的就是有众生的知见，
我们没有把它去掉，然后啊，佛的知见没有把它呈现。那只要我们都万念都放下，我们念头都不生，那个就是佛的知见。我们大概就是缺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都不要起念头，一念都不生，就已经是佛的知见。这一个知见为什么它会这么好？因为很宽广，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只要起心动念，我们念头的内容一定都有范围，都很狭隘，不宽广，全部都没有，念头都没有，没有念头的时候，我们就很宽广，就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是我们的了了分明的佛性所在。各位就可以知道多么宽广。可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都起心动念，把我们的范围缩小，小到只有念头的内容所以这样我们想成佛都很困难。为什么？佛没有这么狭隘佛是很宽广的。那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培养很宽广。那要怎么样能够宽广呢？就是所有念都不起心动念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起心动念虽然说我们可以这个去做得到，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做，都会说既然落入凡尘，都有头脑了，就要用。然后起心动念越用就越能够自由自在，可以了解。我们之所以会受苦就是起心动念来。我们假如说都不起心动念，没有苦让我们受。可是我们都起心动念觉得很自然，也觉得是应该，所以没有必要去修。就是这样害了我们，这个叫众生之见。那我们在众生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又跟所有众生一起生活，所以都会互相影响。这个别人的观念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念头。我们受到影响又不知不觉，然后我们又跟着做。就这样大家往这个地狱走了，少少一块顶靠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菩萨。之所以没有成佛，没有成菩萨，是我们自己障碍。我们要把自己的障碍先去掉，去掉这些障碍。我们是非常宽广，所以我们研究道理就是要让我们的那个知觉性跟整个佛都一样，就已经在佛的世界，因为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就是不宽广，促成我们的心胸也跟着不宽广，这样又不知不觉。所以就因循不知道自己是往六道轮回的路上在前进。那我们假如说了解那个六道不管是落入哪一道都不是很理想。纵然能够到天道也有期限，期限一到了以后又落入善恶道。所以那个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当然能够到天道是对众生这个行善有那个利益才有那个资格上天道。可是我们上了天道以后，大部分自然而然
都会骄傲，因为受到人家恭敬人家都这个诚心诚意的在拜祈天神仙，那受到恭敬以后形成的那一种高人一等，他就呢骄傲在里面，所以佛鼓励凡尘的众生行十善去天道，可是鼓励我们修道人就是要成佛成菩萨，不要去天道，因为去天道受那个福报的气数一倒，就直接降入三恶道，连人道的资格都没有。那有菩萨就问佛为什么七天神仙期限一到就直接落入三恶道？他佛就讲原因因为七天神仙也一样就在我们的三有那个欲界之中。那欲界的有就是有因有果。那我们知道说你受到这个人家的尊敬那个是因你不知不觉就很骄傲，那个是果是已经呈现的果报，那个是自然而然我们在凡尘也是一样，你只要有地位，然后有钱，人家对你很恭敬，那你也值得觉得说我高人一等，他自然就骄傲。所以那个跟七天神仙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佛就讲酝酿，你骄傲就是酝酿天上灰的，那所以他的果报就是天上灰。你很大的骄傲就是很大的火鸟，你很小的骄傲，很小的去骄傲，所以都有他的果报。所以不鼓励我们修道人去天道，鼓励我们成佛成菩萨，那个就不一样了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知有讲到呢这个我们欲界就有14个天道有6个，然后人道有4大部洲，就是人道东胜神州、西牛贺州，我们南赡部洲呢跟北俱泸州4个。那6个七天神仙有6亿天，然后4个4大部洲人道，天道人道加起来就10个，然后再接着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4个。欲界就有14个有，14有所以我们说知有，我们不研究不知道知有是哪个有，是哪边的有那我们一知道了以后说原来是有因有果在欲界有14个，然后呢色界就有7个。第一个呢就是初禅，初禅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是离生喜乐地，离开生死已经不在欲界里面生死，已经离生了进入喜乐那个呢是初禅。然后二禅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印度的修持它很奇怪就是不追求到无极理天他们只有追求到大梵天，说大梵天是我们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求到大梵天。所以初禅1个，大梵天2个，然后二禅呢就是定生喜乐地然后三禅就是已经离开喜乐进入妙乐三禅。然后4禅舍念，把所有念都舍掉，清净地。所以我们到4禅的时候不用吃饭，也不用呼吸
它可以生存。所以啊，我们修到这个四禅的状态，就很理想，在我们人生来讲，境界很高了。可是啊，我们知道它一样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里面，然后啊，无想天，然后五境七天，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无想天，五境七天，就7个。这个十以啊，色界的有，色有，七个有。这个我们平常呢，虽然有说，但是都没有把它归纳，就不容易记得住。然后啊，那个无色界啊，有四空天，空无边，处天。然后四，我们认识的四无边此天，无所有此天，非想非想此天，有4个有。所以我们了解说，加起来，欲界啊是4个，然后色界7个，就21，然后无色界4个，就25。所以25有，就是3界的详细说。那我们平常呢，大部分经典看到只有讲3有，那看到3有就是3界，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有变化，是我们3界。所以啊，这个知有因，知有就所有的有因有果的有，知有啊，我们呢都可以清除掉，不在知有里面啊打滚。所以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自己啊认识，然后我们自己啊实际的在生活之中能够做，这个都不是困难，主差别在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要知道我们呢因果的东西是一定的，不是说我没有研究我不知道就没有因果，不是这样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有因就有果。不管你研究不研究，不管你知不知道，它都存在，它都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运转。那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以避开，我们可以避开那个有的一直循环轮回，我们可以不走入有。那你既然不走入有，这个有因有果你避开了。你不造因，自然不接受果报，那个自然的。所以我们研究绝对有好处，不研究不知道不知道的话，本来不该想，我们起心动念了，结果因造了，果就在后面等着我们了。不是说我不研究就没有果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因果就好像我们呼吸。我们有呼有吸，那才会活，对不？你说我不相信因果，安尼你唔免呼吸，会活未？袂活啦。你想讲我拢唔爱相信因果，好，我拢卖喘气，我就会活落来就好啊。敢有这个代志？没有啦，你不呼吸就生活不了，你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啊，因果它一定的道理，或者都一直讲，我们凡尘因果太厉害了，很厉害。有一些是很微细的因，结果很大的果报，就是我们毁谤仙佛，毁谤经典。那个你讲之果很轻很容易，可是你这样子讲出来。这么容易，那个果报要了解到是在阿鼻地狱，果报非常大。那我们凡尘认为这个杀人放火，好像罪大恶极可是，在真的那个道理方面来讲，那个罪过不大。
因为你所杀的人，你所放的火，危害的人不多，只有个位数的，你害到的人足少。可是你诽谤仙佛、诽谤经典，害到的人就多。那个慧命都被你断送。所以有一次我们前问那个禅灵，霍学进呢用翠灵来回答。奇怪，后来霍学一直想，问的不是问睡灵是问禅灵，我怎么回答会回答到睡灵方面呢？霍学就在讲，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危害到人家的慧命，那个就是已经会变成睡灵。那睡灵已经变成蚂蚁蚊虫，那个要集灵非常困难就很少有机会可以再回到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问的意思呢，就讲说我们既然佛性不生不灭，为什么会跑入那个睡灵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样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那假如说我们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来讲，那我们变成这个睡灵了以后，不是说没有机会回来，有，只是时间要很长。等到它分散出去的那个生物全部死光光，它就集灵了。集灵的时候又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那个时间要经过很久因为我们在凡尘的生活时间都不长，只不过100年而已啦。我们去掉小孩子，去掉老年人，我们中间能够改变的时间都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在我们可以掌握的状态之下，一定要使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光明要使它恢复到本来所以不能去危害别人的慧命我们这个爱护都来不及了，那可以再危害到别人所以这个睡灵呢，是我们要了解到昏睡了就变成了蚂蚁跟蚊虫非常小的那个生物，那它要集灵时间很久。那假如说我们只有是禅灵，禅灵是残缺不全，那我们修呢，就是要修到全灵，全灵就跟佛菩萨一样完全的没有缺点。那我们现在就是残缺不全叫禅灵，不是叫睡灵。所以呢，或许在这个地方又详细解说说那个时候他问呢是问禅灵，可是或许回答便用睡灵来回答，是后来才去想到不对，他问的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反应比较慢可能年岁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知有淤泥，这个淤就是淤积就是有一些那个水不流通，然后淤积很多的那个污垢那个淤泥就是落果霉那种做伙拢垃圾物件知有淤泥所以各位同学，这4个字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能够通得过不被知有淤泥危害，不能在这个知有淤泥里面这个流连忘返，那已经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我们才可以超越知有淤泥。所以我们了解说前面那个4个字
以度隐喻呀，知有以理，所以啊，我们之所以啊生在凡尘，就是隐喻呀。那隐喻我们已经超越了，超越隐喻呀。那只要隐喻超越了，那个后面那个知有以理呀，就容易呀，超越。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人啊怎么来？就是从引力而来。父母亲做爱把我们生下来，我们在做爱又生下子女，然后子女在做爱就生下那个孙子，就这样一代啊绵延一代。所以啊都呢在有因有果的范围里面，然后我们啊一直延续。所以啊，假如说我们不研究道理，可以说完全都不知道。按那来，按那死，都按那来啊，都按那死啊。不知道所以然，到底怎么会出现在凡尘？出现在凡尘以后啊，就好好的啊，为什么会死掉？我们都没有加以研究了。那我们研究这个性理心法，就是要彻底的知道我们根源，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落入凡尘？那在凡尘又为什么又走入六道轮回？为什么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啊，我们呢知道说，是我们不愿意超出六道轮回，不是说不可能。只要我们呢立定这个意志，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佛，我们都可以成佛，只要把众生之见去掉，不是很困难啊。可是啊，我们既得的利益啊，我们都不肯放生。那这样的话呢，众生之见就去不掉。那假如说我们真的想，就一定要回到我们佛的本位。那只要你发出坚定的那个心，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相信，然后全部的努力都能朝我们佛性本体努力，对凡尘事看淡看清，凡尘事都是假的。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你才会彻底知道，凡尘的事没有一样是真的，全部都是假的。可是等到那一刻能够大悟太慢了啦，足侪我拢做唔到，会悟的，未悟都拢已经形成所以我们要事先知道，加在我会晓修道。要知几久我就较认真研究的，我就唔免遮受苦。哪一个比较好？加在，对不？加在我有研究，知影道理。加在我有研究，知影讲安怎撇开六道轮回。加在有研究，我知影安怎要成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只要我们肯用心没有达不到，绝对可以达到，而且就在当下。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研究心理心法，你当下听到了你当下就做到，不要等以后了。你听到了，你就知道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不要做。马上知道，对不对？就已经马上在修了，不要再找时间，不要再找地点，都不要。你只要听到了，这个符合真理，我一定要去做。只要你这样，马上就已经做到，就可以避开很多的
不应该做的恶因，恶因都没有了，恶果哪里来？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研究道理。这个老王卖瓜呢，自卖自夸。可是啊，科学呢，就也是研究的时间早。这个13岁啊，小孩子就异想天开了。我很正义啊，看到那个完成不合理的很生气。可是啊，人又很小，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先天又不足啊，所以出不了力啊，光看不理想都没用。所以啊，我就想我要当神仙，我就有办法了。把这一些坏人啊都赶到地狱去，保护好人过生活过得很好，很单纯的他就是因为有那个时候的那个异想天开，所以才有今天的心理幸福。那个时候没有想要当神仙的话，或许也不会投入研究。那或许投入研究就是一定要有成效，不能说那一种只有希望没有用，一定要有实际的效果。然后开始就双盘打坐，因为小孩子骨头软，所以双盘坐得很正啊。那个时候很好雕了，一下子就雕上来，一坐就可以坐得很久。刚开始会麻那个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还那个时候骨头都软还呢很容易去忍受，然后就一坐就坐了很久。所以在后天庙那个慈惠堂，我们说瑶池金母或许所拜的那后天庙就是这个慈惠堂。那每年的2月18号，农历2月18，是慈惠堂的堂庆，在花莲吉安乡。我们呢这个慈惠堂都要回去那边呢去拜拜。所以它也很有意思啦。这个本的香炉的这瑶池金母，本的神像这王母娘娘，两个就在隔壁吉安乡隔壁，穿黄衣服的王母娘娘，请那个青衣这瑶池金母两边看你穿什么衫，是拜香炉的，还是拜神像，很有意思个人拜个人的都没有这个互相攻击，没有，大家都一家人，所以在后天庙或许有17年的时间也算很久了，那个时候也做当机啦。慈惠堂的当机有3种，一种是跳档，一种是扶头壁啦，一种是坐禅。因为或许人很娇小，就细粒子的，所以坐禅啦。要跳档嘛跳袂起来，一粒仔囝要扶头壁的扶无法哩啦，因为他那个是2个人，1个人扶一边。然后写字跟我们那个三才一样，三才是1个人写，那个后天庙那个扶头壁是2个人，1个人那个头边人按照分做相接，一人扶一边啦，写字跟咱三才咧写的同款，同款有1个人咧看，那个是呢一样这个瑶池金母的当机啦，因为或许是坐禅。所以解降一般呢来借的那个神明都比较高，佛跟菩萨，你像那个跳档
大部分都是神将，拢是那个神的部下。然后福德病都是一些比较属于齐天神仙来说话，所以那个慈惠堂到现在可能也一样。你假如说身体不好，你到那个慈惠堂的庙顶它庙前面都有一个空间也蛮大的。你只要这个烧3支香，去跟里面神明说，我身体不好，请训练我的身体，然后你香把那天公炉插了，然后你就徛在庙顶，然后双手合十不要有意念，然后等一下没多久就有那个神像护你的身开始动，在训练你的身体然后从你的动作就可以知道是哪一位神像。假如说是齐天大圣就有齐天大圣的动作；假如说是观世音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动作。看什么样的动作，就知道哪一个神明，很有意思我们最喜欢是看观世音菩萨在揽香架，那个真的很好看。然后看到那个神明他在训练我们身体的时候最不能作假，就是他已经这个快要这个伏在地上，那个脚着地身体快要倒地了，可是没有倒，他就还在那个样子你再怎么弄怎么夹不来。你哪要去像那个样子的姿势，你要一站马上倒地，一定倒去，无法度给你徛。伊敢若骹骨伫个涂骹，剩个身躯拢要个二地，但是一块尔，二地一块互你徛，互你徛咧，佫徛足久，训练你的身体。我们最怕是困到被那个齐天大圣训练身体。齐天大圣的动作，男生的话还可以女生的话就不雅，知道吗？那个齐天大圣的动作，所以那个慈惠堂里面那个女居士就是一样穿青衣即摆来看到迄个齐天大圣来咧训练坤道的身躯一定拢踮边咧讲，因为他的动作不一样，要赶快把它掩护改安尼看较好看的，卖安尼不一样的都呈现所以我们在那个后天庙，因为时间久，那只要你有心想训练身体，你就可以去自己训练。真的只要你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一段时间你整个体质都改变了。所以或许就讲说真正的后天那个寺庙，你做的正的也都真的是帮助人导师说你要研究心理心法的那个后天庙没办法这个呢或许就一直要找这个最上圣佛法，所以就跑遍全省找了以后又回到台北去了。为什么找不到？没有找不到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后学妹妹就这个要带后学去求道。那因为在后天寺庙久了，知道说你要受记要求道，要经过那个在后学那个时候是知道说经过7代的大法师就是你在讲经说法给众生听，已经经过7代那个3000功800果功果已经修到圆满所以上天才会
派人来受祭，那个受祭啊就已经成道。那或许妹妹要带或许求道，因为或许就很内心呐、很不相信，好呀好嘞，没有那么好了，这样就又没有什么根基缘分了，就可以求道，那我家好。可是啊，自己的妹妹嘛，伊讲你若我骗嘛是家己的亲人对不？讲好啦，互你骗，就跟着他去求道。他或许是看这一些讲课的讲师啦，听人说啊，无遐水水啊，佮讲啊遐不来，所以被那个讲师感动了，所以才说，我也要来研究，看他们是在讲什么内容，所以那个时候北部都没有开法会的地方，那个朝代，民国60几年的时候，北部都没有大的场所可以开法会，所以都带到南部来。那或许就很喜欢带班，就是带道亲来开法会他开法会我们早上所以老前就讲，我们献供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早上10点多。我们初一15要献供，时间最好就是早上10点多。他就跟大家讲，你看我们开法会那个献供的时间不是都10点多吗？他回想说，对我们开法会献供的时间大概都在10点多。他老先说那个时间献供是最恰当、最好的时间。那因为献供那个庙我们南部都盖庙嘛，所以法会都在庙里面开。然后庙就像我们这样比较宽广，然后那个排班然后那个端供的，走路就是要走那个有棱有角的啦，然后那个供因为在庙里面献供供都比较这个大，供果比较大，比较重所以假如说我们都全部没有接近这个献供的一些礼节光那个端都端不稳因为后学就时常带人去开班就被那一些那个操持的点燃师讲师说你较常看到，你来端供所以那个时候端供都是后学在端因为要抓到那个窍门，就是你两只手往底下压，那个供不管多么重伊拢袂摇啦。你若空无稳会颠倒。尤其我们南部那假如说那个西瓜的话，一个就很大你端都不可能一次只有端一个，都是2个。你要盘出去就无法度行路所以那个时候或许就可以双手一夹，然后就走，可以走有棱有角然后那个要给人接的时候就会接得很有棱有角，就是很顺只要你做久了，熟能生巧，你搁去伊搁找你来，搁你来端供就只要开法会有或许带班员去端供一定都或许在端，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那个讲师点完师讲课还有那个宣佛来介绍就一直在钻研那个内容。那所以从这个以前后天庙开始就有心就是要追求我们最上乘的一个修持方法。那我们现在这个佛堂对这一些
基本功啊，都了解了以后，真的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刚呢开始进入佛门，还有这小虾米啊、黑米啊，一尾仔囝的啊，所以一点点水就可以让它生存。可是你慢慢的长大，慢慢就变成蛟龙。蛟龙的话，你那么一点点水没办法生活的细体啦，所以你就要让它有深的地方可以容纳，它可以研究。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已经接受道场的基本教练，都已经熟悉了，你就要再找往上一层更努力的那个方向，努力的自己要求自我充实。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修到多久，有没有进步？要自己问自己。假如说，我刚开始求道的时候，那个出发心，都是很虔诚，而且发心很大。可是我越修执着越多了，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我到底是修的进步呢，还是退步？要自己问自己。假如说这个晚上睡觉一躺下来唉声叹气那方法一定错误，修了唔对修到唔是安尼，愈修爱愈快乐，愈欢喜，说这么难得的这个道，都已经得到了，什么人生难得，中华难生大道，这个难遇名师难逢，这个你看都这么难，我们都不难的，都很容易。那为什么修起来还会唉声叹气呢？修起来为什么都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舒坦？一定要反问自己。那觉得说方法错误，方法不对了，我们要知道这个要跟以往修正者那个呢讲的老祖讲，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他不合道理的讲的话，你不用听，没有罪的。他讲的道是符合道理，是一个刚进道场而已，你也要听，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能自己极限，一定呢要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前进。这样呢，我们就越修或许都讲，假如说你们晚上睡觉，是冬天盖着棉被都会偷笑，那个才正确了。你假如说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错了，那个道一定修错。所以越快乐才能够成佛。唉声叹气可以成佛吗？可不可以？没办法啦，你唉声叹气人家要去要求你怎么样解决困难，你会跟他讲，我自己的困难都还没办法解决，你还来找我，走开走开，是不是这样？那这样成什么道，成什么佛？那绝对不要别人说，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自己都不相信，所以要了解到，道是大家的，是公的，公心一片，那才是正确。所以我们要朝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只有我们走入真理世界，很宽广，都能够一下子看得懂，得正解脱，以度隐喻只有依你，一看了就知道，都符合真理。
啊，我都超越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回到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已经超越所有对待。那我们在凡尘啊，一切都是相对，都是对待了，没有绝对的，只有我们佛性本体啊，是一个绝对。那所以我们就要先呢建立啊，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能够十足的相信我们自己佛性本体，这样往后的力道才会发挥的出来，就有力，因为你是相信真理，真理给你力量，那真理的来源是你自己本身啊，佛性所赋予的，所以啊那个来源啊就不予匮乏，不怕呢有缺陷，所以啊我们呢这个讲1个小时啊，才讲4个字啊，只有依你，了解了没？我们有没有在只有依你啊去给条嘞？有没有？给了加厉害就是这样。我们了解了，往后呢就不会被只有依你再阻塞了，已经呢我们可以超越所有的对待，两边对待啊，我们都可以超越。那超越了以后我们当然就不会再跟人计较，因为计较它的最根源就是我相，就是有两边，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有因有果都是呢，这个在两边里面在互相的，这个呢折磨啦，所以我们有很多道亲也是很可爱啦。说人甲人的中间就互相咧磨，甲磨甲伊的灵感都无去，就成道啊。我导师说的蛮正确我们道亲与道亲之间互相的安尼冲突啦，互相折磨，那磨到后来棱角都不见了，圆融了。可是后学一想敢有可能？愈磨愈厉害愈尖啦，莫讲磨到棱角拢无去，莫愈尖就好了，愈磨愈尖，伤人愈厉害，磨到尾变做安那，谁怕谁啊？我修到这个样子啊，那成功还是失败？安尼免修道啦，修到讲谁怕谁都要见清那个，这个我们大概整个真的是末法时期啦，叫做斗争坚固，还真的坚固。所以我们了解说要自己努力知道真理了以后，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呢就进行自己劝自己反省自己。那么得无动处不知所致，已经呢得到无动处，就是已经呢如不动，就已经呢或许都讲这个不容易了解的道理或许都用能够了解的方法来说。我说我们佛性本体如不动，那因为如不动不容易体会啦，所以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因为我们这个年岁了都有玩过照相机，那我们以往的照相机那个快门的开合都比较慢，所以在按快门的时候一定呢不要放动，镜头放动，我们照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不清，不像现在
它这个生产的那个快门就很快，所以你只要在刹那之间不要动就很清晰了。没有像以往那个相机说那个快门动得慢。你在按快门的时候只要有晃动了那个洗出来相片看得都那你去干安呢这样慢不那个就是晃动。所以我们用这个原理来说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我们说如如不动，我们都不相信。我就常常咧叮当佛性伫我的玄关伊嘛对我咧叮当，那也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用照相机来了解到这个真理。假如说我们佛性是在玄关，跟着我们头在动，然后我们用照相机原理，你看我们这样一转，形象也看得很清晰。那动的时候怎么可能？就是不动才可能啦。你都不动，动的是身体，不动的是佛性。那佛性都不动，如如不动。你从照相机眼里体会真的如如不动。我们看形象才这么清晰。这清楚你头我较紧的来看，嘛这清楚所以就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到得无动处。你得到没有动的地方所在，就是得到你佛性本体如如不动。这样知道吗？虽然只有4个字啦，不解说的话就看不出来，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说得无动处，你就是已经得到如如不动的地方所在，也就是得到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研究不用求快，我们要求了解。我们已经真的了解了，虽然我们讲1个钟头够了才讲8个字不过我们都知道意思，对不对？咱知影讲只有依你，都是咱观点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只有依你里面，都是把咱扭落落河面过规个啦。要起来都无简单所以我们得到如如不动地方所在，咱得到佛性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你看多么好这么殊胜。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越高的越深的那个道理就越难讲难讲。可是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绝对看得懂。再说了，我知道，你还可以讲给别人听。就是这个意思。得到无动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那个很殊胜的地方所在，然后不知所至。我们已经得到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不知你去倒，知影去倒，知不知道？所以这个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已经得到了原来就在我生活之中，了解了没？在我生活之中，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就很亲切的1秒钟都没离开，1/10秒也没离开，都在。这样知无？奥不奥妙？很奥妙对，我们佛性就跟我们在一起，一刻一点点时间都没有离开。只是我们不认识他，不捌你不知道去倒，不知所至咱拢平常时拢伫咧找，我佛性伫倒位伊是到底去倒位拢一直咧找，看伊去倒位其实伊就足亲切，甲咱做伙咱就唔捌你
也不想管他，也不想追踪了，管你要去倒，要倒好一去啊，放任，都这样，都没问题啊，对不？对不对？我们想追他的话，问题就出来；不追他都没问题了。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不追他的话，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行到足熟悉，嘛唔免去管你，就大家咧行对人行，就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再怎么久也没办法恢复到我们本位了。咱都做分迄用想的较紧啦。要做真恶，会不会很慢？会不会很慢？不会，很容易。很多人都会讲刘讲师你都在骗人，有没有骗人？从来不骗人的哦。我说天地啊，以诚来运转事实，春夏秋冬。那我们呢，能够学天地的诚，才能够呢，可久可远，很久远啊，你都呢不会变化。那你假如说要进入心意识，进入完全都在变化，那人家不久就把你忘光光了。那你假如说一定都是诚心诚意在带的，那再怎么久的时间呢，都会记得。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呢，在凡尘要跟人交往，能够持久，第一个一定要诚，你诚心诚意，不要用欺骗的方法，欺骗的都不会久，没有多久时间啊，人家就赶快跟你远离呀。跟你在一起呀，很不踏实。那你假如说诚心诚意呀，虽然我们说这个是在骗人，可是啊，不是为什么要骗人？要骗各位上天堂，对不对？要愿不愿意呀？背后是骗上天堂。大概好啦。要骗你骗好啦，骗来天堂，就不要受苦了，凡尘很苦啦。你看这个天气热我们在里面还有冷气吹啊，一出到外面的时候，会哈。我们这个台湾话很热了然后讲一个字啊，就哈。很传神对不对？国语说很热没有说很哈那个哈比热更加热。所以底下呢，这个允和如来为常住华，不变异也。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迦叶讲。说为什么如来就是常住华不变异他呢都不会变化假设若有人呢做如是难者就是啊这个问到人家没办法回答，那个就是受难名为邪难那个已经不正了要安尼讲到无法度回答那个心嘛已经就邪了不正了假设如意不应呢做是臆想，为如来性是昧尽也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迦叶讲说你也不应该呢做这样的这个念头说我们如来性是昧尽要知道呢这个如来性不生不灭啦伊无生嘛无灭，袂甲拢无去啦不会
纵然是我们做的不好，进入已经这个睡眠昏睡的那一种状态，那他的这个如来性也还在，没有说灭。假设灭烦恼者不明为物已经灭烦恼，它呢就不是东西了。为什么呢？永毕竟故是故名常，是具其境，谓无有上，灭尽之相，无有余，是具先白，常自无退，是故涅盘名曰常住，如来一耳，常住无变。所以释迦牟尼佛跟迦叶尊者说呢，这个灭烦恼者能够灭掉烦恼，不明为物就没有东西他呢已经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我们有烦恼就是被这个东西卡住了，有东西才有烦恼，然后我们烦恼都没了，也不住相了，也没有东西了，那底下就讲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永毕竟，就是永远都毕竟没有了，不为物没有相，就已经没有烦恼，永远都没有烦恼，是故呢名常，就是呢不会变化，常，常住了，永远都在了，是具其境，那个文字来讲的话，就叫其境，已经在常的状态，没有烦恼，也没有东西，也不住相，为无有上，没有比它呢更高的，灭尽诸相，把所有的相都灭了，都没有了，无有余语就是所有的相都灭尽，没有剩余啦。有的虽然有一些相可以除掉，可是有一些呢还存在。那么这个呢无有余语就是全部所有诸相都已经灭尽了，没有剩余。那么四句先白就已经呢用文字来讲，我们佛性就恢复到先白常住无退，永远呢都是这个样子。是故涅盘名曰常住，所以这个不生不灭，涅盘就不生不灭，这个名称叫做常住。那么如来一耳也是这个样子，常住无变。如来呢一样这个常住没有变化。那么言流星者就是我们在打铁那个呢铁的一些那个红的那一些挖伫个铁会较细粒的迄铁屑迄捶打生流，你甲降落去迄红火迄红的一寡迄铁的铁线都拢流出去外口那么言流星者为烦恼也迄流星就是烦恼，你伫咧拍铁就是把这烦恼拢拍掉把那一些捶打那一些依附在铁的一些呢比较小的那个铁拢给拍掉。那么善语寻昧迄铁即马散出去，寻就是很快散出去真紧迄火红火就灭去寻语善语寻昧很快就灭掉了莫知所在者，就是讲你要去找迄红火安尼喷出去伫倒位唔知影，伊落伫倒位
谓之如来，烦恼昧已啊，不再五趣，就是啊，这个如来已经呢，烦恼都灭完了，灭光了，都没有这个生灭了，不再五趣呀，就是讲天人畜生地狱啊，恶鬼。本来是六趣的六道轮回，可是啊，这个佛讲阿修罗在每一道都有，所以就不把它列入三善道了。所以三善道里面我们就只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就不收。那在25有里面啊，阿修罗把它列入四恶道。就是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的讲经说法，我们凡人习惯用的六道，佛就只有讲五道，那个五趣。那么是故如来是常住华，无有变异，所以要知道呢，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是常住华，永远都在，是常住华，无有变异啊，它没有变，没有不一样，所以啊，佛都一再的在讲说，说如来啊，永远都在。那复次迦摄，知佛所思啊，所谓法也，这个知佛他所这个崇拜，他所学的师父啊，就是法，所谓法，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佛就是修法，然后成佛，所以他所崇拜也是法，所以佛法僧，僧就是修法成佛，所以佛法僧啊，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三宝就是一体，佛法僧。是故如来呢，恭敬供养，以法常故知佛一常。所以这个如来呢，他也恭敬供养这个法，因为法它是常在、常住，都永远不变异。所以啊，知佛都很恭敬然后修正修法成佛知佛也一样常所以啊，佛法僧呢全部都是常常住常在。善男子，那么所谓铁者名之凡夫上面呢就是讲那个打铁就是有那个流星为铁屎喷出去咱若伫拍铁边爱行较开的，无喷铁屎喷着，迄真烧会起碰怕所以这个铁就是咱凡夫啦，咱这平凡的百姓。那凡夫之人虽灭烦恼，灭以复生咧佛伫咧讲咱的众生虽然讲不时伫咧灭掉烦恼，可是我们灭了以后它还会再复生会搁生出来唔是讲灭就无去灭会搁生出来故名无常。所以迄烦恼就是无常无常变化，没有常态一直在变化，所以叫无常如来故尔如来咱的佛性不是安呢不是这样，灭不复心不复生了。我们的那个烦恼灭还会复生，可是我们的佛性灭掉烦恼，灭了以后它不会再生出烦恼是故名常就永远都常住那个如来。
那么迦叶呢，复言，如铁啊，赤色，那个赤啊就是红的啦，铁啊，已经烧到变红的，昧以凡是火中啊，赤色复生，啊，即马刷入去迄铁啊若甲烧烧的，变红的，啊，即马红的你甲放的也是拄咧水的啊，迄红就消失咧，就无去啊，灭啊，就灭掉了。啊，你即马搁摕落去火，搁甲烘，那个红色的，一个呢，生出来，这个用这个来比喻啦，说我们的烦恼，虽然灭掉了，搁甲放落去火内底，哇，迄铁啊红的搁生出来。敢若咱众生啊，虽然烦恼都灭掉了，啊，即马搁一寡遐，互咱会迄个一百来火拢倒啊，迄款的安烦恼就搁生出来，你看这个比喻啊，都很恰当，那么如来若尔应还生劫，假如说如来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话。那他呢，应该还会生那个结怕感，就是有问题呀，打结了，漏结还生啊，即是无常。假如说呢，那个如来啊，那个怕感都生出来，安尼都是甲众生同款，都是无常变化。那么佛言迦叶啊。如今不应啊，作如是言。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迦叶讲，说你今呢，不应该呢，做呢这样的说，如来无常，就在讲说如来会变化，是无常。何以故？如来是常，如来呢永远都常住啊，不灭，常住呢不迁。善男子，如彼兰木昧以有灰，就好像呢我们在烧木头，那个呢昧以，那个火啊，把木头烧了，就剩下那个有灰。那烦恼昧以啊，便有涅槃，所以啊，这个我们也一样，我们众生烦恼昧，假如说烦恼都能够灭掉了，然后便有涅槃，就已经进入不生不灭。迦叶如铁能以可使还乐，如来不尔。说呢，那个铁冷了以后我们还可以使那个铁还乐，还变成赤色。那么如来不尔，如来不是这样，断烦恼已毕竟清凉。这个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断掉烦恼了，就已经毕竟清凉。烦恼是佛更不复生，那个烦恼的那一种佛他不会呢再复生。迦叶当知无量的众生犹如彼铁，我以无漏呢智慧智佛，稍比众生知烦恼结。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做这个比喻说我们无量就是很多的众生好像这个铁那么铁加热的话，它变赤色就红色的。那佛说呢，我用无漏的智慧赐佛，用呢这一种无漏的那个智慧，就很炎热的火来烧众生呢知烦恼结，把众生那个烦恼那个结都烧光，让众生呢要烦恼都烦恼不起来。所以就可以进入如来的这个本体。那么迦叶复言善哉善哉，我今必知如迦叶所说知佛是常。
这个迦叶呢，他就在讲说呢，善哉善哉。现在才第10的知道，如来所说的知佛是常不会变化那佛言迦叶譬如圣王处在后宫或是游观在于后园，王虽不在知才女之中，亦不得言圣王命中所以佛就讲那个圣王在后宫，或是呢在游园在后园王呢虽看不到知才女之中，也不可以说那个圣王已经命中了不是看不到就已经没有了。三男子如来意耳如来也是这个样子，虽不现于阎浮提界这个如来虽然不显现在我们南赡部洲阎浮提入涅盘中已经进入涅盘，不明无常，不可以说如来是无常。如来出于无量的烦恼，入于涅盘安乐之处，由之结华欢愉受乐。是大涅盘能见大义如等今当呢自心谛听，广为人说，莫生呢经语所以这个佛就告诉呢这个大家说，这个大涅盘能见大义所以要呢在这个涅盘法会的所有菩萨呢以及那个阿罗汉辟支佛都能够自心谛听，然后广为人说就是说这个这个大涅盘。那么若有菩萨呢自大涅盘悉密山王如是高广，悉能取令入于戒指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只要进入性分呢就能够像那个悉密山王，就是非常的高广非常的大。那么悉能起令入于戒指，戒指就是菜籽，我们种菜那个菜籽要了解它非常的小就是把很大的悉密山把它这个纳入戒指。这个呢在无形我们那个如来现问之中就可以做到了。在现象悉密山王是非常高大高广，然后戒指非常小那么高广的山要把它纳入戒指，在现象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佛性来讲戒指虽小，可以广纳呢佛世界，佛世界就把它呢融在戒指里面，所以它大小就能够互融能够容纳。那么其之众生呢依悉密山者亦不呢破折，就是依悉密山在呢这个山上的这一些众生他也不会感到就是很急迫，然后很窄也无往来想就如本无异，跟原来他在山上爬山或是游山都一样，没有变化所以那个佛菩萨可以把悉密山这个已经能纳入戒指，可是在悉密山的众生呢，他都没有那个不一样的感受，都跟本来都一样。那么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悉密山
纳戒子中，复还安止啊，本所自处，所以啊那个为应度者啊，就是已经有修了以后啊，他才会感受到变化，说看到呢菩萨以这个须弥山呐，把它纳在戒指之中，很高广的那个须弥山呐，就把它收入啊在很小的戒指里面，然后复还安止啊，本所住处，又呢把它恢复到原来他住的地方所在，这个唯有在修者啊，能够感受到。那我们众生呢，不知不觉啦，都没有往来想。那么复有菩萨呢，自大涅盘，能以3000大千，入以戒指。所以啊，这个呢，刚才那个还只有说一位，这边呢，就讲，只要有菩萨呢住在大涅盘，就可以啊用3000大千世界，把它装入啊在很小的戒指里面。所以那个3000啊，就是小千、中千、大千，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啊，非常多的那个世界，把它纳入以戒指。那么其中的众生啊，亦无破折，也没有感受到不一样，以及往来想，都跟原来无异，没有变化。那么唯应度者啊，见到而已，就是已经有修，要成就的，他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啊，可以纳入戒指。善男子，佛以久住啊，是大涅盘。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呢就诚实的说，我已经很久，都住在大涅盘。那么种种的视线呐，神通变化，如所楞严经啊，之中广说，所以我们了解到楞严经是佛讲经说法这个49年唯一讲性理心法的一部经，就只有楞严经。我们这边呢也有讲过了，都讲这个68堂课啦，所以大家想研究的话那个真的是要很专心，然后又有很多时间才可以研究得完。那里面呢真的我们修道者都呢要深入其中能够研究了解。那么我以3000大千世界或圆菩提示现涅盘，亦不毕竟起涅盘。所以佛就讲说呢有示现有涅盘，可是也不毕竟就进入涅盘，不是说呢进入了以后那就消失了，还会呢在呢这个出现在凡尘。那么随顺的世间示现呢入胎，也随顺的那个世间呢出生，然后出生了以后南行7步，示现呢意为无量众生呢坐上福田，那个南行就是呢坐上福田，然后西行7步示现生尽，永断的老死是最后生。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示现就是生尽了，就已经不再出现，永断老死，都不会有老有死，就是最后的一生了。那么北行7步示现宇度知有生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知有就已经了解说有因有果，25有都包括在里面。
简单的说就是三有三界，所以已经度越三界呀，知有都度越了，生死也超越了。然后东行七步啊，是为众生合作导手，就是要引导众生呢来修道，脱离苦海。然后四维七步，这个四维啊，就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个四维。那么视线断灭啊，种种烦恼，四魔种性。那个四魔啊，就是烦恼魔，五阴魔、死魔，这三个呢都是我们内魔啦，只有一个天魔是外魔，那么诚以如来应供正偏知，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应该供养，那么正知偏知啊，所以啊，全部呢完成所有一切无所不知。那上行七步，视线不为不净之物啊所染污啊，犹如虚空，为顶头行倒去啦，行七步，就是无清气的物件，拢无法度甲念着，敢若是空，跟虚空一样。然后下行七步啊，为涂骹行落七步，视线华语，灭呢地狱火，令呢地狱的众生啊受安隐乐，这个毁尽戒则啊，四咒双刀，就是啊有一些修道者啊，他破坏戒律，那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下行七步啊，把他们的一些苦难啊，都消除啊。那么唯欲啊，这个降伏刚强的众生，故现呢释放，就是要降伏我们众生呢，非常的刚强。各位浅显，众生刚不刚强？大概咱拢未承认啦，无啦，哪有遮强？拢嘛真听话真软弱。其实啊，刚强是在心里面啦，那个天花示现在外面，在心里面都很刚强，讲话都唔听啦。佛讲话我们不会听，可是我们都否认啦，有听啦。所以佛讲的都是有一点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那么我又视线大小便利跟众生一样，有吃呢就有拉，也有出息入息呀，有喘气呀，同款甲众生拢同款，有咧喘气。那么随顺世间故事如是，随顺的凡尘，所以视线呢跟众生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那么我又视线呢，受人信施，就是受到人家布施，然后佛就接受，然我是身呢，都无饥渴，佛就讲这个如来身跟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袂枵啦，嘛袂喙焦，拢唔免食啦。咱的佛性本体袂枵，嘛袂热，嘛袂寒，所以都可以超越凡尘的所有现象。那么随顺世法，故事如是，要随顺的凡尘一切所以才这样的实现啦。所以佛就是要领导众生也成佛啦。只要跟他一样做，就成佛了。所以那一本《金刚经》里面有更详细在说这方面。所以我们上次有记160本都已经没了，我们这一次再记80本下来，
希望呢各位拿回去看，或许讲得很白话了，尤其第13页跟第49页啊，讲得更白，一定要慢慢看。第13页啊，虚空只有一个，佛性也只有一个，那个讲得很清晰明白，然后啊，只要有要我们思索的地方，一定会加如何领悟了吗？会加几个字啊？你要往回看，看上面在讲什么，为什么有写这个话？各位有看了吗？哇，点点，旧的有看吗？或许发现只要会写的一定都写2本。像我们上的这个涅盘经啊，这个是第2本，有第1本呢，这个第2本然后金刚经现在写过了，也第2本有第1本，然后道德经也有2本，不过第2本正在写了，还没写好。旧的道德经啊，已经我们也都看过。然后楞严经也2本，1本横的，1本直的，只要写都会写2本，现在才发现，可能有偏好，对这一些经典特别喜欢，所以一写再写。那么我又视同众生故啊，现有睡眠，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不用睡觉，全部存养，不用睡觉，可是视线有睡眠。然我于以无量劫中具足无上的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这个三有就是三界啦，久离世间的爱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现。所以凡尘的所有一切呢，全部呢都是示现。如来性实不永灭，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不会消灭，是故当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那或许这边呢就有特别把那个三有，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意界呢14有，6欲天4大部洲4气三恶道加阿修罗道，色界7有，痴禅天，大梵天，2禅、3禅、4禅，五净居天，无想天7个。无色界有4有4空处，总共呢就是有25有，这个有因有果。这边也有把它呢这个讲说。那我们还剩下15分钟呢因为有这个浅显想问问题我们准备这个回答，也鼓励各位有问题就要问这个小问小解，解开我们的结，大问呢打开大的结，把这个结打开了，修道就容易了。有吗？好，请说。好，还没问完的，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对，就问上礼拜的。好。第8，阿赖耶识是佛性产生的功能作用，佛性有多大，阿赖耶识就有多大。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我们在讲说方便用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它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落入凡尘，我们所依赖的就是阿赖耶识。那要知道说，这个阿赖耶识它呢就是含藏识。那含藏在我们众生来讲，就是含藏善恶的种子。
可是呢，在大的方向来讲，它是含藏天地的三河大地，含藏万象万事。所以我们呢佛经里面呢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如来藏。那个如来藏，也就是我们第八的阿赖耶识。那我们一般呢都这个讲说就是跟我们人有关系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然后说呢气候来先做主翁，就是死去的时候他最后一个走，然后来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投胎，气候来先，然后做主翁，就是呢当家做主他最大。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带来的是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含藏我们善恶种子，然后来投胎的时候他先来，第一个他先来，依呢这个中阴身投胎了，投胎来已经我们怀孕，然后10个月，286天就会生下来。那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生下来虽然说有阿赖耶识在，可是跟外面的空气一接近以后，它一定要哭了。哭的时候我们那个灵才会进。灵一进来我们就做分段生死。灵一进来了就生，有生了就有死。就是分段生死的开始啦。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虽然有第八阿赖耶识，有含藏识，有所有一切的，可是假如说不哭，他不会活。那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会把那个婴儿抓脚2只脚把它抓起来，让他的头朝下，然后打他的屁股。那个意思说，你既然造了业到凡尘来，就要甘愿来接受了，所以打到哭为止。只要哭了，那个医生就放下来，好了好了，活了。不哭不活了。那我们上次不是有说吗？为什么不哭他是在第10殿那个孟婆庄。那个忘魂汤他不喝，不喝的时候他到凡尘不愿意这这艰苦我才不会来，我无法讲，所以真巧。所以那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要这样，打到他哭了，你都敬业还唔来，你都敬业还唔来。无法度都爱哭吃一下哭了就等于他已经喝了那个忘魂汤前一世都忘光了开始这一生的生活，所以医生就会把它放下来说可以了可以了，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第八阿赖耶识虽然是主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生，可是它要有条件配合。我们不造业我们不会落入凡尘。我们不发愿一方面是业，一方面是业发愿，就是这2个原因我们才落入凡尘有现象。然后你落入凡尘有现象一样，要欢喜心甘愿受。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人这么苦？各位就可以知道，写在我们脸上了。我们这个眉毛就是草了，草字头，然后我们眼睛跟鼻子就是十字架，嘴巴呢就是下面一个口，写下来就是苦了，苦不苦？苦不苦做人就是苦了，苦
抠不了，就是这样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天地之间呐，它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说了。为什么7口？我们为什么7天1个礼拜？为什么都是以7呀为主要的转捩点？为什么其实啊是7家？有办法解说吗？好像自然而然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呀，我们可以一直反问自己呀，也会有答案。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有那个第8阿赖耶识，那我们要知道研究，你有第8阿赖耶识，你才有前面的末那识，眼耳鼻舌身意6识，因为第8它呢互给第7，然后第7叫意根，然后意根给前面眼耳鼻舌身意6个，6个都依赖第7啦，第7依赖第8啦，第8是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啊，本体是一个本，然后分下来呢就是作用，不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也不能这样说，它是不一不异，不是一啦，也不是不同，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啊，它到底是一样啊不一样？所以破学之前不是说嘛我们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不要找亦有亦空，不要找非有非空，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凡尘啊，有很多都会走入这个现象，不是用我们头脑来思想，不是用嘴巴来论议呀，要怎么样领悟？你领悟了以后头头是道；你不领悟了以后，处处都是障碍。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的阿赖耶识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不对。你说不是也不对，它到底是不是？对了，没回答就对了。好的。我们修行不用第6意识，直接启发灵性。那阿罗汉他们的内所修行是用第6意识心态。他问这个倒还蛮有内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第6意识啊，它不是毒蛇猛兽，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要用，我们直接面对凡尘，所产生就是第6意识，最直接的啦。然后我们皱起眉头在想，就是第7的末那识，所以那个叫意根。你意识啊是面对马上解决，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六祖会说不断摆思想，有没有？对境心速起，那个就是说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不要摒除它，你还是要用，只要善用，只要你不自私自利，善用都可以。所以我们了解说六祖是希望我们把第6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的时候虽然也是一样第6的作用，可是你用妙观察，它已经走入到观察我们佛性本体呀。所以妙观察智见非功，见到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你用第6意识来关照你的佛性，这个时候你所决定的不会错，不会造业了。所以按照六祖那样，先从第6转，不要用意识心
因为意识它是对境心就起，它那个起的时候啊，是由根境相对，根尘它已经相对，所以那个会变化，会变化，我们去拿来做修道，我们时时刻刻在变化，那个就修不成道。所以我们先把它转成智，用智是变化，智是不变化，智慧那个智不变化，然后已经妙观察智见慧功，见到佛性，然后我们再来转第七末那识就变成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心无病。你心，因为我们都会分别你是你，我是我，有分别心。你用平等性智你跟我虽然形象不一样，佛性都相同，已经没有分别心。那没有分别心心就没有病所以我们完成为什么德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平等性不够。平等性的认识不够，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之间平等，物与物之间也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切都是平等，都是平等的话，不会有那个骄傲，也不会有那个卑下，就平等。平等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天地的春夏秋冬、白天夜夜一样，自然而然的变化。那这样的话，我们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自然就能够解脱凡尘的所有束缚束缚都解脱了，就没有了。没有束缚我们当下都是佛世界跟佛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你研究了、进入了那你的天地就会很宽广所以我们不是说把第六意识我们去掉不要你要怎么去我们生活之中第一个接近的就是第六意识你第六意识接着再下来的都从第六意识延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善用，只要你认识第六意识的来源是我们的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你根尘相对产生的，它不会永远一样，它是在无常变化。你只要知道它是无常变化，那这样的话，你能够抓到第六意识，能够抓到，你就不会被它转，你可以转物就不会被误转。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修道你要避开第六意识没办法，一定要用，只差别在善用跟不善用。你用的不恰当了，那就造业了，跟人结怨；你用的很恰当了，那就什么事都没。所以我们修道并不能撇开第六意识，一样要用。只要我们善用，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怎么这么快各位讲师、各位禅师、各位先贤，大家不学占道天师德，到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取机会学讲。我们得讲到哪边的第六页是吗？他哪边的？第六页第五页的后面第五页后面的最后一段那个善男子大涅盘者这边即是知佛如来法界那个大涅盘
我们假如说只有涅槃的话，跟生死相对。那假如说有加一个大涅槃它就已经超越那个相对，是已经进入绝对，就是独一无二的大涅槃者，即是呢知佛如来法界，所以进入到那个绝对体的时候就是佛的法界，如来法界。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也是这样，就是一个绝对体，我们呢都要这个体会。那么如来毕竟呢不受女身，为欲调伏无量的众生故现呢这个女相，所以那个佛就可以没有形象，它可以现象。那现什么相呢？佛自己可以决定决定要现什么形象，要调伏那个女生的话，就现女相。那么示现阎浮提中呢，这个饥饿崛起随其所需供给饥食。就是供给那个已经很饥饿的人呢，有东西吃，然后为说呢，微妙呢正法，这个给他先吃饱了，然后呢，才说微妙的正法，然后令其安住无上的菩提，就让我们能够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那么众生呢，贪着三界，即为说法，令离四处，就是让我们众生离开这个三界。那么度众生故呢，为说无上微妙的法要，就是说这个最上乘的佛法，让众生呢都能够成就，回到自己的本位。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那么为断一切呢，烦恼这个苦，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一切呢都是烦恼，种植无上的法要之树。那唯一呢拔济之外道故，为说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心外起法呢，就叫外道。就是在道之外，外道。那么虽说示现为众生思，而心痴无众生思想，没有那一种高下高低的阶级的观念都没有。那么唯以拔济之下见故陷入其中而为受法。所以佛也会示现就是下等众生，比较困苦的众生，非是呢恶业受是身也，不是呢这个恶业这个推出，然后显现那个比较下贱的这个身，是为了要度比较那个层次比较低的这一些众生。那么无所积忌以使知足，就是不会积忌在凡尘，所以这个佛定觉力三依一钵以外，剩下的东西都不能这个留在身边，这样呢就容易修道，所以无所积忌。那我们凡人呢，都是累积非常多的物质，这样呢，我们就比较有负担，然后也比较烦恼多，然后修持呢，就把这一些物质都能拼开身边，不积聚在身边。那么在吃的方面呢，不挑剔只要能够吃饱。养殖色身，身体能够呢这个存在了就可以。那么如鸟飞空，鸡不可寻，
好像那个天上飞的鸟，飞过了以后啊，你不知道它是飞哪个路线，那个鸡呀就没办法去寻找。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凡尘啊帮助众生，可是那个帮助众生以后啊，你要去找他怎么样来帮助众生呢？你都找不到痕迹呀。就是帮助人都不落入痕迹，让人家呢不知不觉。那么有为积聚者啊，即生闻行。假如说要累积呀，很多的，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声闻，就是呢比较呢这个我们讲那个下圣一些这个声闻修到成就就是阿罗汉声闻。那么无为积聚者即是如来行。无为无所作为。所以我们知道说不落入有为是无为的话，都是从佛性呢出来，无为然后积聚，就积德累积这个善行跟道德，这个呢就是如来所行使的努力的方向目标。那么亦得名为食之主。也可以说呢，他在吃的方面都已经饱了，都知足了。那么若有贪食者名不知足。假如说贪吃这个吃的呢肚子都胀了，然后也贪好的，那个叫不知足。不知足就有烦恼。那知足呢就常乐，时时快快，时时刻刻都很快乐。那么不贪食者是名知足，不贪吃呢就已经能够知足。那么积难行者则尽无上菩提之道。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积这个行过以后，做过以后那个留下来的痕迹让人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个呢都是有为之善。那无为之善就很难去寻找得出来。那很难寻找出那个善行度化众生之行。那么已经接近了无上菩提之道，就已经呢能够进入那个最上圣的那个佛的领域菩提之道。那么机不可寻者所谓涅槃。所以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如如不动的那个居相呢就不可寻找，机不可寻。那么涅槃之中呢无有日夜星辰知数星寒热风雨生老病死。所以涅槃之中没有这一些现象。我们完成所生活之中的现象在涅槃之中呢全部都没有，都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落入现象落入凡尘，有形有相就有这一些日夜星辰，然后寒热风雨生老病死。那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呢都没有这一些事。那么25有就是我们讲的知有的25有就是三有三界。那么离之忧苦集之烦恼如是涅槃，如来自处常不变异。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因有果叫有那全部的明晰的说有25。纲要的说有三界三有，三有就是三界，25有是把三界详细说。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详细讲。那如来呢，他已经都离诸忧苦及之烦恼都没有忧苦烦恼。
那么如是涅盘呢，是如来所住的地方，住的地方所在，是如如不动，常，然后不变异，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常住啊，不缺，不会变动。那么所言大者，大呢就是摩诃啦。尽虚空啊，遍法界叫做摩诃，叫做大，所以大已经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呀，水有风土，我们也叫四大，因为水、火、风、土呢，它个人都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宇宙虚空呢，就是这个水有风土。所以宇宙虚空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叫做色，水有风土啊，就是形象，就是色。然后虚空呢就是空，然后空跟色它是合在一起。我们呢大部分我们所看的就只有这个空间，不知道空间里面有水有风土。那水有风土啊，就是色，那色跟空啊，它不二，是一啦，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研究道理要了解。老子就讲说，常有跟常无，那有跟无，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两个合起来。有，它永远的有；无，永远的无，就是佛性本体。所以讲的文字不同，意思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修正者所讲的就让我们能够知道所追求到达究竟的目的就是常有跟常无。那常有常无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所要追的。因为它不落入现象，所以不会变化，不会生灭，也常住不缺。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了解，透彻了解了以后，我们修起道来非常的有自信我们都相信自己真的就是这个不生不灭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很真正的去领悟证悟，所以都有一点怀疑那或许刚好最近在北部就印一本那个谢谢你，我们在这边讲的那个谢谢你，那个书面资料已经印出来了，那可能再过1-2个礼拜我们会记下来所以那个或许就看了以后觉得说，不管你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不管你有没有求道，来看都非常适合都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还觉得说还很不错，因为还讲时间民国100年，还讲地点台南同一个所以就可以了解说那个来源。那个时候我们讲《道德经》讲到41篇，所以我们听《道德经》41篇就是在讲谢谢你，就是老师做的那个歌谢谢你，然后讲说1个多小时。现在台北的道经把它已经印成书面资料那我们可以看的话听了马上就过去了，可以看的话你可以慢慢欣赏或者这个昨天晚上就看一遍，早上起来又看一遍。我说这个人觉得老王卖瓜觉得说还不错嘞
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凡尘说我们本身呢都是佛，我们都不敢承认，因为毕竟我们离开我们的本位本来的地方太久了，落入凡尘已经不计其数了，不知道这个转世了多少生多少世，多少个缘会我们都在流浪，都不知道回去到我们的本来地方。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如来的智处大的所在，各位要知道只要落入形象一定有生灭，那有生灭就有变化，所以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它不生灭，没有变化，如如不动。那我们能够切实体会了以后，切实知道，切实体会了，如如不动，没有形象，所以或者说那个谢谢你的四面资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无心说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有心，有心有烦恼，有心呢有争执，然后有心就有这个怨愤，那全部的心都没有，也就是没有心意识全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即心就即佛了，或者看哇简单明了，真的蛮欣赏的。所以所言大者其性广博，非常广阔，然后博大，犹如有人寿命无量，名人大丈夫，说这个寿命无量，唯有我们的佛性才可能寿命无量。那么世人都能安住正法，名人终生，如我八大人觉，这个八大人觉呢，就是指修习达到解脱者所具有的八种觉悟，这可能我们也有看过这一本八大人觉。可是我们可能没有进入内容，我们觉得说那个是一般在这个小乘法在研究的。那假如说我们稍微知道那个解脱的八种觉悟第一个就是世间呢无常，我们凡尘都是没有常态，一直变化。第二个呢多欲为苦，我们欲望很多那个苦就很多。第三个呢心无厌足，越多越好，愈多愈好啦，拢无安尼讲好我已经有够心无厌足。第四个呢懈怠堕落，这个我们当然都不承认没有我很努力没有懈怠堕落其实在不知不觉之中这个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很精进会很努力，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就懈怠了就堕落了。第五个愚痴生死，就是我们对生死都毫不在意，生就生，死就死，叫愚痴。那么第六个呢贫苦多怨，第七个无欲过患，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享受了我们的身体这个眼耳鼻舌身都要贪这个欲乐享受，变五欲过患。第八个呢生死自然苦恼无边，这个生死就是很热烈啦，生了慢慢长大老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又生，生了又死就这样苦恼呢无量。所以这个是八大人觉八大觉啦因为这个你有这个八个就算大人
就已经到达大人的状态。那么比较好记的简单的说法，我们就把它浓缩了。第一个呢，就少欲，那个世间无常啊，我们欲望少一点。第二个呢，多欲为苦啊，我们就知足，那个就不会苦了。第三个呢，心如厌足啊，我们就远离这个心如厌足。然后第四个懈怠堕落啊，我们就精进。第五个啊，愚痴生死，我们就正念。第六个贫苦多怨啊，我们就正定。这个第七个呢，五欲过患啊，我们就正慧，就有智慧。第八个呢，生死自然苦恼无量啊，我们就不细论。就是演戏的台词啊，我们都不用去记。我们呢，这个上台下台啊，这个努力演啊，演自己就好。不用去记台词。要当演员啦，要记很多台词啦。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是主角，我们也当导演，我们也当编剧啦。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呢，都自己呀，自己来。所以啊，我们就努力的去演。不用呢再去记那一些演戏的台词。把两种八觉呢合起来，意思啊就更显明了，很明显。那么为一人有，为多人有，是一个人有呢，还是很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呢，则为最胜。假如说这个八大觉啊，这个八大人觉，一个人具备，那个是最好、最殊胜。那么所言涅槃者啊，无知苍忧，就是没有那一些毛病啊，我们身体的病啊，都害我们很苦啊，很惨。三男子，譬如有人为毒箭呢所射，多受苦痛，执以良医啊，为拔毒箭，涂以妙药啊，令其离痛。得受呢安乐，是依即便呢有以诚意啊，其之具肉，所有患苦忧苍忧啊之处啊，即往其所，为了众苦。所以这个涅槃经呢，就是佛这个要涅槃之前所说的这个经典。那本来呢，佛有讲这个这个我们呢受毒箭那一种那个比喻呀，说我们呢接受人家这个毒箭一射过来，我们中箭，中毒箭的时候那个比喻之中是讲这个稍慢拔箭，我要先研究是谁射过来的，且慢拔箭。我要研究这个箭是什么做的，且慢拔箭。我要研究那个箭头跟箭身是从哪里取来的。我要研究那个箭头去涂什么毒药。当你还没有研究清楚的时候，你的因命已经呜呼哀哉。所以佛讲这个卷与经啊，就是我们中箭的比喻啊，那个经典，就说我们在凡尘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在很多事情里面能够分辨得出轻重缓急。什么该抛开不要去管，什么该先管。你既然已经中了毒箭，第一个赶快拔出来，不要把那个毒能够逼出体外，命才能够存下来。不要研究东研究西你研究的还没透彻，你命都没了。
在研究都没人了，所以佛说那个见语经啊，或者以前在普里天佛院啊，一个人就拿那个以前我们那一种卡带的随身听，然后一个人没有听众，一个人就看着那个比喻呀，有那个百喻经100个比喻啦，一个人或者就一直讲，讲了很多了，很多百喻经，后来或许这个再找以前讲的那个卡带，竟然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去那个电器行买那个录音带，都不是买几卷录音带，是买几箱啊。只要有因为在天佛院也有薪水可以领，是我们的政府规定最低的工资领来以后吃拢吃迄个天佛院的穿嘛拢就很普通啦都不会再花钱。那有联想个别地方面，就拿去买那一些整箱的那个卡带录音带，然后来附录录一剪以后就附录。为了要附录去买好几部的那个两边的那个卡带好几部买回来，然后就很忙在那边附录，然后有道亲到天佛去了，我就送人因为都有道亲回去服务了去帮忙这个打扫那个整个天佛院就很多只要有去了就送人。到后来整个连那个在附录的那个也送人了啦，全部都送人，连卡带也送人。到后来自己想听找无了，然后去找那个拿的人，没有已经转给人了就再找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讲很多的那个百喻经，就是都是故事很短比喻对我们人都有帮助。所以那个时候还经过一段算蛮长的时间啦。在天佛院一百拢一年嘛所以那个藏经阁里面有大藏经整套的啦，然后也就去拿出来看时间有心情也很等于事都没事啦，很开朗就都研究所以因为研究的时间久进入这个经藏的那个内容也很深所以后来都会讲有白话啦，这个白话道亲说文言的文我说白话啦，文言的文到后来一段时间了以后，换个角度来看真的不是白话还蛮深的不写说还不懂都是因为看久就会变成习惯，那习惯真的就是很粗浅可是你在没有接近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深很深不容易懂就看不下去了你觉得说很浅很白话，我就会看得很快一页接一页。假如说各位有看过那个大藏经很大本，然后又是全部都原文这个你看不懂的话看不下去看得懂的话会引起你一直就是追求所以很多有关于文殊菩萨讲的很多都你知道了，认知知道了就到了，都没有说还要做，你知道了就到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或许把它说那个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
可是啊，我们凡尘啊，我们众生啊，都是众生之见啊，那差别最大。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我们用众生之见。假如说全部都用佛的之见了，那就成佛了啦。所以差别在这里。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众生之见都抛掉，然后用佛的之见？那佛的知见很简单啊，万念妄想，一念不生，就是佛的知见啊。不简单哦，想简单哦。可是我们都不敢把，都会说我这一些啊，是经验的累积，花了好多钱去学的，要放掉的话可惜啦，都不敢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培养那个认知的程度啊，你够了，已经到了，像那个文殊菩萨所讲的一些道，你只要听到以后，大概你就到了，不用再找时间找地点来修，不用，你听到了就知道了，就已经到了，到佛的境界了。所以啊，或许看那个文殊菩萨讲有时候啊，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把它好了，这个众生听不懂，你不要说，讲浅一点，连释迦牟尼佛都会这样说。讲较浅的，你讲这样听不？很有意思哦。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要文殊菩萨讲浅显一点，所以假如说有看你假如说有时常在看那个文殊菩萨讲的经典，真的那个智慧啊，文殊菩萨智慧第一，真的会帮助我们呐，那个般若妙智慧真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学的很多都没有意义的啦，那我们要学有意义啊，就是对我们有实际帮助，那个要学，那个没有用的我们就不要花时间，时间要花在有用的这方面，所以啊，假如说真正的像或者只有学这个八大人觉啊，只有这么一点点，其实它也是整本的经典，可是啊，或者说大概它的精华就是在这里啦，你这里了解了，可以了，就可以，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凡尘一切啊，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呢我们都能够努力的真的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之中，那所有凡尘的一切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呢这个离开呢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么善男子，如来意耳，成等正觉为大医王，那个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啦，就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那么为大医王，就是要医治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呢，都是不平等，然后觉也不正确，所以呢，佛就教我们正等正觉，然后能够脱离这个苦海。那么见云如体苦恼众生无量，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我们苦恼的众生无量劫中被引怒痴烦恼毒箭受大苦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三个字就够我们呢这个难脱离这个引怒痴三个字，我们了解说凡尘大概呢就是这三个字是害得我们最惨，就引怒痴，
这个烦恼毒箭，这个呢都是毒箭我们呢都受箭，拢已经下得急受大苦切都是这样。那么唯如是等说大乘经甘露华药都呢这个让我们呢能够了解到脱离这个苦海那个甘露华药能够呢让我们呢这个引怒痴的毒都能够消除。那么疗治此语护治他方疗治呢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苦恼众生呢好了以后又到另外的佛世界去那么有之烦恼毒箭之处示现作佛为其疗治，是故呢名曰大般涅盘。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证悟了成佛了，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去救度众生。可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悟本性呢，我们都还欠人家救了，都还没有办法说到了别的佛世界去救众生。然后我们要知道说佛世界无量无边，我们呢娑婆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那很多修正者很喜欢到娑婆世界啦。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好坏都有假如说是北俱泸州或是长寿天，那我把它列为就是八难之二各位八难还有印象吗？还记不记得八难三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然后佛前佛后，然后北俱泸州长寿天，还有一个这一个就是我们凡尘那个智慧已经发狂了，四智辩聪了，有没有很会跟人家辩论他很聪明他智慧很高，智慧都发狂了，佛把它列为八难之一。所以你这种人佛救不来，没法度给你救，这样了解吗？这八个啦三恶道佛也救不了，你已经在受苦了然后佛前佛后，佛示现在凡尘之前，佛已经涅槃以后你才到凡尘来，我无言所以那个也是八难然后北俱泸州长寿天然后四智辩聪，八难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八难跟这八个内容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菩萨呢他这个示现的地方就希望能够劝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苦海，都能够成佛所以有那个佛世界全部都是菩萨没有菩萨以下的众生我们就了解说可能就在这里面有说要怎么样到那个世界去，可能就在涅槃经里面不知道或许有没有抄录下来。大般涅盘者名解脱处，虽有调伏众生之处，如来于中而作示现所以这个大般涅盘就是我们那个本来我们的正位，我们呢本来都是佛那个地方名叫做解脱处解脱的地方所在
那么谁有调伏啊众生之处？那么如来呢，就在这里面啊，而作示现，要来调伏众生。那么以是啊，真实甚深义故啊，名大涅盘，就是啊，很深的这个义理。那佛啊，大部分呢都没有明说了，所以很多呢都需要呢，自己呀能够这个深入研究领悟。那么迦摄言：世尊，何等名为涅盘？这个迦摄啊，就请问呢释迦牟尼佛说何等？什么呢？那个名称叫做涅盘。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夫涅盘者啊，名为解脱。这个夫是一个发语词啦，它本身没有意思的，帮助呢后面这个名称。说涅盘呢，它呢就是解脱。名为涅盘就是名为解脱。那么迦摄呢复言，又在问，那么所言解脱啊，为是色也，为非色乎？这个解脱是色解脱呢，还是呢非色解脱？那佛就说：善男子，或有是色啊，或非是色。说有是色，或呢是没有这个色。言非色者啊，即是声闻缘觉的解脱。没有色的话，声闻缘觉。那么言是色者，是形象的话，即是呢知否如来解脱。所以我们了解说，一修持到最高程度的时候啊，大部分的那个理啊都很微细，那个道理呢都非常的微细，所以啊有色跟非色，就是没有形象。善男子，是故解脱呢亦色非色，所以解脱呢也有形象解脱，也有没有形象解脱，全部呢都包含。那迦摄呢又问世尊：唯愿哀悯这个重垂广说大般涅盘，希望呢佛又能够呢这个哀悯众生，然后重垂来广说大般涅盘。那么佛呢就称赞呢迦摄说：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名为远离一切系缚。真正解脱的呢，他已经远离了一切系缚。各位学姐，系缚了解吗？绑住了啦，说真正的解脱的话，就没有那个系缚，就没有被绑。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解脱，我们现在不生不灭的佛性被我们的身体系缚，叫身躯绑了的，有无？有没有？佛性自由自在，可是身体没有自由自在所以我们佛性被我们的身体是绑了的啦。然后我们人生在凡尘，你看我们又被整个五行系缚绑了嘞。然后我们在家里本来也自由自在啦，今嘛这结婚了以后，翁去某绑的，某去翁绑的然后囡仔生出来，大人囡仔拢去囡仔绑的，有没有？有没有系缚？绑真条搁有当时叫做美丽的负担，搁袂使讲无爱搁真甘嘛去绑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为女则弱啦，为母则强。你看查某囡仔安尼黏黏安尼足无力。做老母的时阵你看足坚强的，歹咧抱咧
有哦，哦，那是啊，康心人行到足忝，佮拍迄个囡仔吼，抱迄个囡仔，有坚强无？啊，有去互绑的无？哇，佮绑到足硬吼，所以我们这个有形无形啊，吼，真的都绑得很厉害。解脱了没？啊，还没啦，哦，还正在奋斗哦，所以啊，这个戏服啊，哦，我们了解在凡尘，哦，我们被凡尘戏服了，跳凡尘白条咧，哦，啊，拢都爱欢欢喜喜。若真解脱啊，哦，远离戏服，哦，真的解脱的话，就可以啊，哦，所有的戏服啊都远离了。啊，所以哦，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啊，在现象之中，我们不可能说全部都没有戏服了。那我们要先从心呐，哦做，哦，我们心呐，不要被名戏服，不要被利啊戏服，不要被淫怒痴啊戏服，不要被贪戏服。哦，这个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哦。可是啊，我们可以做，对不对？这个都是比较实于哦内心方面。哦，只要你哦都能够脱离哦，你看这个贪的，我们凡人啊不贪真的不行啦，别让他哇，拢都爱贪才会哇哦。可是啊，你真正的在内心里面告诉自己。说我生又没带来什么东西呀，死了也带不走什么东西呀，那我干嘛贪啊？要不要贪？不用了对不？你贪无效啦，你生嘛无大啦，你死嘛都倒袂去啦。哦，你贪贪到足济啦，哦，所有世界拢你的，你一口气若无来哦，嘛是各拢互人，对不？对不对？哦，所以啊，我们看得开。不贪了，解脱了没？解脱了哈、哦，对啦，所以啊，先从心里面解脱。哦，我们观念改变了，行为做法就改变。整个啊，哇，这个叫知足知足啊，知足后边迄两字安怎讲？哦，对了，你看大家都知道啊，你知足就常乐，哦，你不知足就烦恼。哦，啊，咱家己找麻烦啊！你看，观念改变，我知足，哦，我真欢喜，哦，我逐项拢无欠，有欠。刚才我们唱那一首歌啊，哦，你对凡尘贪念哦，没完没了啦，永远你都袂知足，还佫无够。哦，啊，你若知足，逐项拢有够啊，都不缺了。所以啊，你看观念改变了以后，我们整个啊行为做法都改变。那整个呢改变了以后啊，我们整个等于啊人格都升高，人格都健全，已经呢不贪念啊有形的物质，那就会重视啊我们无形佛性的他的德。你就会培养。啊，你有德了，我们都是以德在服人啊。你有德，人家自然对你很钦佩。所以啊，我们这个要找一个钦佩的人，你能够对他很敬仰，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哈。我们就知道说。大部分我们现在都是为自己啊，你为别人在打拼啊，可以说就很难能够找到啊。他能够为别人打拼的凡人说傻子，迄戆人啊，戆人才会互感动，对不？对不对？你若想巧，有人会感动的？不会啦，绝对不会。戆的迄个无为家己的迄那个才会人家才会感动。真正的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你能够守住本分，帮助人家，那别人一定从内心的感激，从内心呢自然产生出来，就感激。那你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人家才不理你。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本身先呢远离戏服，无去这有的无的绑，拢无啊，没有，真的都是觉悟了。那觉悟了以后，在真理世界之中，所有的生活呢，都在真理的领域里面，那跟我都是一样的啦，佛也就是这样，那我们在完成啊，也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佛就讲说真解脱呢，就这个离之系缚，离开所有的系缚。我们先从无形的做起，没有形象的系缚啊，都已经解开了，万年放下了。所以各位先生，那边问讲要安怎做，就是这个啦，远离系缚，会样未？什么给你绑掉，你拢个放开啦，卖绑啊，拢个放开，就做万年的放下，安尼有容易做，还不容易拢讲我要家己把家己，真的困先生，困家己啊，家己拢新鲜嘛，困好掉，则无有生，亦无和合，这个离诸系缚了以后就已经没有生，没有生就不会灭了，没有生灭了。那没有生灭呢，也没有和合就是因缘啦，所以已经也没有生，也没有这个和合。那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父母若结婚就生囝，就要饲囝。即摆囝了大汉就老老就准备要离开凡世间，对不？就好像这样嘞，唔知来创啥，无用甲无用试试，到尾一口气无来，什么都拢无，什么都是假的。那么真解脱者则不如是，不是这个样子。是故解脱呢，名为不生，不像这个父母亲结婚了生下孩子，孩子生了要养育呀，然后囡仔真可爱啦。可是各位先生，那个可爱是看别人的孩子啦，你家己拿来饲你气死。我都没有养孩子，我都还知道会气死。迄囡仔咧伫咧家己咧愈读的时阵变袂掂佫袂歹。那个真的所以要看孩子可爱，看别人的，看别人的就好啦，很可爱。你莫家己饲，你若饲那个气呀，比那个可爱多。那佛呢就讲，假设譬如醍醐，那么其性清净，那个醍醐就是牛奶5味啦，牛奶第一味，第二味呢叫乳肉，第三味呢叫生酥，第四味呢叫熟酥，第5味叫醍醐，然后从牛奶提炼到醍醐。醍醐可以治百病，可是我们印度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台湾肯定没有了。这个呢，各位就听或者讲过这个看经典看到醍醐可以治百病，赶快赶到大卖场去要买醍醐。那个大卖场那个服务人员说，你要买酱油是酱油啦，
酱油有醍醐啦，我讲唔是啊，迄牛力练的醍醐啊。伊讲安尼，你去印度买，印度才有。我们台湾只有练到卤肉，卤肉就可以，很容易就买到，然后是这个刚听到卤肉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去大卖场去买，然后拿到了以后，我还问那个那个结算的剩几个呀？这边哪家？我还不会吃。他说那个吐司啊，然后你这个加热了以后啊，就再夹在中间，然后就吃了。然后后来跟后学讲我教你更加简单，你把迄根纸挑掉，转直接夹啦。我可以可以。然后那个卤肉很营养，你吃了不久就胖了，所以唔通，迄食拢直直肥嘅，很快发福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还真的要尝试啊，竟然经历的看，讲无这个尝试，唔捌。我又没有说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我拢无咧，也没尝试也没看电视，我还拢唔捌。所以那个醍醐是从牛奶提炼，那有病来吃了就好。那么如来也是一样，经过一直修炼修炼到清净的状态。归因父母和合而生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呢，不是父母可以生得下来，父母生下来是我们身体啦，佛性呢，父母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佛性不生，然后也不灭，身体有生有灭。那么其性清净，我们如来的性清净，所以示现有父母者，为什么如来要示现有父母？唯一呢，这个化度知众生故，佛因为要度化众生，所以呢，就示现了入胎，有父母，然后生下来，这样度众生才容易啦，就有菩萨呢。跟佛这个讲说，为什么不用化身来？那佛说我化身来，众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所以他还是示现入胎，然后示现出胎，然后呢慢慢长大，都跟众生一样，这样带领众生带咱众生修道，咱众生才听听，才听做。才能肯，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我们没有看着那个佛的那一些经过，那佛讲的话，我们就会打折扣了，就不相信。那佛呢，为了要让我们众生相信他就真的就示现入胎出胎，然后一样吃饭，一样大小便，一样娶太太，那佛教呢，他就会说，这个佛跟耶输陀罗结婚都是没有这个做夫妻啦。结果未曾有一年经释迦牟尼佛本身讲，他跟耶输陀罗经过3年夫妻生活。所以我看了以后，哇，那跟咱社会咧讲的拢完全无同。社会讲的都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那佛在讲的时候，他都讲他是跟众生一样，所有的一切都跟众生一样，那所以这样来带众生呢，才带得动，才众生肯相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他也一样有经过那个完成的夫妻生活。
所以后来这个半夜呀就偷跑去修道。那个耶稣陀罗很生气呀，讲我是原一个国家的公主呢安尼直直甲我爱的时阵叫人着去做人安尼甲我抓来。即马安尼家己安尼伊讲家己走去咧享受，出去修道了可是耶稣陀罗就很不甘愿然后等到罗睺罗生下来以后，又叫目犍连去把罗睺罗抱来修道。耶稣陀罗有没有起笑就不给他。家己那呢抱去上官楼阁上深的皇宫内底灭，伊唔知讲目犍连神通，讲目犍连全走到伊头前。所以那个魏城有一年经很有意思不学那一本楞严经里面有写这一段魏城有一年经。假如说各位有看横的那一本写很小的字把那个魏城有一年经那一段写下来。后来他都不给那个目犍连抱走，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这个在空中讲话，就在空中讲话，说你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你忘了你答应我什么？就是答应他不违逆他的意思家己离要关家己爱去行，好啦，可去啦，就把罗睺罗给目犍连带走去修道。然后你看那个所有文武百官每一个拢爱出一个囡仔来陪罗睺罗去修道，500个。所以你做官咱无自由囡仔爱交出来去修道。然后他做囡仔王，然后拢因老爸咧讲伊拢唔听，咧讲道理我都唔免听啦，我即摆遮少话，你甲我讲嘛无我记袂掉啦。那个魏征有一年经那个时候会把它写整本的都写下来。久起码想想讲唔免去讲咧，就没有再说了。之前看到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都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高推圣见然后我们自己悲屈，所以就会有很大的那个距离。结果或许看大藏经佛都把他自己降低到跟众生一样，拉到跟我们一样，所以那个容易修。你假如说高推圣见自己悲屈歹修啦，迄佛拢有佛骨我这众生骨没生佛啦，我们都这样跟自己说，对不对？也没修你就家己想我没生佛，你修会成要哪会成？袂成要就家己泼冷水，火拢泼去，有火才会使有动力要有动力才可以，才会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所以他示现在完成的时候，全部都跟众生一样，没有两样。那我们详细看了以后，真的那个为什么或许都一直讲？第一个一定要信，相信。可是不是去相信外面，而是相信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你绝对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力道。你不相信了拢信外口的，敢有假如说都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怎么可以成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相信。
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儒家信机中，统事端，仁义礼智，哦，然后兼万善，就是相信自己佛性啊。你佛性相信了以后，仁义礼智啊，哎，你都可以做得到，哦，那就可以兼万善，哦，这个讲得这么明白了。可是啊，我们哦学的时候是在学啊，哦，喺读册时阵啊，有啊，真认真，哦，啊考试呐会及格，啊吼会毕业啊就好啊，对不？啊毕业了以后哦，哎，拢害呀，有没有还给老师了？哦，毕业以后还无用啊，哦，都还有老师啊。没有说哦，我们在学校学的哦，出来完成就是要用哦，学以致用。哎，我学都有在用哦。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哦，研究心理心法，学了也要用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就这么的亲切呀、跟我在一起哦，然后研究了以后，哎，整个请佛性的当家，哦，请佛性啊做主，这样的话哦，不要等到以后了，哦，我们在凡尘都已经是哦，生活在佛的领域，哦，就是佛的世界，啊，所以啊，哦，我们了解说，哦，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度化众生呢，哦，就示现了啊，跟众生都全不一样。所以真解脱者啊，即是如来。哦，我们真正能够解脱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啊，真的解脱，哦，一定要先解脱了，解脱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不能呢，哦，不认识他，哦，不能啊，不给他权柄，哦，先认识啊，先给他权柄，哦啊，这样的话，哦，我们就可以啊。哦，真的很多完成事啊，哎，都可以完成。那么如来解脱哦，无二无别。说到如来就是解脱，说到解脱就是如来。哦，它变成一了啦，已经哦没有二，这样了解吗？哦，说如来哦就是解脱，说解脱就是如来。哦，已经呢没有分别。又解脱者啊，名曰虚无。哦，解脱了以后，为什么叫虚无？无看啦，咱的佛性有法度看无？有没有办法？看不到，对不对？它确实存在，对不对？哎，它这个确实存在，没有形象。哦，这就是如来啦。哦，啊有亲切不？有没有？各位先生，如来捌你也唔捌你？捌无？啊，如来捌你也唔捌？捌无？哎，所以我们也认识如来，如来也认识我们。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了。哦，就是如来。他所谓虚无，哦，没有，哦，就是整个啊没有形象。那么虚无啊，即是解脱。哦，没有形象的。哦，啊，就是已经解脱，解脱呢即是如来，哦，如来呢即是虚无，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这个空，哎，这个空间呐、哦，又讲到说，若无所见呐、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呐、即是邪见，有没有？啊，所以啊，若无所见，哦，整个空间呐、整个空间就是我们佛性呐、所以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没有生灭，啊，整个哦全部都是如来，哦，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啊，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是啊绝对体，啊，绝对体如来，哎，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时时刻刻啊，哎，就跟如来在一起。哎，就生活之中呢，都是如来。哦，那我们志向那就不见了。哦，住在形象，如来就不见了。哎，啊，你假如说，哦，不管是这个大人小孩，不管是男的女的，
不管是呢丑陋美丽啊，只要他会动会说话，就是如来啦。啊，你有简单分不？有没有？分别的话是不是很简单？有没有？哎呀，你只要都看到背部，哎呀，黑的那里行路会颠倒，有没有如来？就是有佛性嘛。哎呀，不要看形象，哦，形象呢千差万别啦，差别很大。可是啊，你看它会动，哦，会有所知觉，那个就是如来。哎啊，所以啊，如来并不困难。哦，我们呢，只是都不想去认识他。啊，你要认识他，你时时刻刻啊，哎，你都能够见得到。哦，若无所见的，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就是真的见到如来。哦，很亲切的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虚无就是空，哎，真空呢妙有。真空妙有，就真的就是如来。那么非作所作，没有那个作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呢，这个无所作为啊，就是呢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有所作为是我们身体呀，身体有所作为很快就变化了。那没有作为的佛性呢，永远都在。那么凡是作者啊，能成过呢，楼观，那个是有所作，他做出来，他有物件。那么真解脱者啊，则不如是，真解脱呢就不是这样。又解脱者啊，即无为法，无所作为，无为法。真解脱者呢，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这个呢就是真解脱。因为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啊，回答问题很多问题啦，可是我们只有回答都一两个，没有回答完，所以留下一大堆啦。刚才后学来的时候就讲说问题很多呢。要留长一点的时间呢给大家问。我说好啊，那就留45分钟，够不够久？够了好，请说。有了。有本是请问，佛性是无形无相，为什么启发佛心后会方法与抽动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叫做不可思议呀。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每个人这个佛性的那个大用。甚至呢，我们有那个转移视天下的那个功能那个是已经证悟了本心以后才能发挥啦。那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佛性大用的状态，所以我们呢就先这个小用，那小用我们只要能够把外方的精神收回来，然后我们持续一段时间，就会让我们的佛性的那个敏锐度敏感度增加。那佛性的那个敏感度一增加呢，就表现在我们的第六感，就是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或是还没到会有什么事情事先会有预感，会知道。这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是比较粗浅的部分那因为进入比较深的部分那个会不可思议
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不能用嘴巴来论议啊，那个都是属于比较这个努力认真以后的呈现，因为你有需要，比如说或者就讲在台北那个板桥那个佛堂讲课。那个佛堂是平常没有住人，没有住道亲在里面。那有一个住在附近的他的那个坛主啊，就去那边打扫，然后早晚献香，然后这个初一十五买供果献供，他一做就10几年了他都无怨无悔啊，没有说坛主这么多，怎么都我一个人在做，没有这样，他都默默的做。然后他呢，有一次就发表心得的时候，说初一十五的供果都蛮重，那佛堂又在5楼顶楼，然后没有电梯啦，一定要提上去呀。提的时候就是很重的时候他就试着佛性帮忙这么重帮我提一下。他这个心念一动以后真的那个重量消失了，那个轻，就拿到5楼了，拿到5楼，然后放下来因为还没到你供果还要洗，还要到佛堂，对不对？还没到要定位的地方然后再拿起来，那就当。所以你看时间不同，从楼下到5楼很轻，在5楼平行的走的时候，这么做，各位就是可以了解到，那个思议不可思议部分，主要是他专一，他没有胡思乱想，没有起心动念，专一在做这个事，所以他后来就因为是经过比较久了，那1、2次那边够了，都大概拢安尼所以他就讲出来，就讲出来以后，然后他这个他自己讲那个他做那个电子那个电子那个工厂上班，他说他们中间有休息20分钟，就是10点那个时间有休息20分钟，他们就坐在那个可以看远的地方一些绿色的东西然后他很好奇人坐着然后就讲佛性帮忙向右移，真的就向右移然后向左移，然后后来向前移，向后移。我讲佛性才互你变做咧试验品了，伊讲拢有作用的，叫伊移就移咧。我讲坐咧搁较久嘛，规工嘛不移，你讲都没用。可是他就是很专注做到真的是这样，意念叫他动，真的身体就动，有一点不可思议然后再接着，今天会有什么事，会遇到什么人，早上都已经知道了，他就按照他的那一个知觉性真的整个都呈现。然后后来或许有跟他讲，我说你不要炫耀你炫耀的话，这个幽冥鬼魂追协会请你帮忙，他们知道你有能力会请你帮忙。你要知道等到他找上你的时候，那个连佛都没办法的佛都帮不了忙的你一早上了那个你就
没办法再前进的。所以或许有告诉他说不要炫耀。所以啊，假如说不熟悉的人问他，他都不熟；假如说跟他熟悉他会讲。因为熟悉了以后啊，人家问，哎呦，我你是安那修的，你嘛给我改，他就会，他不会说你甲伊问伊无讲，除非你甲伊无熟，你跟他不熟，他就不熟，你熟了他就会跟你讲，说怎么做，他可以到达这样。然后他的功夫比较，就是早上晚上都固定，半个小时，固定的做。他比较就是一板一眼嘛，不会说比较自由自在的形态在学，他是一板一眼，这个是我们了解说佛性啊，它的功能作用是蛮多。那假如说发挥到大用，那可以转移整个四天下。就是那个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济泸州、南赡部洲都可以转移嘞。那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真的你学到了像或者有一些写下来的那个是大藏经抄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跟潘梨花一样，认识他吗？含梨花移山都爱啊，唔捌你用。还有吧？还有说，淹到水的一个人，他的动冰箱，或是刘讲师曾经讲过，听到讲话声，怕鬼从坟墓爬出来，也是佛系的功能作用吗？那个各位同学，那个爆冰箱那个有来听课，就是跟你来那个兰姐啊，就是他，你带他一次来嘛。他来一次，他有来这边听课，那个就是在斗南，他斗南很少淹水了，那一次淹大水他住在楼下他是那个套天的啦，1楼、2楼、3楼有3楼，然后淹水了以后，那个水淹进来他竟然把冰箱就搬到2楼去了。等到水退了以后，地清扫好了，他要把它搬下来，搬不下来，他就很奇怪我都搬得上来，上来是比较困难啊，下去比较容易啊，我怎么搬不下去？所以就了解到我们在那一种情景之下，那个力道我们潜力潜能都发挥了，很有力道。所以平常假如说有一个那个沟渠很宽，你这个跳不过去被人追的时候，一下子你就跳过去了啦。你没有被人追你再试试看，唔通会滑落去，会摔下去，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有一些那个是比较的，不是说你用想象它就会呈现的。那个是实际你遇到的。那假如说是鬼魂的话这个倒是不能用想象，你用想象它真的会出现。你若讲走到那个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有那个风在吹，又有那个蝶然后鬼出来我看卖一下，它真的会出现给你看那个要了解到，它会借的。我们这个空间你看我们前都可以看到。他咧问我啦，讲会现身看未？我袂啦，伊很惊。还有吗5度空间是指哪5度？跟空不一样吗？那个5度空间就是佛菩萨然后那个7天神仙，然后那个魑魅魍魉，然后幽冥鬼魂跟我们人，这个就是我们同样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都以为啊，佛要现身给我看的时候啊，一定都很庄严很好看，不是哦，不是这样哦。各位要了解到佛要现身给你看的时候，是在你朦胧的时候了。以前不是讲吗？你哪里度孤你就去看到了，有没有？忘了所以或者就讲你来度孤，我没给你懂，尽量享受。因为度孤啊不会起心动念，度孤不会做梦，你做梦那个就已经睡觉了，不是度孤了。所以你做梦的时候就朦胧啊，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两边了。没有两边的时候，佛菩萨就会现身给你看，是要给你信心呐。你要了解说，你看了都无而已啦。你那个真正把手背下顶要看，无啦。所以要知道说，在我们朦胧的时候，那个佛菩萨会现身，不要以后来听歌都度孤。还有吗？为什么醍醐可以是反地？醍醐它那个是大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他说那个就好像那个雪山的那个妙药，它是经过那个牛奶提炼，牛奶有5味的，第一道就是牛奶，第2道乳肉，第3道生酥第4道熟丝，第5道就是醍醐。然后提炼到醍醐的时候它就是已经可以治我们身体的百病。你有什么病用醍醐来都可以治好。所以那个是佛讲的啦。当然我们这个要了解到说能够提炼各位要知道说，那个12杯的比这个大杯牛奶比这个大差不多也这么宽差不多这么高。12杯的牛奶才提炼1片的乳肉，只有1片乳肉各位看过吗？四四方方那个1片要12杯牛奶你看再从乳肉提炼到生酥，从生酥又提炼到熟酥，熟酥又提炼到醍醐，你看那个牛奶要多少？要非常多，对不对？所以它的精华都已经在醍醐了，就能够治我们身体那个440病。我们100病生就是1大，我们有4大，所有宏图1大就有101个病，然后4大就有404个病，然后我们身体的病真的是正常的。或许都还看到那个大藏经把我们那个440病全部都写出来。我讲你有那精神人写，我无精神人抄，没办法，那个文字都用，我们很少用，所以我就不抄。我真的把那个440病全部都说出来，可是或许没抄啦。我讲破病都去找医生就好咱即马都嘛安尼破病来找医生就好拢相信医生安尼医死命底顶代啦，都这样乐天知命。还有吗？还有，佛性见性通法界，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佛性，但是我们又说佛性住在我们玄关窍里。所以有你的佛性，我的佛性，他的佛性，住在个别玄关窍里，还是佛性住在每一个众生的玄关窍里，但是仍然是同一个佛性。所以这个很努力想修道，
所以要了解到这个是属于一本善理万殊啦，一本啊就是我们的原来，然后善理万殊以后千差万别啦，千差万别它还要归还于一本啦，万殊还要归一本，所以当它已经落入万象的时候万象有各个的体呀，拢大家身体啊，拢无同。可是会不会死掉？死掉佛先去哪里？搁住伫玄关条，会不会？咱若死去的佛先搁吊伫玄关条，会不会？不会啦。它在哪里？就在虚空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从虚空而来，然后归于虚空，从空而来归于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来的时候就千差万别；当我们归到原来的时候又归到一本，归到我们的本位了。所以落入凡尘的时候我们很会计较。可是你归到本位的时候，唔免计较，都拢共一体，都是同一体啦。是这样。还有吗？所以我们都是老母的分离，如何解释和同一个佛性有什么关系？这个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或许还特别把那个以前讲的一个叫修道，那修道呢就是在讲我们佛老师在凡尘的时候，他解说里面呢有讲那个心意识可是重点呢就是在有一本叫《一代名师》。那么这个作者他到大陆所有的我们现在的公授什么区公所啦什么迄个所有的政府机关的一款所在，然后他去收集资料。他说每一代祖师他都有那个经历所以那个写下来。这一个假如说各位浅显有到卖那个食语我们修到诗集的你找一本叫做《一代名师》。那一代名师呢，就讲我们佛老师在完成办道的时候经过的地方，然后讲的课讲什么课全部都记载。那或许看到我们佛老师有讲那个老母，所以或许说这个由老师来解说最恰当。所以就写出2个字修道。那他的那个书的名称叫《一代名师》，讲我们佛老师在凡尘的经过。那么继续佛老师在凡尘办道的经历及阐释道的宝贵把其中一段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加以发扬光大。老师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明明上帝无极老母的慈怀，有一番清词的阐述先天原始本体无形无名然后伏羲氏画先天八卦，以圆圈来象之用一个圆圈来代表。又呢一画开天其一字以代之取其意曰无极就是无极，即自己无以复加之意无极。因无极有生育天地人物人类万物的功能，是由无形而生有形，
因有形而有名，是为母，所以称之为无极老母。且无极既能生育天地万物，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所以其中参赞化育，运用万能，定有至神。那么其体为理，其中为神，因称此神为上帝。那么在五人我们人降生之初，天所赋予之性灵，本己光明，事后故意所蔽，失去本来的灵明，故意恢复本来灵明，必须为善，弃恶，清心寡欲，使灵明复明，使我们的灵明能够恢复光明。所以称之为明明，即是复明五人本来之性灵，亦即大学所说的明明德的意思。那么基于上述两个义理，故无极老母又称明明上帝。这个是我们郭老师在讲我们老母的这个由来。所以各位拿回去慢慢看，慢慢领悟老师所说的意思有无？内底有意思因为或许是简约来讲而已那么下面这个是《大藏经》第14册495页，文殊师利问经的片段。因为我们都讲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对不对？那么它的来源就在这里，那么这个佛就跟文殊师利说般若波罗蜜不以心意识修行，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不能用那个心意识来修行那么文殊就问世尊：若般若波罗蜜不可取，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不可取的话，我们要怎么修般若波罗蜜？那佛就跟文殊师利说：是修行会修行，不以心意识故。各位先生，是修行会修行，知道意思吗？所以我的讲这一定爱解说才会知是修行已经落入文字相，非修行的真正的在修，这样懂意思吗？你若讲我在修道呢，安尼你无在修，知无？很奥妙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能住在文字相。你有所住就错了。你没有我没有在这个修那个叫实际在修了。所以在文字来讲比较矛盾，可是在实际来讲，那个已经进入了不生不灭的修行方法。那假如说我们是很努力的，那表示是住在文字下，那个已经生灭。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了解。文殊师利，心则记忆意则意义，事则现之意。不以此心意识修行般若波罗蜜。所以不能用心意识来修道。不以此修行你若无安尼修，就正是做修行又是很奥妙，对吧？你按照文字的话弄错了。所以你不按照文字，对了，你就真的在修行。以无处是修行，没有地方所在啦。有地方所在的话，就住相。
那么修行者啊，不依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不依这个三界。那也非过去啊，非未来，非现在，也没有三世，没有三界，没有三世，非内外，非中间。那么如此修行啊，是修行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真正的修道，就是什么都没有，不依赖，不修行色，是修行般若。非地水火风，是修行般若，非有非无，有无啊，那个就对待，非声闻缘觉，非善啊不善，非无记，非12因缘，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常非智，非昧啊非身，非可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无可依啊，无名字，无相，无异相，无增无减，自性啊清净，真实不可取，普遍啊等虚空，无色无作，出过三世，就是超过三世，不苦不乐，无入夜星宿。那么如此修行呢？是修行般若波罗蜜，真实啊，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非真实。你看，都把所有文字都拼出了，文字出力，如此修行啊，名修行般若波罗蜜。佛说呢，此七业，就是孤起颂，此法呢，不可思议啊，理以心意事。一切原理啊，道断是修行般若。那文殊师利问佛：如坐禅师教弟子除心意事，若除心意事啊，不更生，若不更生，则无复身，没有身体了。若无身，则亦啊无命；若无有命，则不更生。是为禅师啊，杀人受命。世尊允何当答彼邪见人？要怎么样来回答？那么佛告文殊师利：戒有两种，所谓的身口，非心力是戒。这个若心力是啊是戒，则无啊持戒人。何以故？心攀缘啊，难自固。心力是啊，不列入戒律。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不在戒律里面，它呢没有地方所在，无住处啊，伊无大的所在，比如死水，迄水咧行，亦如圆佛跟他搞，动转不停啊，不可守护啊，是故文殊师利，无心意识界，唯身口啊有戒。我们身口啊有戒律，心力是没有，心力是啊非杀罪处，何以故啊？非戒处故。若以心乐啊，则能得定；若心不乐啊，则不得定。是故学者以定啊杀心，非人啊能杀。所以我们要杀心啊，心这么会变化，这么生灭不停，我们要把心杀掉，就是用定来杀，不是人呢能够杀心呐，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杀心，定有办法杀。是故烦恼昧啊，故则心昧，心昧啊得意昧，意昧得事昧。是昧故啊身昧，身昧故啊受昧，受昧故啊命昧，命昧故啊知根昧，知根昧故啊知路，那个就是六路了根路尘跟尘路根呐，六根六尘啊，互相路就知路。那么知路昧故啊，知戒就是18戒，六根六尘六识啊，那个叫18戒，知戒昧。知戒昧故啊，知因昧，知因就是五因呐，色受想行识。知因昧故啊，不相续。
不相续故啊，心力事啊无处，心力事啊就没有地方所在。心力事呢无处啊，故得清净。没有心事啊就清净。如是文殊师利，譬如垢衣啊，以灰之丸种，咱的衫啊垃圾，用迄灰甲汁来洗垢面衣在，污垢拢无去啊，衫都伫，何以故啊？垢已去故，垢拢已经甲伊洗掉啊，以垢去故啊，衣得清净。如是文殊师利，诸垢为垢，所有的垢臭啊，就是我们的污垢，完成的污垢，以智慧水啊，洗净心垢，我们的心啊，有很多的肮脏的东西呀，用智慧水来洗，以持心垢故啊，成清净，就已经啊心垢没有了，清净，恢复到我们本来。佛虽知众生呢，都贪都嗔都愚痴，长寿短受这个恶业善业，佛虽先知啊，非此不收。若众生呢堪闻法，佛未必收；若不堪闻啊，佛则不收。如人重病啊，不可疗治，医师呢舍弃啊，不以少药。迄病足重啊，无法度治，医生药啊一点药啊拢无爱互伊，讲伊这无效。文师呢问佛：未来邪见人啊，毁谤如来所说之言，若是如来是一切智啊，何故待众生作罪啊，然后自戒？那么佛呢就跟文殊师利说：如此即是一切智相。若我逆自戒，就是人也未还，我就先该制定戒律啊。人当谤我，何以故？我不作罪啊，因何强收？此非一切智啊，无慈悲心，不劳役啊，不摄受众生。所以啊，这个是蛮长，或许把那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写下来，就是不以心力事来修道。不是重点呢，是在上面那个一代名师啦，因为或许假如说以佛学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明明上帝无极老母，这样的话讲出来啊，好像比较直观。那这个老师说的各位可以拿回去啊，慢慢领悟。一定要看内底有意思老师有迄个无讲的敢若谢谢你我们在一两个礼拜以后啊，那个书面的资料，谢谢你书面资料会寄过来，让大家看真的很不错。还有吗？还有，联系他一个问题有时候是先佛的分离或本灵盘如何解释，和同一个佛性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千百亿化身啦。所以我们要了解等到证悟本性了以后，可以这个千百亿的化身。所以或者都讲了佛菩萨现身的时候不是都同一个形象。有时候现那个老婆婆的身，有时候呢现小孩子的身，有时候呢现老公公的身，有时候呢现年轻人的身，都不一样啊。有时候呢变成动物，有时候变成植物，或者就讲大热天在路上走，好热。结果看到一棵大树，可以去乘凉。等到你乘凉一段时间，体力恢复的好再走。你走一段时间回头看，那个大树不见了，那个就是佛菩萨示现。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啦。你不会想说那地球啊，不会去想象啊。比如说你感受到
哦，这么热，一阵清风吹过来，哦，好舒服哦。你知道吗？那个佛菩萨哦，千百化身变的啦，哦，让你都很舒服。啊，你敢会讲哦，迄是佛菩萨？你讲迄天地自然吹风来对吧？啊，风从哪里来？不可思议的哦。还有吗？还有。请问须弥山是在哪里？啊，须弥山。对。哦，须弥山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须弥山呢，就是我们南赡部洲最高的山。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地理环境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们现在我们凡尘最高是哪一个山？喜马拉雅山啊，可能就是那个山啊，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他所用的名词啊，跟我们现在用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凡尘最高的山，就是那一个山，我们好像很多都去爬那个山它都好像是终年都在下雪，拢在落雪，他是想去吗？还有吗？还有，人生发图里的五蕴圣土如何解释？如何处理？那个五阴圣我们就是了解到色受想行识啦，这个五阴很强，很炽盛。那我们了解那个色呢，就是形象，也就是我们身体。然后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啦。那我们这个身体跟精神两个就合在一起，然后很强烈啦。那以现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就是别人不爱管，讲我自己好紧啦，那个叫五阴炽盛，五阴很兴盛，他的形象，他的感受，他稍微有一点不如意就要抗议他就要出头，那个就是五阴炽盛。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五阴炽盛是在自己找自己麻烦自己种了很多的罪业，然后自己来接受，所以你五阴越盛的话你受的苦就越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假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假的。那佛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修道要先呢四念处，然后修道呢后来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们，观身的性相犹如虚空，有没有？他那个身就是我们五阴的身，那个性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你看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性，都跟虚空一样。五阴出不出盛？不盛的，对不对？伊无强嘛已经拢甲虚空同款你着看伊都拢无扑扑糊糊啦，已经拢看伊扑扑糊糊有敢若无咧？这样的话他不会造罪，不会造罪我们就不用受苦。所以对色已经看淡了，然后受呢，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无受所以精神要了解到，你能落入主观意识，你落入主观意识要了解到，它在这个虚空之间它不存在，伊无存在这个主观意识你这个身躯若无伊，你这个就拢无伊你迄个主观意识你的意识拢无了了你即马活的时阵，你互伊足强，你互伊足强，中间伊就正罪，不管你讲行善做恶迄拢已经业因形成，
啊，业因形成啊，你一定个因起来世，咱本来就无爱来啊，即马个迄来世你个足强甲有啦，啊，个来时阵，咱个出世，毋是个拢毋知啊，慢慢个大汉，咱的八识田中个拢有见，五阴个拢很炽盛，所以你的遭遇啊，你的物件，人啊小甲你讲的俩，你都安尼去不破啦。那个五阴炽盛，害苦自己了。所以我们先要把它看淡，因为那个是假的啦。五阴就是印记啊，咱卖印，佛拢甲恁讲咱生活之中，你不要印色，不要印受想行识，你都不印机呀。要来还人出世的因就无，你无来还人出世，你回归本位做好啦，你无做好对无？你讲真贪恋凡尘，你五阴炽盛啊，就是贪恋凡尘，一定要来，来都受苦啊，何苦来哉？不要了，所以要五阴炽盛的人要自我降服。那个都是妄想心呐，你把它降服，这个降服，你降服了，你的清净佛性啊才会呈现。你五阴炽盛，佛性伊拢你去摇摆好啦，你爱安那就去安那，伊拢退到拢无看不见了啦，它隐藏到你都不知不觉。可是啊，要知道啊，受苦是谁在受苦啊？还是我们还要再来，还要再受苦啊？还是不用？这环境无胜卖胜，还不到2分钟佛性本自具足，是具足哪些？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佛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啦。你说佛性具足是具足哪一些？我们呢就会讲说具足八德啦，我们八德里面都有，然后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一些呢我们都佛性里面都有，都有这一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有多少的佛性，我们众生就有多少的佛性。那我们跟佛是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那只差别在我们众生呢，在现象之中呢，被现象迷惑了，然后追求的又是那个不实在的名利，这样的话自己迷失了，不说，还呢连累我们亲朋好友。那假如说我们自己追求的都很正确，自己可以脱离苦海，又可以带领我们亲朋好友，又脱离苦海，这个就是最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尘一转眼一生就过了，很快。可是我们要知道因果不灭啦，我们所造的因果都在。所以在凡尘的时候，一定要种善，善一定呢这个多多益善。你有善因的，你才有善知识引导。那有善知识引导，可以回归到本位，成仙做佛，不用在苦海里面沉溺。那我们要知道不管凡尘的福报有多么大，都是会用完的。那用完就没了那没了，你还要再努力的去做，倒不如我们回归到本来，我们呢一直做，然后我们不去贪那个福报，我们就呢生死得本，回归到佛性本来。各位坛师、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佛学机会学讲。这个我们在民国100年那个10月22号讲的那个谢谢你这个是一首歌啦谢谢你的歌。可是或许发现里面的歌词竟然是全部我们人生的真理
所以或者就试着把它讲出来。那已经经过3年了，3年了以后啊，有屏东的先贤把它写成字面书面资料，然后印出来以后啊，或者看说非常适合各阶层，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来看都很适合。那很多这个道亲啊，他看到了以后，就讲说我看到这一篇，谢谢你，竟然发现我20几年的修道方向竟然错了。所以呢，或许说可以了解修道的方向，那很好啊。或许才拿来看，看了以后，我自己讲我怎么没有印象所以里面真的讲的很深入浅出了，看起来好像白话，可是你要研究，好像蛮深就是这个样子。各位都有那个时候有没有都在这边听？可能有一些呢还没有来听心理心法，所以我们大致的把那个内容稍微的提示一下。说我们经过研会，还有经过6道轮回都蛮久的。那在我们社会有很多在看人家的因果。那我们在第3页后面这边就讲说我们一样也会看因为你随便你讲我们一定有经过所以都很准的。或许得到结论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完全都是虚幻不实在的，不要相信那一些不实在的话最实在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真心佛性就是最实在，它不会变化，它一定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第3类这一段就是很好。那翻过来说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成佛那或者说我们不愿意成那个时候了。现在呢，愿不愿意成？因为凡尘这个苦越接受的多越会知道说这个苦是吃不完一直都是很苦。所以我们只要呢把那个正确的那个我们人生的方向都拟定了就可以这个成就所以在第4页的那个后面就讲我们人生之中要告诉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身外呢没有佛，我们的心就是佛心外没有佛。那假如说心外有佛呢，那不叫信心，叫做邪见的因为见解已经偏了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佛所以底下的那个就是最重要我们人生的方向修道那个正确的方向说呢不要用这个虚力士来修道。那这个也有很多呢这个先贤问那个怎么做个连通那或许有说呢正确的方式还没有抓到所以先鼓励做万年方下一年不生那个时候就问有没有做回答大家都说有得到什么结论有什么效果这个呈现。那最起码呢对自己的信心就比较多了所以万年方下一年不生呢就是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我们开始都一直这样讲就是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然后才会成道所以
假如说我们用心意识用在凡尘我们使用的心那个心修不成道，不管我们修多久修了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因为因果不一致。我们日常用的心是生灭，那我们要到达佛果位不生不灭，这样因果不一致。所以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呢，就是六根跟六尘相对产生的六识。这边有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两个相对，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在凡尘用的心就是六识的心。那我们凡尘用的心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知道说变化无常的心要修不生不灭佛的果位那个是不成就的。所以所有的经典所有修正者成就的成道成佛都告诉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就解说那个心意识心就是智慧这个合在一起，很多的现象合在一起我们的心才呈现所以这个它是演即则生，演善就灭。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要修道的心，它是变化无常那第二个意心意识的意，第二个那个意这边说回忆的意我们有经过，我们有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有学过，然后回忆呈现出来又是很多的因缘际会，所以那个也不要用然后第三个是心意识的识意识认识的识，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那我们知道显现出来一定也要很多的因缘一样的会变化所以我们把心意识全部都去掉，不用，我们就无心了所以这个无心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我们日常用的心都是无常变化都是生灭所以无心的这个心就是佛了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讲者有问说大家有没有心大家说有，都有那都有就是心意识了。那体会一下心意识全部都抛开不要不要用的时候心就没有了。那无心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没有善恶没有两边了因为无心就没有两边，所以这个无心呢就是直心。无心的心即心即佛我们就是要这样用这样来修道了。这个心呢就是佛有简单无咱心拢买就是佛啦咱足多心的，所以未成佛。我们太多心了，成不了佛。我们什么心都不要了那个心因为无形无相，不会变化，所以那个心是直心就是佛所以这样呢有简单吗那个时候3年前你看我们抱那么多的心都不对，不对的心我们都抱着对的心我们不要那个无心的心呢就是真心就是佛。我们呢都不要，我们都要心意识，然后自己再来烦恼，自己再来造业那这样有了解吗？已经在第6页所以要研究。你看就是不一样跟我们凡尘的认知都不一样要无心。有心的时候会记恨，有什么这个不满意的这个记在心里面很久都去不掉那无心的话那个恨都没有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有记恨在心里成不了佛的。那个时候说
我们大概都年岁蛮大的，哦，对一半啊有没有意见？啊，大家都不敢回答了，都点点，哦，有也不敢说了，哦，所以啊要了解为什么有意见，就是有心呐，哦，有心，那有心呢，千生万世呢，我们都是众生，哦，要无心呢才是道，哦。那要做到无心很简单吗？哦，真的有吗？是很困难哦。当生起气来啊，哦，那个时候算不算心？哦，那大家回答说算。哦，那个也是心。哦，那个气要消失啊，简不简单？哦，很不简单哦。哦，我们一生起气来，那个气呀，很不简单消失。所以我们要无心，真的要努力呀。哦，努力修道，修到无心，真正的无心呢，就是真，哦，不会变，哦，无心的就不会变了，哦，我们就是要不会变的这个心，哦，那个心呢就是佛，我们成佛就是这个心，无心的心呐，就是佛，哦，所以无心的心呢，就是可以成佛，哦，告诉大家最简单的啦。这条无求道无修道来看嘛，足好。你要幸福无？安尼就成啊啦，无心就好啊。哦，非常简单。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哦，就可以确定。哦，那努力无心，哦，别人要骂我，然后我开始无心，哦，就问大家会不会啊？人若要骂我，我拢无心，会晓骂？哦，你甲记好好，我已经甲你，才不会无心呢。所以啊，那个底下写的哦，记得牢牢的，好，你给我记住。那绝对啊，哦，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哦，那一直啊在害自己，哦，都在害我们自己。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哦，心意识啊不要。哦，全部去掉，根尘相对啊，哦，我们六根对六尘有现象呢，我们学习啊，怎样去处理，处理圆满就好了，哦，抛开啊，全部不要哦，有心存在心上，全部都无心的，无心就是佛，哦，无心就是道，哦，整个道啊都呈现，所以现前一念啊，哦，心性了了不明。哦，我们讲这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哦，万年前、万年后啊，都是我们当下的这一份心。哦，这个当念啊，我们的这个无心呢，哦，万年前就有，万年后也有。哦，那整个呢，哦，就需要探讨研究。哦，我们整个佛性都出来了，我们就是要这个。哦，有这个了以后啊。我们的哦身体啊，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那我们现在啊，哦，这个被业力推啊，推到现象来，然后这个现象过完了，我们用呢，哦，这个用台语来念哦，就很传神啦。贵心，某人的贵心，有没有听过？什么意思？死掉了啦。贵心，所以哦，我们这个台语啊很传神，就是哦没有死啦，哦竟然也知道啊，我们没有死，就是贵心呐，哦这个佛性过到另外一个身，一样在凡尘啊存在，哦过身过身过身，哦过到另外一个现象，哦一直呢都在过身，过身到现在啊还没有了啦。还在过，哦，各位有过身吗？好，唔知影，电视人唔知伫度，哦，所以哦还没有过完，那以后呢要过佛的身啊，已经呢变成佛了，全部都成就了，已经回归到本位，哦，所以罗老师呢把很深的道理，在几个字啊之中呢，哦就讲出来。我们没有解说呢，哦，怎么会知道？累劫累世啊，无量无边的生死，哦，无量无边的生命啊，
一直由真心佛性呢在支撑。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谢谢他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缘会，能够知道所有的六道轮回，全部都能够经历，全部呢都能够去改变。努力修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以后我们先能认识佛性本体，接着把佛性延伸。这个时候呢，就做耳根圆通。我们有很多的前贤说要怎么做，这个呢有在听就对吗？这个呢这个问大家呢，看那个耳根圆通怎么做。我们在这个听呢，算是耳根圆通嘛，我们呢都不敢肯定。要了解到呢，我们身上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听，第二个就是闻，第三个呢就是闻现。那听是耳朵的功能，这个耳朵的功能作用，耳朵在听，听到以后呢，那个耳朵听到呢，它没有意思。第二个闻呢，就是我们听到以后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我们的心意识在声音里面，声音的内容里面去分别，了解到对我好，对我不好，那个是属于闻。那第三个那个闻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晰，听闻现。到第三个闻现的时候它不落入现象，它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我们的闻现，所以或许之前呢就讲，不以所闻分别难见，你所闻所听到的里面呢，所有不管是什么事情、什么内容，你都不要去分别，它是好，它是坏，都不要分别，但你能闻讨个消息，所闻那个是凡尘的尘垢了，那能闻是我们佛性本体啦，所以那个能闻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是谁能闻？所以底下就解说，要知道我们在所闻分别难见，那就自找麻烦啦，跑到那个凡尘里面呢，搞到拢垃圾里了，听到了就在呢那个内容里面分别计较，我们呢就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不要以所闻去分别难见，所闻的里面好不好都抛开不要。但你能闻，能闻呢是谁呀？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能够听到，所以我们只要这个，能闻讨个消息，这个能闻就是佛性本体能闻，它呢不落入两边，没有好坏，也不落入生灭，它永远在不生不灭，也不落入对待，然后我们要了解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呢，要记得声无没有声音的，我们的闻性没有灭，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闻性没有灭。那有声音的时候，我们的闻性也没有生，所以没有生没有灭，那个是闻性本体，就是佛性本体，没有生灭，它是呢常住不迁，永远都在。你用它，它在；你没有用它，它也在。佛性呢，全部都在。所以我们就是要守住这个都在的真常。是真的不会变，是常住的。永远如如不动。那真为什么真？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就是真。无心呢，就是真。没有了，没有就是真。那常呢，就是如如不动，常呢就是常住，不迁，不要搬家的，永远都如如不动，都不变的，都永远在，不管万年前、万年后都在，那问大家要不要追就是要追这个都在的佛性本体，所以老师跟我们讲出来，我们应该呢都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看呢，我们都忘光光的啦，记得几世一世也不记得，真的忘光光。
所以老师呢说深信，深深的相信啊。那我们要了解深信呢，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深深的相信佛性本体啊没有生灭哦，所以它永远在。既然永远在啊，不管再多的缘会，多少个129600年哦，一个缘会啊有129600年。那我们哦都经过哦，我们听南极老先生说，经过7个哦混沌，就是啊7个哦这个129600年。那多少个六道轮回啊，我们都在哦，都在哦，所以啊我们呢要不要六道轮回哦，我们就自己选择啦哦，不要这个六道轮回的话，我们不要种因哦，就不会落入凡尘。不会落入凡尘啊，我们可以回归我们本位哦，在无极我们就是佛。那么德呢要多种一点哦，要好事多做哦，1000事呢都在做人。如果我们呢做坏事会变成禽兽。如果出生鸡鸭鸟猪羊牛那不止1000事哦。各位了解，一只鸡生命3个月哦，很快。所以凡尘这个因果定理不可以跟人家偷或者是欠袂使欠钱无还欠钱不还。这个天地很公平，你不还你就要去出生当做鸡被人家杀去卖，一只呢大概是200块到300块，起码它贵吧？有都涨价了安尼还较紧那个时候或者都讲鸡的话200-300块，猪的话2-3千块，牛的话2-3万块。那你出生牛会惊拖嘞很苦还还人家2-3万块现在一欠都1000万那不知道几生几世对不对？天地很公平你说你做人不要还好，他让你变成畜生，你去还，他不会说你有欠免还，无那样好的啦这个天地有定理一定的道理你欠了你就是要还你不还好，你出生当禽兽去还，你就不会拒绝啦。当你出生变成那个不会讲话的时候会不会拒绝？我们人会拒绝对不对？我不爱害我害人无你的法度啦但是天就有你的法度好，没关系，让你出生的禽兽去还，当你还光完了再回来再来当人。所以这边就讲说，你如果欠人家3000块要出生呢刚好10次的鸡10生，六道轮回又多出来很多如果做得更坏，那到地狱去恶鬼道那恶鬼道其实我们在凡尘可以看得到我们去大医院复健科那个病房那个就好像地狱这个进去了以后真的都不由自主，你的身体好像不是你的啦被那个机器摆布各位有没有去看过那个机器摆布你手要动他敢给你拉起来，你又不能不起来，那换这边换这边，有没有？很可怜的。你到复健科去看那些病人什么人生要受这个苦真的很可怜。所以我们身体好好的都不知道好好的爱惜保护它。等到身体不好了，才会羡慕。哎呦，身体好好的时候多好所以我们在还可以的时候努力修道各位呢要了解到上师或者就讲，不要依靠自己的身体要不叫用的唔通
唔通靠水啦，真紧，人身体很脆弱，一下子就瘦得不成人形了，有没有？很快，所以啊，各位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赶快修持，让我们的佛性啊，真的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境，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就这样，很理想，不要受苦了，完成了，是不是苦海？很好玩吗？不好玩，越年岁越大的越觉得真的苦，尤其年岁大又没钱的时候那个真的日日都很难过，不要说日日三餐都很难过，吃了一餐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很高兴，要学颜回啦。肌肉像单纯表演人不堪其忧，鬼也不改其乐。他不是装给我们看的，他是自己真的很快乐。他怎么快乐？有道，他得到了。我们得到有没有那么快乐啊？有没有？没啦，在困那么很哀叹，都翻来覆去的，都没有很快乐。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没有研究真理，研究了以后就知道说，得到殊胜的佛法，很不容易，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更难，所以我们台湾福报很大，这个有的人有钱了就拿钱买机票，就到国外去玩，那个时候民国100年。刚好泰国整个国家啦，没有一个地方不淹水，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如果生活在泰国要怎么办？记得2只脚抬得高高的，放下去就是水啦。你用浸在水的咱们脚骨都拢有毛病啦。所以摇滚管，那怎么生活整天都摇滚管，无多规个国家拢淹水啊。整个国家都淹水了，你看要怎么办？所以那个叫共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共业的形成那个大家呢都要接受那因为我们台湾大家都是很善良像那个高雄一气爆，你看没几天那个捐款不晓得像前天看就15亿了啦，15亿。真是越来越去真的那个钱大家都很肯出钱。你像那个电视募款晚会一个晚上好像6000多万，真吓人钱有了，我们台湾真的福报很大，有钱，又肯行善，所以灾难就会比较小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大家的心都不好。那灾难就很大，灾难一来我们都要接受，不管好的坏的都要接受，我们呢这个行善呢就可以化解这一些灾难，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多多行善，去掉心意识无心的，这边又来讲无心的，全部呢都是真心，全部都是佛心用佛的心来生活。这样好不好？好了，你那里印功好。我们了解呢，这个心地一改变，环境呢就改变，整个周遭亲朋好友就跟着改变，很愿意呢跟我们亲近。那假如我们有心会怕也这里会呢讲较较啦。人有心会惊这个心会勾心斗角，那个麻烦呢找来就很多了。最怕呢就是自己遭受灾难那我们努力走入真理世界可以了解呢，说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六道轮回才有空间呢跟时间的约束，我们佛性没有佛性呢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
那了解这个时间跟空间吗？空间是我们现在在台南，时间刚好在民国100年，3年啊啦，不紧哦，一转眼刚才3天了，或许都忘了有讲这个，竟然经过3年了，这么快都已经3年过去了。那我们的佛性啊，没有时间空间的约束，无给咱束缚，空间时间呢，没有束缚，那佛性呢，不被时间空间束缚，叫做自由自在。那经典中呢，那个自在分别啊，就是在讲自由自在就是那个自在上面2个字自在自由自在。那底下2个分别呢，就是了了分别所以自由自在啊，了了分别就是经典里面的自在分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经典里面的含义呀所以经典里面的分别不是分别心是了了分别。修正者呢，就告诉我们，修持啊就要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就好了。我们生活之中呢，就是要这样那底下呢，大概呢不好回答不知道要怎么答复那我们在现象里面呢学习啊，怎么样圆满我们应对以后啊，就抛开，不要记在心上那真理的部分呢，我们就要牢牢记得因为真理不会变化所以你记得再怎么久都可以用那第10页我们一定呢要留下记忆这一些这么长远的经历啊，都可以留下所以接着老师呢就讲，我时时啊心存感激。然后学就问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有没有时时啊心存感激？或者底下就讲，我们时时呢心都在怨叹，拢在怨叹，不是感激呀都在说别人这么有钱，我怎么没有？拼得要命啊，都没有存钱，有没有这样？底下回答有。我说有啊。还2个哈哈，顺着回答呢比较快。有我们要知道，假如说环境呢太坎坷，那是呢上天在成全上天在成全我们。如果我们呢没钱，做事都不顺就是会越努力踢到铁板呢，就想转个方向这样呢大家都会修道。很努力修道那假如说上天要考倒人很容易给他赚很多钱，给他社会地位很高就会把他考倒他不修道了大家都回答不修道了有钱有社会地位他不修道了他会靠那一些钱那个地位所以想道呢都不想修所以这个把它考倒所以底下在问说，你看正面好还是反面好或者就做结论了，看我们利用都没有固定的这个来遭遇都没有固定你假如说有钱有社会地位，那你可以登高一呼，大家呢来修道因为有地位了，讲话人家比较会听。那有钱可以把钱拿来布施给一些贫穷的人过得比较好的生活这样也很好也是可以好好利用。只是他有钱他不会拿出来布施了，他要累积更多那就是毛病了。那假如说我们很坎坷要反省我为什么这么命苦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这样的话呢，反而促成我们更积极的投入修心养性。那心性一培养，内涵就有了就可以达到淹没雷声所以那个时候就问说还记得那3句话吗念念看不要看笔记，因为我们都有习惯
有记在笔记里面，我今晚再看嘛。那个就样念嘛了。他说不要看，你就直接念出来。那个表示已经在你的心文之中。大家就念得很顺了。司机而龙现了，天幕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大家都还记得。或者就称赞了。不错哦，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呢，就是古时候啊，他们的一种涵养。司机呢，就是在家里面啊居住，没有出门。龙现呢，就是神通万路，他都没有出门。但是呢，可以啊神通万路，表示他的修养很好，在不着痕迹的情形之下，能够帮助啊所有的众生。淹没。烟呢就生烟，默呢就静默，静静的，没有说话。那么雷声打雷的声音啊，就是他的德性啊，好像打雷的声音，那么大，很震撼。他的德性很感人。所以底下就问我们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这个底下呢说大家正在找，等在找了，找看呢有没有让我们很感动的人。所以在这个现在的现实社会啊，你要做到让人很感动，真的很不容易。所以那个淹没雷声啊，比较不容易呈现。那底下的那个神动天水啊，就是起心动念。天理啊都跟着。那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呢，大部分都是名利跟着啦，不是天理跟着，所以跟古时候呢就不一样。那么第三句老师说，我时时心存感激呀。我们要呢，心存感激呀，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让我们经过完成所有的一切事情，让我们的经验很多，让我们处理事情也能够圆满，所以要心存感激。接着讲呢，我要在活着之际因为我们现在呢都还活着，所以我老师就讲，我要在活着之际表达我的心意。我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够对众生那一种爱护，对众生的那一种思念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呢这个现在生活之中有没有一种很感激我们的周遭亲朋好友那一种这个情形出现？这个好像呢很少。大家呢都是至少门前雪，个人呢顾个人肚子顾个人顾巴肚了，台语比较顺，就有那么一点情形就是这样。那要了解到，趁着活着的时候呢，要做就是要赶快做不然呢这个来不及了。所以一方面呢，在修持上来讲先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接着把那个佛性能够延伸到整个空间，让空间呢都是我们的佛性所在。等到那个时候都可以了。身体呢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我们就可以还给天地了。那假如说没有所有人士都没有修道没有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样子，那就是呢过身贵心所以或许呢都在讲因为发了很大的愿，要带领大家呢要成佛要明心见性对不对？还记得吗？所以那一阵子50天田差一点就死掉，身体呢也站不稳也说各位都有看到，没有办法站立，变得很厉害那个时候呢或者是想，虽然身体有一点不支持不给我用，我说没关系，我还要再来，死掉了我要再来，一定要把这个最殊胜的上乘佛法告诉大家，可以成我的。可是
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两边那个三顺佛法，那个时候有拿来，竟然都没有人拿回去听。最殊胜、最好的，我们佛老师呢说或许呢泄露天机，所以要生病了。所以就鼓励各位拿回去听。大德经呢34篇跟这个形而上位之道，在台北有3个佛堂讲解，有6片的 CD，各位从里面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怎么样修的方法，然后可以呢到达究竟的程度，是什么现象都整个把它呢写下来。那里面呢有讲我们第3个第3段第3个佛堂有一个前贤起来讲，感谢同一宫的前贤打瞌睡了。我们这边在打瞌睡，有人感谢。他说呢，同一宫前贤不打瞌睡呢，我就不会写这一章形而上位之道，把上天的秘密呢，都泄露下来。那能够看到呢，就是因缘具足，可以配合同一宫呢这个《道德经》34篇 DVD，跟那个形而上位之道的 CD，在台北讲。看那个《道德经》34篇，以及呢听那个形而上位之道，那个交代怎么修道的方法。所以底下呢我们就看要及时由衷的收生谢谢你。我们修道呢也一样要及时，行善呢也要及时。那么由衷呢是我们的内心深处，由我们内心深处讲出来。真的谢谢你，谢谢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带着我们这个身体在凡尘流浪。我们的佛性呢带着身体在凡尘做什么？我们一般呢当身体养得很健康的时候就是要享受。那我们呢这个修道者当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呢，就是要度化众生。要努力的把殊胜佛法能够流传，这个呢很不容易所以问各位前是不是很不容易听到殊胜佛法？那回答说是很难听到，所以我们要能够接收，然后消化，然后呢传播，度化呢所有的众生。那底下呢就讲那个感悟生命因果牵系这个呢各位可能就这个呢自己这个看。那我们呢就看那个13的后面从那里着手，灭妄想。妄想先灭，没有妄想呢，然后妄想尽了都没有就成就。那么大部分修持方面呢，都是从念头着手。我们开始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都呢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叫做无心。无心呢就是道，无心的心就是佛。所以鼓励大家呢都要听得进去。那底下说这个何妨善用慈悲何欢喜。那接着呢我们再翻到这个4页，或许呢看到最后一段了15页的中间就是这个如果有一个婆婆很能干，你去当她的媳妇会怎么样？各位有找到吗？这个我们大概是最现实的状况我们在凡尘都嫁人了，都当人的媳妇就一定呢就会跟婆婆相处。那婆婆假如说很能干的话你去当她的媳妇就会觉得吃下惨了所以我们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一些苦
不受呢还不行，哦，就是要去接受，哦，这个纲常伦理呀，就是不能排除掉，哦，受苦啊，哦，还要很高兴，所以啊，或者就讲这个真的，一讲到自身来了，要那个度过那个难关啊，真的煎熬，做人的媳妇，然后一直熬啊，熬到熬离那个活做人的大家，过来苦度媳妇。所以这个凡尘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环境都是变化无常的，好也不用高兴，坏也不用悲伤，一下子呢就过去了，一转眼啊，就空。所以呢，我们这个看到最后面于是我明白啊，这个爱人啊，其实是种福气呀，能够爱人啊是福气呀，也让我学会啊，圆满生命里的圆昧缘起，所以啊，这个呢，整个或许都说呢，这个整个谢谢你呀。这个或许重看了以后啊，都一看再看，都觉得说怎么说的这么入骨啊，这么刚好，恰到好处。看一看觉得什么样的角色啊，不管有没有求道，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都适合看。有些人看了以后说我以前呢20几年的修道方向错了，发现说错了，要这样才正确。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人。还有那一本那个新写的《金刚经》，可以有看吗？那个也都写得很白话了。以前的有看旧的那个《金刚经》的简写呢，就讲。以前都叫我们自己悟，怎么现在都写得这么白？都省事啊！我讲有得有失啦。你领悟你才会记得牢。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你很快都忘了。所以啊，很容易看到的话，就不要忽略的把它看过，要能够记得下来。真的有一些像那个13页那个东西南北我们整个天地十方啊，那个地方各位有看吗？佛没有讲啊，可是或许把那个没有讲的把它写下来因为他本来说一个东方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讲南西北，还要讲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是吧？就是讲不管凡尘是哪一个万象万事，它全部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管是讲到什么，全部啊都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所以或者说这个讲的把意思写下来。所以虚空是一个万象万事非常多，佛性是一个。我们呢六道轮回里面转换的非常多然后你看我们都执着了，执着名，执着相，我们是什么名，然后什么人是什么名都非常执着。这样呢，我们修道呢就障碍比较多。那你了解到虚空是一个，跟我们佛性是一个显现以后有非常多的现象不一样。不一样的现象它的来源是一个。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见的是一个，能够见的，我们六根能够见，能够闻听的闻能够说，能够感觉，也只有一个。可是我们遭遇的千差万别的形象，那千差万别我们看都不同。可是佛性是一个，你面对的那个你接受的只有一个。
啊，你能够体会到只有一个，它没有两边对待，只有一个，那这样我们就容易修，不会产生很大的分别心。啊，只要我们分别心都消失了，我们就成就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别，分别心很容易呈现，很深根蒂固，要消除很困难。那我们要了解到，一进入到我们本体以后，没有这一些葛藤没有，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佛性。所以我们掌握到原则了以后，修起来就容易不会很困难。假如说我们入海算沙，各位有听过吗？来海底来算沙，才几两？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再怎么算都是白费心力。各个省力都算不完，算不出来，所以那个多余的啦。那我们在完成很多的那个行为动作，就是入海算沙。那入海算沙没用所以我们要抓到根源。那我抓到根源，虚空是一个，佛性是一个，我用那个整个追一个的那个方法。这样就容易，就不会很困难，都是一个。虽然现在分别你有他，众生非常多，整个世界6、70亿这么多的人，佛性只有一个，想象不到，佛性只有一个。那你看有的先进国家生活很好，他的福报很大，那落后国家生活很差。你可以看到那边，你真的想吃东西都不敢吃，那个叫什么果报？你累世所行善的果报，你在先进国家出生，你假如说累世都是吝啬，那你出生在落后国家，出生了以后，你看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些流用钱他们在落后国家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咱凊彩呢，买一个凉水啉的因一天的生活，一天的生活费拢有够，你看差那么多。所以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累世之中的行为。你是帮助人布施，你是吝啬都不肯帮助人，显现出来的果报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不去非洲出生？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要到先进国家去出生？有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那个能耐，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天地之间，你看多么平衡！你是帮助众生，是布施，你自然出生的时候生活就好了，都不用为了那3餐烦恼。那落后国家，你看真的是烦恼了。你看那个新闻报道，不是小孩子是连大人都在垃圾堆找东西吃看得真的很难过。在垃圾堆找东西吃我们去那边生活一定没办法适应。我们整个里面的那个肠胃都受不了那一种那个细菌。人伊遐拢活得好好啦，咱若去一定拢病，拢患病啦。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在完成能够有能力的时候赶快努力修道，先了解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
然后啊有能力的话，赶快帮助别人，然后也引导别人走入修道的道路。离开呢，这个很烦恼的世界，这一些苦海啊，我们不要贪恋真的贪恋会写有记那个四谛圣人陀罗尼，有那个文字啊，有那个 CD 片，你努力学个3年你绝对对凡尘都一点不贪恋。很实际的你若安尼对梵庭这要观光，遐要佚佗，足好的全世界足好的，无好，你年纪轻感觉好，等到年岁大了就不好，经过的多，灾难很多，我们讲到13天外去啊。我们回来讲这个涅槃，我们讲到第几页？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没有上，还记得没？第6页第6页第6页后面第2段，是一品吗？第6行，1、2、3、4、5、6，老者名为变迁是只有讲到这边那真的太快了，不是啦，太慢了这个老者名为变迁，死者身坏命终。那么如是等华解脱之中呢，无没有这个生老病死老呢变迁死身坏的命终这一些法解脱之中没有以无事事无这款代志解脱里面没有老也没有死故名解脱解脱了都没有老也没有死。那么又解脱者名曰无病解脱就没有病了。那所谓病者404病，就是4大，我们1大有101个病，4大就有404个病所以我们生病很正常。那么即意外来侵审身者像说车祸或是呢遇到意外那个意外来侵事此无故在那个地方呢没有故名解脱。那么无病疾者疾真解脱没有病没有疾病就是呢真的解脱。那法身无病，这个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实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叫做法身我们每个都有每个都有法身。那法身没有病法身无病，都不会有病。那么又解脱者舍婴儿行譬如大人呢舍小儿行那个解脱呢舍掉婴儿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婴儿一生出来以后袂晓吃嘛，袂晓行嘛，袂晓做代志你解脱的就无迄个袂晓逐项拢袂晓的就拢无啦。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佛他是解脱行就是婴儿行。竟然佛
那个有一个婴儿形就是婴儿的状态没有那个有作有为的那个状态。那么譬如大人舍小儿形大人咧做呀，伊就无甲囡仔共款咱囡仔坐小只车点仔咧学行大人就袂去做这个代志，所以舍掉呢那个小儿那个行持。那么解脱一耳除舍五阴那个五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个五蕴，我们解脱呢就舍掉这个五蕴。因为我们假如说累积五蕴就一定要在完成这个现象，就是会生在凡尘。那我们舍掉五阴呢，五阴全部都没有我们要生在凡尘的因消失，就不会呢这个生在凡尘除舍五阴即是真的解脱。没有五阴的，我们就解脱了。那么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我们真的能够解脱就已经成就如来就是佛又解脱者名曰究竟已经到达究竟了到究竟就是解脱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的修都没有到究竟的程度都还在半途半中所以都没有到究竟如彼续者从续解脱，敢若像讲去互拔掉咧，敢若伫家落咧去互关掉咧即摆咧伫迄个所在已经得到解脱啦，然后洗浴清净，然后还家洗好清气转来厝诶解脱一耳解脱就是安尼所有甲咱别个拢透开身躯洗好清气转来咱原来的所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有一点像那个催眠师在催眠嘛大家敢若伫咧要困去毕竟清净我们了解这个清呢一尘不染，净呢一念不生，所以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就是不要染到凡尘的污垢，然后我们也不要起心动念这样呢才能够到达毕竟清净。那毕竟清净即真解脱就是真的已经解脱了。那么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所以这边呢都在讲到如来的程度如来的状态就是能够真的解脱。又解脱者名无作乐，无作乐者以土贪欲嗔恚痴故解脱呢就是他没有作乐我们在凡尘都是以苦作乐虽然在苦海里面可是我们呢所做的竟然呢都是在寻乐，寻找快乐那无作乐者他没有作乐就是把那个贪嗔痴都吐掉我们凡尘这个最难的去掉就是贪嗔痴那解脱呢把贪嗔痴都已经吐掉了没有那个贪嗔痴没有那个作乐没有以苦为乐譬如有人误饮毒药为持毒故即服毒药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譬如有人去喝到那个毒药要把那个毒除掉
所以就去吃那个能够吐的药。那么记得吐矣毒及池鱼，吐出来的那个毒就消失了，身呢得安乐，身体就得到了这个安乐。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有很多都是我们呢这个在苦中呢然后作乐，本来都是苦啦，凡尘都是苦，可是我们就在苦中呢寻乐，那个呢是以苦作乐啦。那假如说我们解脱的时候没有这一些事，全部呢都取掉，都去除了，没有贪嗔痴，所以就真正的能够祥和，能够很安乐。那解脱欲耳，吐诸烦恼，解苦之毒。所以佛就讲说解脱就吐掉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结。我们在凡尘呢，就是这个结啦，怕改，拢怕改，改头为亏，所以在凡尘叫白条条，苦就是白的，结苦拢这两项毒，烦恼结苦，这毒，拢甲咱白做伙。能够吐掉的话，身得安乐，身体就得到安乐，名称呢叫无作乐，已经呢不在苦中作乐。那无作乐者即真解脱，没有作乐就真的解脱。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这个到最后一句都是这样。每个真解脱呢，就是如来。所以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真的解脱，他都没有束缚，无去用绑咧，无改，都已经弄透苦。所以我们要能够时时都能够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又解脱者，名离知有，这个知有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讲简单就是三有三界啦，有因有果叫做有，爱记哩未？哇，拢未记了了，或者讲说听一听都还给我，这样不用负担，可是要了解说，我们这个性问之中要吸收一些真理，当你真理都吸收以后，你以后遇到问题，你会从性分把真理能够寻找出来应对，完成事，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就不会落入现象，就不用受苦，所以研究真理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然我们在凡尘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呢就是无明啦，无明就造业啦，造业就受苦啦，拢一定固定是这样，不研究解脱不了，你研究你就知道怎么样能够躲过撇过一些造业，都能够躲得开。你躲开了，不造业了，不受苦了，自然就这样。他说一定呢要研究这个道理。为了要给各位比较有深的印象，或许再把那个有知有三有就是三界啦，三界详细说详细说的话它呢就是25有，有印象了吗？25有，欲界呢有14个有。色界有7个有，无色界呢有4个有，
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呢可以从六道啊来了解那个欲界的14个有因为啊有6亿天道，有4大部洲人道，有12趣啊，就是剩下来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就是总共6道，就是已经有14个有。那6亿天呢我们也时常讲，最低啊就是4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腰。第二个呢就是啊忉利天，我们所讲33天那个第二个。第3个啊夜摩天第4个啊多帅天，第5个呢乐变化天，第6个啊他化自在天，就是摩须娑罗天呐，魔王所住的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那个是6亿天。那之前呢，或许都讲4天王天呐，我们完成的50年，4天王天的1天1夜，还记得吗？这个可能比较会容易记得。那它倍数啦，这个忉利天呐，我们完成100年，它1天1夜。然后夜摩天呐，我们完成200年，它1天1夜。再上去多帅天，我们完成400年，它1天1夜。再上去乐变化天，我们完成800年，它1天1夜。再上去他化自在天，我们完成1600年，它1天1夜啊。时间是一样的，可是啊，你看它已经经过我们完成1600年，它才1天1夜，我们去1天就好了。再回来你无一个班，整个都换掉地啊啦，1600年怎么这么快啊？我看咱大家坐出来佚佗一天。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你已经有6个欲界啊，有6亿天，然后4大部洲就是人道。天道6亿天，人道有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有没有？那后学都讲你在这个东胜神州啊那个等于是平均的寿命啊，各位都还记得吗？500然后啊西牛贺州250。我们南赡部洲呢100，然后北俱泸州啊1000，会记得没？记不记得？朦胧，敢若有敢若无啦还不很肯定。所以啊，我们要到北俱泸州去玩一下。平均啊，人民寿命啊1000岁。咱今嘛啦看到一个1000岁真的可以收门票了。没有那么长寿的人了所以你看我们4大部洲的北俱泸州啊，都是行善，所以啊寿命那么长。然后我们南赡部洲拢夭寿不满100啊，还未100岁就死啊，是不是夭寿？短命啊，很短命这个呢就是十以啊人道，然后再剩下来阿修罗道，因为佛呢不把阿修罗列入善道，他说每一个道里面都有阿修罗，他说他把它列在那个2道、42道4个，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有4个。那6亿天4大部洲在42道。是不是总共14个？所以14有因有果，欲界。然后啊色界第一个就是初禅，初禅呢就是离生喜乐地，离开生死啊，已经没有生死了很喜乐。然后第二个啊定生喜乐，那个算先把四禅讲。第3个呢，已经喜乐去掉，进入妙乐，
进三禅已经呢那个喜乐没有，进入妙乐，到四禅舍念清净，四禅。可是中间初禅以后还有一个大梵天，大梵天以后才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无想天跟无净居天，是不是7个？七有就是色界然后再上去无色界有4个，四空天，空无边处天，认识的是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有4个，所以14加7加4 25有，25有就是知有啦，安尼知无？以后再讲搁较接讲的都会识都会晓背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不会变的，只要你记得下次再讲还是一样，一样就是这样。意界它有14有，色界有7有，无色界有4有，总共呢25有。所以经典里面就讲知有，所以这个解脱者明理知有，所以各位就了解到，虽然知有2个字它里面的内容还真的蛮多，是哪一些有？知有，那灭一切苦，得一切乐，所有的苦都灭掉，得到一切的快乐。那么永断贪欲嗔恚疑痴，这样呢讲的比较这个完整。可是我们容易记的话，贪嗔痴就容易记3个。那我们知道那个痴最厉害，痴就是无明，那无明了才会贪，无明才会嗔。没有无明不贪，没有无明也不会生气。所以痴最严重，可是我们都认为贪最严重那个呢就是不知道它里面的内容你没有无明不贪，没有无明你也不嗔就是因为无明才贪，因为无明才嗔才生气，这样了解吗？所以嗔要先去掉，你嗔去掉了，没有无明，没有贪，没有嗔，没有，全部没有了，解脱了。所以还是要研究才会知道。卖研究不知，拢讲贪最厉害，不知道那个痴最厉害。各位浅浅知道吗？知道那个痴是什么状态吗？知不知道？贪嗔痴的痴痴是什么状态？各位要知道有时候那人讲那讲那个不是痴也有是没翻车啦，听懂意思吗？就是再怎么说都说不过来，再怎么讲都没用，那个就叫痴安尼知无？可是你讲的人他不是这样，憨厚老实他不是痴痴再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的，再怎么讲都没有用的，那个才叫痴，才叫无明。无明可不可怜？无明造业受苦所以最可怜的就是无明。所以不要有无明，无明就是不了解真理所以无明一来了，讲袂翻车了所以讲袂翻车就是痴，就是无明有没有连起来？所以永断永远都断掉贪嗔痴没有。那拔断了一切烦恼根本，把烦恼根本呢全部都拔断扭起来，互伊拢袂生啦无烦恼直直生出来。各位烦不烦恼？
我很理想哦，都没烦恼。不过不是说你嘴巴不想哦，心里面就没有烦恼。嘴巴不讲哦，心里面烦恼才多嘞。你若讲会出来，会嗨个会医的啦。啊，你拢袂嗨哦，真歹医的。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你能够讲，那还可以的，还有救。你都不讲了，那个很深的，那烦恼都很深的，深不深？还承认呢？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深层的烦恼，就是因为对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把握，没有启发，没有认识，所以啊，烦恼才会很深。那你假如说已经认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烦恼你去找它的根源，你会找不到根源。烦恼从哪里来？原来自己生出来的。你那生烦恼出来，给我烦恼？因为太聪明了，所以笨一点的都不会了。因为太聪明了，他生烦恼出来烦恼，难道烦恼都害自己？够不够聪明？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聪明这个晚辈聪明误耽误了，有没有？你想巧你去巧害着，戆啊才好，戆才会做神啊，对不？戆神。你干想巧就变鬼，干鬼干鬼，所以我们了解说，把那个烦恼根本都拔断，已经透彻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烦恼它无处生发，它生不出来。要叫咱的佛性来生烦恼，你唔捌伊，伊会生一大堆啦。你若捌伊你生出来给我看卖，看你生出什么款。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认识它以后，你叫它生出烦恼，它生不出来。你还没有认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烦恼一大堆，你烦恼不了，这低调呢，搁来，搁低调呢，搁来，这多，安尼知无？咱找到未？找到无烦恼无烦恼才是找到。你唔通讲一只有找到等于到厝我都一寡烦恼的代志拢来那就不算了知道，因为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一个绝对体，它没有两边对待。你既然能够认识它，那个烦恼就是因为有两边，烦恼的事情有两边，你不是找这一边就是找这一边，你不管找哪一边都是烦恼。你进入佛性本体了，烦恼不见了，为什么？生不出来。这边我嘛无中，没有找，不执着；这边我也没有执着，两边都没有，生不出烦恼。了解意思吗？绝对体里面没有烦恼，相对的烦恼才多。那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不了解才两边，了解就已经绝对体，一体没有烦恼。哪有烦恼就是咱的佛性不见了，烦恼再来，安尼知无？所以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无我为什么是走一道？紧找，赶快找啦，把它找回来。你找到了，烦恼消失了，那会直烦恼安尼一点都无去会不会？大家讲同好无一个因呢。
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把那个烦恼啊拔断，就是透彻的认识啊自己的佛性本体，那拔根本者啊，即真解脱。你把那个根本烦恼能够啊这个拔断了，拔掉呢烦恼的根本，拔掉烦恼根本呢，就是真的解脱。你已经解脱了，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真解脱者啊，即是如来，就已经是佛了，就是如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还是要自己自己努力。那么如来者啊，即是涅盘。如来呢，就是涅盘，不生不灭。涅呢，不生，盘不灭，不生不灭。涅盘者啊，即是无尽。无尽者啊，即是佛性。所以啊，不生不灭啊，就是没有尽头。就一直啊延伸到无量无边，无迄个讲到啊，无迄个到的啦，无永远拢拢无量无边安尼无尽，无尽就是咱的咱的佛性，佛性呢就是啊无量无边。那么佛性者啊，即是决定，所以我们的佛性啊，是决定，没有犹豫啦，它没有两边啦。决定，我们要决定都很不容易啦。决定了不犹豫了，事情好做。你不决定了，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唔知咧，就烦恼来了，两边呈现。那么决定者呢，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那个决定啊，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啊，就是无量无边，就是呢，拔掉啊我们的烦恼根本就是呢进入啊，我们的那个无量无边尽虚空遍法界的佛性本体，那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如来以无生计，唯有法性。这个如来就是成就了，修正成道了。无生计，它没有这个有形有相的身呢，系在一起。那么唯有法性。那么法性之性离不可坏。这个法性呢这个离呀。它不会被人破坏。那么世人因何能坏佛身？就是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去破坏佛的身，佛所示现的身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破坏。只以恶心不成无间。就是有一些嫉妒，嫉妒佛然后心里面一直想要害佛，就是以这一种想要害佛的心所以直接就进入阿鼻地狱。那个无间就是受苦没有间断。受苦没有间断就是无间地狱。那直接呢它是阿鼻阿鼻呢翻成中文叫无间，没有间断。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完成所说的地狱说18层地狱，那个受苦有间断，有休息的时候了。这个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受苦没有间断，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没有间断，时间也没有间断，空间也没有间断，一直受苦了。那个真的进入无间地狱那个没有办法收的那个苦整个呈现。那么以是因缘引之比喻得之实法就是这一些因缘，把所有一些比喻引过来，然后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实，就是我们那个实相的法门。
实法。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凡尘啊，所追求呢，就是实相。那实相啊，没有形象，也就是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叫实相。那有很多名称啊，我们说这个佛性，我们说法性，我们说法身，全部呢都是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是我们那个看不到这个听不到摸不着那一个佛性本体。那我们是很亲切都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时时刻刻呢都很亲切都没有离开，只是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来认识，没有启发所以我们才一直流浪在凡尘，一直在六道轮回所以要自己决定我们自己做决定凡尘，我不再来六道轮回了，自己决定，然后自己不造因不造落入凡尘的因不应居五蕴，不应然后不起心动念，所以生因没有到凡尘来生的原因，既然都没有，自然就不会了，不会生在凡尘。那假如我们在凡尘一直酝酿五蕴，那不生还不行一定会在凡尘示现。所以这个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现在问题多不多？4个5个上次还没有问完的还有没有？包括上次的现在还有24分钟，我们试着解答好了，因为有一些问题都蛮内容蛮深的因为很深的内容讲解就不能这个笼统，就要详细说时间呢就会比较长所以先呢这个问问题。杨师第一个问题，人与动物都无法制造，因为有活性的关系。请问煤矿与金子、黄金煤矿与黄金是如何产生？它们没有活性，只是至今为了要开采，无法制造，为什么？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天地的万物万象，都是呢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那这一些这个寄托说金子寄托在矿里面，跟我们凡尘的善恶有关系。我们凡尘假如说累积的善够，那这一些价值的东西它呈现的多，就是我们容易开采。那假如说我们众生的心善不够，它那一些金子它会越沉越深，我们开采就困难所以当我们开采的时候有的很容易就洗把那个采矿以后把那个金子它比较重沉淀，能够我们的累积以后就呈现金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是一方面来这个考验我们人的那个心。那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就是让我们凡尘的所有这一些智慧得以发展。你要怎么样金含藏在矿，你怎么样去取到你要的东西这个也是学问所以我们了解说
有一些啊自然呈现，有一些是你要经过呢很努力啊，它才有，所以都不一样。那我们呢要了解说，虽然万象这个万物啊都是佛性所生发，可是呢，我们假如说累世之间，那个累积的那个善跟德都不够，那我们要去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呀，就更不容易，不容易去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还是呢要经过一番努力它才让我们使用。那假如说我们的人心就越来越下沉的话，越不善的话，那这一些呢这一些有价值的它就越沉越深。我们要呢那个开采就开采不到，就那一些东西我们就越来越少，越不能够去拿到那一些贵重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是我们以凡人以这个物质现象来讲那个角度那在这个修道人来讲，他不看重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金银财宝这些东西他都不看重，他所看重的就是佛性本体跟他所行出来的德以道德为重他把道德看得很重，把这一些财跟物看得很轻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身体假如说都不在了，你有很贵重的东西也不能够拥有，都是要拱手让人所以也告诉我们追求的方向，你要追求佛性本体，你要追求能够感动别人的德这个才是人生的真的价值你有价值在凡尘存在的价值就是努力的去帮助众生让众生能够了解佛性，让众生能够行持这个德，能够做得出来这样的话留下来那个才是真正的有价值。而且我们因为有研究佛性，可以回归到本位，可以回到佛的状态。那假如说我们一直朝着这个价值的金银财宝货物这一些你很看重，那你这一生够了，你不会让人怀念，也不会留下你的名不会有。当然我们不是呢就是贪名跟呢这个贪利，只是说人生的自己的生存价值你要自己拟定自己在凡尘生下来要有人格，人格要健全追求的方向要正确要给凡人一个典范这样的话后人都会这个纪念就像呢老子孔老夫子，你看对世人那个贡献都是长远都是呢正面。老子要我们无为，从佛性出来，直接去应对无所作为，那这样就不失其赤子之心那我们都能够呢保持那个原朴就是木的原来面目，还没有经过呢制造器具所以它本来的尘朴都在。那我们要知道说，人在凡尘你很尘朴，人家会感动那假如说你是很精灵你都
很会利用机智勾心斗角，那人会害怕那个我们要了解都人类互相毁灭。那你假如说都是让人感到温馨，那整个祥和。所以或许看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就讲说我们呢本来就讲这个仁义礼智那个性机中，可是孔老夫子把那个智把它剔除，不让它进入士德。仁义礼智智不要。他说智发挥的话我们人变成很这个奸诈，很机心。那很奸诈机心的话，臣服的那个现象消失，你有也不容易维持所以他把那个智就不在了那个我们那个仁义礼智没有，他说仁义礼信，就这样。可是我们完全流传的很顺仁义礼智信机中然后统事专兼万善都很熟悉。可是孔老夫子竟然说是排除在外不在里面不用智。所以现在西方所发达的一些科技孔老夫子那个时候说不是没有，我们会比他们更发达，可是不要，因为它会自相残杀。我们看一看现在的社会真的就是哪一国都可以发展核子武器，那个核子武器应用那个整个空间的氧气不见，连飞鸟都死掉我们人当然更不能活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留在凡尘的价值就是要健全我们人格您的人格健全，追求的方向正确不要去追求财跟物，那个物质的生活我们不要追，够了就好，你够用了就可以有的吃有的穿有一个遮风避这样就好了。你在追我们老师也讲你要贪恋凡尘的种种，怎么样都不够，有没有？今天唱的歌是不是这样？你要追求的话怎么样都不能满足啦。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要知道追求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追求我们能够就是把那个德整个都呈现让大家呢能够效法。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佛性不管是有火及道，身体内及虚空都有我们的佛性在。请问归空时体内的佛性从身体出来到虚空是吗？好，这个问得很好，因为大家呢可能也都一样有这个疑问在所以我们一直研究心理心法都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佛性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就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六道轮回太久所以忘失本来。那我们最常听到呢就是眼睛是灵魂之窗，那灵魂既然有窗呢，它就有门，可是我们就没有听过灵性之门，没有没有说了，完全都没有流行。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求道我们不要看轻了，因为那个就是受记假如说有经过那个单传独受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受记就是修到这个3000功800果功果圆满。
你功果圆满了，才已经成佛了，给这一个已经功果圆满受记你可以成佛了，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因为自己呀在六道轮回太久，已经忘失本来所以要我们说去修到功果圆满，大概我们没有那个心不想因为又凡尘一直在这个进化让我们生活的越舒服这样的话唔免咧，我今晚安尼就好，所以就满足在现实生活之下当然在那个落后国家是不用说了，我们这个地方真的你吃的用的穿的都不缺了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想离开这个现象界，没有这样的话，你说修到3000功800佛，功果圆满不，太困难了就会自我放弃了。那你放弃了有谁可以去处宰呢？佛菩萨都要来帮助你，怎么帮我的不爱你不成佛你不想成佛，佛哪有能力帮你所以是要你自己要想这个凡尘太苦了我不要我要离开这个苦海，是要你自己花心修道。你花心修道了以后那个已经修正的才有办法来帮助你。各位要知道不是帮助你就很顺他有时候会先考一考你，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一考就知道了你是假的话一考就退了就倒了那个是假的啦表面而已啦真的话他考不倒所以或许就讲我们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能够启发以后，你不管遇到顺境遇到逆境你靠在那么给那种现象无常变化，我干嘛去相信你你看都不影响不管顺考不管逆考不管什么考，一下子就通过了啦全部都无所谓全部都不在乎已经很笃定，对自己的佛性很有信心这样的话那个帮助你就容易因为你都那么努力了所以你有一些这个累世的一些冤气灾难它就会帮你拨转这样呢我们修起来就更容易所以最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内心，你内心先认清自己的佛性本体，你已经认识本体了，笃定了，定力有了那怎么样的胜逆境胜境逆境都无关紧要了。那假如说我们心都还没稳定现在靠着都飘飘受不了没办法去忍受一些呢逆境。那我们要了解有时候不管顺是逆，顺境逆境都会考倒的，那么讲扣得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顺境你不要骄傲，逆境你不要悲伤那个都是外在因缘那个缘聚则生，缘散就灭了啦，你不要去管它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先定力有，我们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定不会被破坏这样的话修起来就很容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要去管说到底是身内的佛性是身外的佛性，各位浅显，到底是身内佛性还是身外佛性大家都没真的没有很透彻认识各位要知道我们这个水有风土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有没有？那我们现在身体会动有没有知觉？谁让我们有知觉？对啦，就是佛性啦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身内身外，没有啦，全部整个你能够了了分明佛性，你能够知道佛性，你能够有所动作佛性
哪有内外啊？所以啊，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无所不在。这样答案出来了没？哦，好，再来，还无能有。第三题，点到时钟，二目要回光，一点正太阳，眼前观其实，瞪下看辉煌。这里的眼前是什么意思？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就是在点到的时候，最怕我们心不在。假如说我们心不在的话，虽然你给你点，不过你的心我们要了解，我们心是千变万化，很会变化。那个时候就是两目要回光，就是要你回光返照。你回光你整个精神回来然后一点真太阳那个就是已经你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灯下看辉煌，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精神都回来，然后在你的那个眼前，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要点开你的显观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受记是很慎重的。那因为我们现在求道都很容易所以就没有看重它。那或者就讲你纵然修得非常好，也非常了解，都有神通变化，可是你没有点到，你就是回不了理天。除非你下个缘会在那个隐会降人到我们五位交替还没有的时候，还没有三佛来收缘的时候你可以回去七佛治世，三佛收缘，有10个佛来治理一个缘会。七佛治世那个时候，你修到圆满，你唔免掉，不用受记你就可以回去。你等到那个时候，你赶快修好回去。那已经到进入三佛收缘，已经进入了，你没有受记都是外道，上天一概不承认。你个听后一个缘会，你再过来，没有的话，你要接受受记。你要受记除非你像现在大开普度，不然功果圆满才受记。所以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听到后姐妹妹度我说那我要单单呢，我说求道没有那么容易的啦。那个可以说真的，你不研究天使不相信。你知道天使以后，不由得你不信。你看青阳旗我们是看不到，红阳旗尾巴我们都看到，那个新娘子全部红，吉利的事也是红，对不对？你若像今嘛穿那白你用讲起那个是商家的，对不对？你看现在大家拢白白啊拢越白越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属于天使白羊旗，以白为吉利所以现在你看再穿红的话，我们就会讲，哎呦，那么俗气，对不对？已经都够了啦。所以那个红阳旗，回想一下，以前的我们那个墙壁弄红砖块，红砖对不？现在都水泥，是不是整个都改变？谁去提倡？没有人提倡，自然而然，那个天使呈现。上天有那个意思，我们人就把它呈现出来。所以现在以白为吉利。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属于天使。那天使因为看我们凡人，有都没想要修可怜上天真的不忍心好，大道降世，先得后修。先得你有资格了，你可以成佛，要不要看你自己。有你有资格，不过你若我无我要做众生，仙佛也没办法了，上天也没有没辙。你好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自由，
自不自由？你要不要做佛，你自己决定，自不自由？自不自由？很自由。我要做婚，那你就按照，谢谢你，就记得谢谢你，就可以做佛了。你若讲我要去做众生，那会随你自由，不会阻碍啦。拢互你自由。你若要爱做众生，好啦，去做。你若吃苦吃到有够啊，记得回头。你踢铁板踢得够买咧，我开始来修较好，还是成我好。不行的，世界。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我学张道天师德老前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来讲到这个第7页的左边素一品第8，对吗？好。这个素一品，大圣经呢，名为佛圣，这个大圣，就是最上圣的，这个佛法，最上最圣，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来依附，那么其勇健人常教这个确则，汝当如是修学受道，这个受就是古兵器呀，这个1丈80的长矛，那个长钩坚守这个钩呢就四剑而弯曲的兵器呀，叫古时候的兵器。那么右护呢这个高言。这个符斗战者虽如履刃，不应自身呢部位这个虽然这个脚去踏这个刀履刃，那不应该呢自身部位之内，当事人身呢这个身轻弱小。那么应自身心做有见义，所以这个佛呢就讲说我们呢大圣经呢就是最上圣的那个佛法，都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本位，每一个都是佛所以这个大圣就是最上最圣。就好像呢这个有人勇健威猛，这个是鼓励我们就是要勇健威猛，在我们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自己一定呢要花心就是修道，把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要恢复回来。这个一定要自己花心来做。我们要了解说，现在呢这个修正非常多的这一些修正者佛菩萨，他都是要帮助我们修道。可是我们只要说自己不花心的话，他无从帮助的。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他没有地方使力，出力呢，不知道要从哪里帮起，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花心来修。只要我们肯花心修这一些已经修正者，他再来凡尘帮助我们呢，他就能够呢使得上力道，就可以真正的我们呢会在无形之中呢就呢得到一些帮助，看不到了可是会实际的真的就有这个受到这一些修正者的帮助所以
佛就用比喻啦，说我们一定呢，要先有那个勇健啊、威猛的那一种修道意念，我们自己呢，先建立啊，就是要恢复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来，要有这一个心，然后啊，我们才有办法去掉我们累生累世六道轮回的那一种习惯性。我们已经呢六道轮回太久，养成的习惯性太多了，很多都不符合真理。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只要发现我们的习性是不符合真理的，我们都把它去掉。这个去掉我们的这一些脾气毛病第一个要先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脾气毛病在哪里，哪个地方所以自己的脾气毛病，很容易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性本体它没有这一些脾气毛病。那假如说我们有，那就是我们六道轮回之中带来，我们六道之中养成自己不知不觉，所以这个不知不觉的力道很强，那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先知道，知道了以后只要我们肯用心就可以把它消除掉，把这一些脾气毛病消除。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呢这个求道了到现在一定都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这个讲师、点传师都有告诉我们要这个改脾气我们一些毛病都是要去除。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去除了多少？可以说可以说了都没有，改毛病、去脾气都没有，都在，都还跟我们求道的时候一样，都在。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改？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不知道那个状态。因为不知道没得比较说我现在跟我佛性本体差在哪里，没有办法去这个对比，没有办法对比就不知道说生活上的脾气毛病佛性没有，那现在佛性已经呈现了，知道了那知道了以后再有脾气毛病那就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养成的尤其看了那个谢谢你有没有？就了解说什么是佛，有没有？就是心意识我们都不用，没心了，无心。无心的时候就是真心因为它已经没有形象，不会变化。那真心的时候就是佛所以都知道佛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样子跟我们生活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差别？差别在哪里？我们就自己知道了差别在我们很多心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就是心那个心都生灭变化，都是无常。然后我们不要用不要用那个六识的心。可是我们在生活一定要应对。那应对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研究真理的时候从真理的角度，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见。那应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最好的角度然后我们应对以后我们就把它抛开，不要记在心上，这样保持我们的心都是清净
都没有成过了，完全没有。哦，那应对啊又不造业，因为完全符合真理，所以啊，或许看那个谢谢你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哦，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佛，哦，什么状态，哦，没有心意识，哦，那个状态，哦，然后我们就回想我们生活之中啊，有多少的哦那个心意识在，然后我们呢，哦，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会啊，哦，这个记啊，哦，会记得这一些心意识的一些微细的哦那个内容。啊，这样呢，哦，害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害自己都不知道。只要我们肯去掉哦这一些心意识，哦，我们无心，无心没有两边，哦，无心不会变化，那个啊，就是佛，所以哦，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方向，哦，就是这样。那我们看我们生活之中啊，哦，这一种状态啊。容不容易做？很不容易。哦，先知道啊，这个理哦，理我们知道以后啊，然后我们哦实际的去做，那实际的做了以后啊，我们等于成垢啊，都已经去除掉了。那应对啊，我们都不造业，哦，不造业啊就没有果报，哦，所以啊就解脱了。越来呢就越清净，哦，越呢回到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子就不用等到什么我们以后归空才成道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已经在那个佛的领域啊，就是跟佛一样，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差别只有在那个见识的内容，我们所知所见，都是众生之见的，所以或者说，只要我们肯把众生的知见全部都去掉，不要有，那不要有众生的知见我们的所作所为跟佛都一样，已经没有差别。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众生的知见非常强烈，足强的啦，拢众生知见，那要怎么样没有呢？万年都放下了，就没有了，没有众生知见，我们心意识都不用了，这样心清净，各位有没有看？谢谢你呀，是不是很棒？或许在这个民国100年的时候讲，里面有说了在台南同一宫那个时间民国100年就是那个时候讲的，都已经3年了，或许也都忘了，有这个道清把它写出来，然后这个拿给或许看。我说，我干嘛来讲？自己讲了，自己都忘了都觉得说，这个这样不错啊，有一个修道的方向，里面都很白话，深入浅出啦，很白话。可是你要研究很深有没有？讲到万年放下，讲到耳根圆通，讲到司机龙现淹没雷声，神动天水，那个都算蛮深的。还有说那个形而上位之道，那现在有浅显又开始在写了，写那个形而上位之道，有6片的 CD 呀，那或许一想，一片大概都是1个小时，那6片就有6个小时。我们6个小时的讲话写下来那真的是非常多了，要很用心。讲个10分钟我们就写个大概要1-2个小时才可以写得完。
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书面资料，因为我们可以慢慢看，一讲话一听过很快就过了，很快也忘了，连后学讲的都忘了，然后拿给后学看的时候啊，后学说这刚我讲的。有一点已经都没有印象了。看一看内容，我说这个这样来对我们修道很有帮助。因为方向都把它呢厘清。要怎么样来修道的方向很清晰。所以有一个前贤说看了谢谢你。结果发现我20几年修道的方向都错了。各位先生，看了谢谢你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修道路线不是很正确？有没有？不尴尬。因为大方向我们了解到我们求道的时候可以说是最诚心的时候，所以那个修道不改初心成道都有余啦。只是说我们在这个现实社会生活，说心不变真的很困难，会随着环境改变。可是我们大方向一定要自己拟定，自己能够掌握。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修心养性。心性我们掌握得住了，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心性那我们修道的方向就不会偏。因为现在社会就是花样百出了，都是在诱惑我们。那我们假如说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我们很容易受影响。那我们要知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你开始差一点点，到后来是差很多。就本来修道了，修一开始偏去没去啦。到后来到了修的也不想修了，因为修久了以后没有成就就会这个灰心。心灰意冷了以后没力道了，就会不了就了之了。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要呢掌握自己的源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从无己而来，然后我们要归到无己。从无然后有了，从有又归无，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在凡尘都是我们业力推来。可是各位，你知道你是花愿来的吗？不知道。有很多啦是花愿要帮助众生，然后诱导现象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业力推来当业力现前的时候我们的遭遇很坎坷，可是一定要面对要解决。那个我们会自己会领悟，会知道。只要你用心，你会说我怎么造了这么多的业都一直呈现。那假如说我们是花愿来那业不会推没有业来推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投入投入这个当众生的马牛就是为众生服务救度众生，自己呢乐在其中。所以要了解说当我们是花愿的时候我们做的再怎么辛苦都很心甘情愿，都很高兴不会觉得苦了。可是假如说我们是被业推，我们不得不去接受。那个时候你接受完了以后人都很疲倦
然后又没完没了。我们不可能说只有造一点点业啊，业都非常多而且啊，在我们没有明理之下我们在处理业的时候啊，又在造业他没有了结的时候了，永远都呢这个冤冤相报所以我们一知道了真理，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思想都跟真理相契合。那只要跟真理契合了没有业，没有业所以不管我们的来源是发愿来，是业力推来，只要你走入真理，所以我们有一句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数债，有没有？那个了就是你完全了解真理，你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了。那了的时候你已经回到我们佛性本体里面了所以业障本来空你已经在无之极，无极哪有业没有，已经没有业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的心都是清净，哪有业，全部都没有。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自找了，自己找业没事的时候胡思乱想各位浅显念就是业，我们的念头就是业所以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念头虽然很小，可是我们会把我们以往所造的全部拉来现在胡思乱想是一个因然后我们以往累世之间所造的那个就是缘因缘一汇合果报就呈现。然后我们就把那一些以往所造的拉来了，我们接受了受苦了，我们又不甘愿在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造了业所以就没完没了人生都是这样很快一生一转眼就够了都不能重来没办法重来所以一定要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进入真理世界那个谢谢你里面就讲，只要你进入真理了，你不会受骗，对不对我们没有走入真理很容易受骗各位要了解这个整个社会那个潮流都在骗我们我们要说不被骗很困难你看现在大家都朝着这个智慧型手机一发展你投入了以后会着迷各位有用吗？智慧型手机大部分现在好像说你不用的话就跟不上时代了你那个是 LKK 啦老扣扣没法度用现在跟得上时代都要会用，而且很方便或者就讲你在等车竟然那个手机一赔了以后你要等多久时间都跑出来你跟瓦固车也来手机也照出来这个真的老扣扣LKK 这个想不到的事啦可是后者等车就五花蛋都会来就这样不同啦，那个已经角度都不同了，可是后者都不去碰，因为后者都一直说东西是给我们用，一定是他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不能反过来。可是各位浅显，当你用智慧型手机你就好像吸毒一样，已经上瘾了啦你没有拿来的话
你敢若皮皮抓，哦，啊若摕来的时阵哦，迄毒都来了吼，哇，稳定啊！这样谁是纸人啊？哎，手机变纸人呢，我们变客人，我们变被他用，对不对？这样合不合真理？哎，不合了，那我们人就变奴隶了啦，奴隶，手机的奴隶啦，本来是要互咱用的呢，啊，今麦变咱咧互用，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理清，我是主人，我要当家，不能让手机当家。可是或许看以前都还是年轻人，现在就不管是年纪大的，是年纪轻的，是年纪小的，全部都用了。你哪咧吵你手机摕互伊伊就点去啊啦。伊算到全拢袂记哩。嫌要叫伊食饭，伊嘛袂要。你看有厉害无？真的是是不是魔神？魔王，像不像？魔王。所以或者说不碰不碰。我们要当主人啦。虽然说过得比较笨笨的没关系，当家做主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生活之中我们要很踏实不要过得很虚幻这个凡尘事啊变化无常，都是转眼就过。我们人生也一样转眼一生就过了。可是我们佛性在不管你再怎么样的一直六道轮回，你的佛性永远都在你不认识它，你不把它修正出来，你让它一直流浪这样不好它受苦没完没了的苦真的苦海这个修道德讲真的不错，人生就是苦海。那我们为什么不离开苦海呢？可以离开的可以想不想离开想的话就要努力，把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切实掌握，然后照顾它借假修真或者都讲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那个适当，然后集合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所以借这个假所有风土来修佛性的真那我们或者说很容易体会所有风土没有知觉，可是我们现在都有知觉，有知觉就是佛性能够动，所有风土不会动，身体会动就是佛性所以你看会动就是佛性我们把那个最简单的把它掌握，你怎么会动？就是有佛性在这个佛性我们把它修修到让它都当家不要这个身体来当家我们现在你看身体养得很健康，要做什么？我们一定走歪路了啦这个酒色财气你若无钱迄拢不要碰不起啦你若有钱可以钱迄拢会生卡啦，直直甲咱扭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往一些前道无钱才认真趁钱啦即马若有钱讲要来找迄个花粉味的啦，好歹已经偏了。可是他有钱嘛，有钱第一身躯伊会作怪，就袂安稳坐袂调啦，踮厝的踮袂调，都直直想要出去，要甲遐钱用的安尼啦。所以你看这个钱有真的也不好呢
啊没有哦，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呀，也不好哈，对不对？啊，所以拄啊好就好啦，啊有通啊用吼，可以吃饭，可以吼，过生活就好了，也不要去累积啦，累积太多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在凡尘追求的方向一定要正确，我就是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啦，我们一物求的太多了，每项拢卖，厝啊卖，车啊卖，规间拢电气化嘛拢卖，规个拢卖啦。买啊，甲规买无半项呢。咱若袂喘气啊遐物件拢别人的啦。认真甲要死，拍拼工拢摕互人用，这样好不好？不好啦，所以我们在生活，日常的生活要过得很充实，过得非常有意义呀。过甲足有意思，好嘢善拢无要紧啦，咱过甲真充实，过啊家己感觉足有意思的，会当帮助人，家己个过甲足快乐，这个快乐咱都要学圆会，你看圆会的生活咱为迄个册咱就了解，这个肌肉相。迄就是敢若即摆违章建筑啦，迄大家拢无爱做的，单食嫖饮啦，这个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伊的乐毋是要装互咱看，伊是确实家己快乐，为内心嘛，发出来的快乐，迄才会久啦，才会确实，伊有啥物那会安尼遐尔啊快乐，因为他得一善，前前福音终身福施。得一善这个一得一就是咱求道的道啦，咱求道得到的道就是干会得到的因所以伊已经得到伊甲心嘛，拢安伫迄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顶头拢无变，已经都安住在不生不灭的那个真理上面，都不动心了。他的快乐是从这里来。可是各位浅显，我们求到了以后从道得到的快乐有没有？有没有？为得到的快乐有无？所以咱会当体会啦，咱伫个正经研究的中间无侵入去咱的佛性内底，因为无侵入，没有深入我们佛性，所以就不知道我们得到的宝贵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有说道很殊胜，道很奥妙，道很珍贵。到底它贵在哪里？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就像那个谢谢你，老师安尼做出来的父母，咱敢若唱咧唱两届都袂记哩啦。怎么会知道老师讲那么多的真理？圆会跟六道轮回，我们都经过非常多了。可是我们记得几生几世一世人也袂记，莫讲较早啦，咱即马一世人就好啦。各位想一想，这个10年前、20年前的事我们记得吗？咱嘛袂记哩袂记哩了啦。老师甲咱鼓励，鼓励讲深信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累劫累世的记忆，就是我们经过圆会，经过六道轮回，我们都了解说佛性带我们。可是我们谢谢你要谢谁
拢嘛想讲亲朋好友，什么人贵人帮助我，我都要谢谢迄个，大部分都在线下，没有说呢，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没有，没有去想到要谢谢他，唯有他才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么久的那个流浪，几个宴会啊，我们都经过了，以后也要经过了，南极老仙翁啊，已经7次了，7个宴会了。我们难道没有吗？有啊，一样啊，只是南极老仙翁已经徛伫咧关山看咱这众生咧受苦了，我们还在苦里面咧受拢迷失啊，拢唔知，一样经过啊，我们也经过啊，所以啊，一定呢要发愤图强，努力修正啊。跟南极老仙翁站在一起来看，看这个天地的混沌，最起码我嘛看一届，咱一届拢无看啊，南极老仙翁应看7届啊，咱一届都无看，那往后还有啊，咱缀南极老仙翁看，往后一直累积，所有的宴会我们都看。我们不在里面，不在里面呢迷糊啊，都很清醒，然后我们都了解，这样啊，我们的生活啊就非常的有意义了，可以啊，修正了以后可以千百亿化身，我们要到凡尘，就可以来，要回去啊，马上可以回去，不像我们现在啊，这个。不是说喜欢来就来，而不是说喜欢回去就回去，不行的，都要受到那个气柄拘束了，所以啊，我们有时候讲得很简单，气柄所拘呀，物役所蔽，我们有没有？都没有啊，真好呢，没有被气柄所拘，没有被物役所蔽呀，那真的很好。可是我们都有嘞，气柄拢甲咱缩条条，物意啊拢甲咱蒙蔽，咱真是拢安尼啦，拢嘛唔知，研究了以后才会知道了。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气柄到底拘束我们什么？物意啊到底蒙蔽我们什么？我们没研究的话唔知呢，你来研究的时候，有影呢拢气柄甲我拘束。故意搞我蒙蔽，我们就是这样，真的整个人生啊，大半个人生都被这几个字啊，已经呢包括了，都比归离亚来对了，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被气柄所拘，就是啊，这一些我们凡尘的，这个人家说那个算命的。人家呢说，一些啊，你得安那，你该结缘啊，你若无，该结婚袂使，气不气柄？所以啊，或者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没有在那个气柄里面啊？这个各位可能会听到说，这我会晓背啊。佮讲一解互你听，你若甲人结安尼真熟的朋友啦，然后啊，你就可以试验，这个有一天，你就看到他的时候啊，就向他讲，说你今天这个身体不舒服嘛，怎么脸色啊那么难看？没事的时候，你这样讲。你看他会怎么样？我们反过来，有一个人向我们讲：“哎呦，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嘛？怎么气色那么难看？”我们会怎么样？头摇一摇，没有嘞，有一点。
所以啊，那个叫做什么暗示，已经向你暗示了，啊，你会受到暗示的影响，你就会朝那个内容啊，去进行。本来都没事啦，一听了以后真的有事啊，有影，今天有影身体不太舒服，整天都不舒服啦，在不在叙述里面？就是在。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你遇到他，换一个方向，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啊？怎么满脸春风？其实没事啦。他听到以后那个走路啊很轻快，整天都很高兴啦，在不在叙述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无形的这个气呀，我们要突破了。这个你已经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认识。从佛性本体的定力，然后你听到人家称赞，听到人家讽刺，不管怎样，没有你的事，你绝对不受影响，这个叫定力，叫做我们已经认识人生，无咱拢去气数白条的，即摆若咧袂顺。来拔刮看卖啦，这刮唔好啦，你即马运较歹啦，会不会影响？你绝对会受影响，所以或许就从那个谢谢你就讲咱即马有咧共看因果，我讲你嘛会晓看，你凊彩看的拢足准啦，因为咱轮回太久咧。一定拢有经过啦，你凊彩讲一个拢真准，所以那个都不实在的啦，无常变化，不要去相信，相信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相信这个啦，培养信机中统事端兼万善，一定要信，相信自己的佛性。咱拢甲信拢用于外口相信人讲的话，相信人做的代志，没有用到我们佛性回来。所以要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的佛性了，你就有力你的力道就可以发出来这个可以，我可以完成，很困难的事一样你就可以完成。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自己的佛性。你的佛性就可以去克服所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了，研究以后我们那个无量无边的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力道非常大，不是都一直在讲嘛？有没有？所以很多前就讲伊咧讲拢嘛拢安尼拢同款啦，一再反复啦，有没有？讲久了你都会背了因为是真理才会一再重复的讲不会变化，都是真理讲出来，你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做，你就受到利益了，真的就可以改变人生。人生就过得非常有意思啦，所以各位先生，只要你努力，假如说肯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高雄气爆事先你一定会知道会不会出代志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平常起心动念太多所以不知道。那我们假如说能够时时刻刻都没有念头，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你的佛性跟整个虚空都融合，所以虚空之间什么地方会有事你会感应。当然我们不要去炫耀说我怎样想，我怎样想，不要这样的。但是那个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它自然有自然都会有那个有什么事你都事先会知道知道又怎么样？
所以你也不要炫耀，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共业形成，大家的业啊已经形成，你要它不发生，不可能的，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有很多事啊，有现象了以后，你要去追它的因，怎么会这样？你因一追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啊，它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了解，所做的事情啊，都是朝善恶业啊去发挥，那不是善就是恶，凡尘啊一定都是两边的。那我们佛性本体没有两边，一个啊绝对的，所以我们研究啊这个绝对的本体啊，就没有错，就是正确的。所以啊，这个刚超时讲师不是在说吗？老师在那个哪个地方？柬埔寨啊，不是先说了吗？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你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呈现，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整个都呈现。我们研究就是有用，而且又可以救很多人。从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挥，你可以啊帮助很多人。那我们假如说都不知道，客人帮助都没有啊，佫想要帮助人。所以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呢，先呢自强，自立自强，先呐从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着手，努力把外放的心啊收回来，回光返照。这个讲出来很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外面的所有形象都引诱我们精神外放。外放啊，就是当众生了。你能够收回来，回光返照，你就当圣贤。可是啊，我们外放很容易啦，收回来很困难。收个10天不要5分钟就被人拐跑，被那个电视机8点档拐跑了啦。无效，我守10天，较输个5分钟。5分钟把你拐拢走了了。守10天啊，佫无功夫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自己的那个发心啊，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呢写出来的文字啊，说呢这个勇健威猛，那有怯弱的人啊，一不喜也来挖壳里。那个呢，我们就是了解佛为什么这样讲。他就讲你勇健的，自然就有人会来依附你。要来挖壳里，所以咱的佛性啊勇健，你看咱所有的功能作用啊，是不是拢来挖壳？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呀，那个佛性本体啊，就是非常勇健，就勇敢。然后啊，所有的我们的功能作用啊，就依附底下佛性本体，这样呢，它一样。就是啊，很勇健，所以啊，这个右护告言呐，服斗战者，那个战斗了，虽如啊利刃，就是讲虽然讲去打那个刀啊，那不应呢自身啊，那个部位，这个就是担当了。各位先生，我们了解我们担当是最困难。所以啊，你有担当的时候，有困难，我去把它完成，这个呢叫做担当你有这个担当啊，你力道啊，就有就很大。你若惊袂着定不会完成那个事啊都不会完成。你都能够利刃刀甲打就打那，你看是不是力道有了？你不怕不会有事啊。那么当事人生啊生轻弱想，那么应自身心啊做勇健意，所以
咱胃呢，咱的佛性本体呀，你认识了，它没有那一种那个肉轻肉，要知道人生啊都是轻肉，拢是安尼什么都无法度啦，每一个都不能完成，可是佛性呢，什么都可以完成，你这样子，你自然啊，所有的。那个功能作用都会依附啊，在咱的佛性本体上面，所以要做永见义。那么或使有人无有胆勇，然后乍作见相，执持弓刀，种种气障以致庄严，来自呢这个正宗，这个呢佛就在讲说，或使有人无有胆勇，他呢没有胆量，也没有勇气呀。可是呢，他诈作见相，就是骗人呐，骗人后他很可以的，然后执持弓刀拿那个武器呀，要呢在跟人家呢比拼呐，那个以致庄严来自正宗呢，立身大夫，那么汝于世人亦复不应生以忧怖，就是我们遇到这个状况也不应该呢生出忧愁恐怖。那么如是辈人若见汝等不畏者，当知世人呢不久散坏。他一看到你都怕他了，他这样子外表非常勇猛你都不怕他，反而他怕你啦，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告诉我们说呢，先从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着手，把它呢建立一定呢为求作佛不要被那个所有一些呢这个分化了那个削弱我们的念头，然后你就很笃定的来完成佛性本体的这个事，然后在怎么样的那一种外表很威武的状态之下，他看到你这么笃定他怕了啦，他就不久就散坏，他就退了，他战败了。那么告知声闻，汝等不应为魔波行，这个佛就跟呢这一些弟子们讲说你不要怕那个那个魔网波行，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欲界我们所住的凡尘最高六欲天最高他化自在天魔王咧大啦，那个摩西所罗天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伊属于六欲天上管的，我们凡尘这个1600万年，他才一天一夜，对不对？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那个六欲天就是倍数了。这个4天王天最低，我们凡尘50年，50年它一天一夜，1倍倍数，忉利天100年，凡尘100年它一天一夜，各位都还记得吗？会记得没？它1倍了过来夜摩天，凡尘200年，它一天一夜。搁去哩咱老子说一句当菩萨伫咧管的多帅天，我们凡尘400年，他一天一夜，再上去热变化天800年，他一天一夜，然后再上去热变化天，就再1倍嘛，800年。再上去他化自在天1600人，他一天一夜。摩西所罗天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魔王波行住伫遐，住伫他化自在天，
就是摩须娑罗天他另外一个天，可是他的天是他化自在天管辖的，他化自在天的管，咱都伫个他化自在天上管的下骹，所以我们都无惊无孙各位知道吗？我们很容易着魔啦，容不容易？只要你热衷即马拢当咧想要买一台车，出去拢咧看车，迄去互车卖去啦。迄魔王咧使用他的魔力，有没有？咱若拄当咧热衷什么？敢若即马智慧型手机你若当咧骗，迄魔王咧管。你已经去食到迄毒吸毒啦，即马已经毒瘾发作，你无摕出来骗你足艰苦的，所以已经会接受魔王的约束，魔王咧甲你控制，咱有着魔无？所以看你生活内底，你当咧热衷什么，你就是着那个魔。恁会清醒袂？会不会？会啊。你会知影讲，哎呦，我哪会安尼？不可以了。你就脱离那个魔王波形的管辖。就不当魔祖魔孙。可是你着魔了我们最可以体会男女之间咧谈情说爱，着不着魔？迄一天若无看，食袂落吃困袂去，对不对？着不着魔？真的着魔。听若过去碰到地命。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你再回顾的时候你就会骂了。可是当时你迷得有够厉害。我们年岁大了都过来人。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那个弟子说了声闻就是我们了解就是比较追求不高的。你假如说菩萨的话佛叫我们众生都叫菩萨摩诃萨。你看对他的弟子他就讲声闻。声闻他追求到最高也只有阿罗汉还没有到菩萨。可是他称呼我们都称呼菩萨。菩萨中的大菩萨。菩萨摩诃萨。那告声闻说汝等不应为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当精勤坚固其心，令彼降伏。使魔即当愁忧不乐这个复道而去。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啦。这个魔王波旬他变一个佛的身来跟他的弟子就是讲道了。然后佛就跟他的弟子说：汝当精勤然后坚固其心。就是你要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要守得好，然后令那个魔他已经没有你的办法了。这个时候那个波旬愁忧不乐。他很忧愁啦，讲我要讲给他听，他哪都不听，知道吗？弟子都知道那是波旬，那不是佛啦。虽然他变佛的身，可是他讲的道理不是道理，不是真理。所以那个弟子都听得出来，所以他都不听。坚固那个其心，就是坚固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坚固其心，然后魔王就降服了。
降伏啊都走啊啦，哦，所以负道而去啊，就是走了今早。所以啊，我们要培养，就是听到人家讲了，符不符合真理？假如说他讲出来似是而非，你要马上辨别，这不是，这不对，我来听了就害，哦，所以马上能够了解啊，哦，那个魔王波旬，哦，见人见照，所以负道而去呀、就是赶快走了啦，知道说唔听，为什么唔听？讲的无符合真理。哎，那我们要知道哦，哎，我们要培养，就是讲出来哦，它是符合真理的。纵然是小孩子，我也一样听。他讲出来不合理，纵然是佛化身来，我也不听。这样会不会？哦，一定要培养哦，就是了解到那个真理的重要了。然后我们跟真理契合。他讲的不合真理，虽然说化成佛的身，我一样也不听。哦，这样知道吗？哦，你看培养出来是不是很笃定？哦，从佛性出来很笃定。哦，真理就是真理，小孩子讲我一样听。哦，不是真理，佛来讲我也不听。哦，这个就已经呢，哦，彻底的知道真理。所以或许就在谢谢你里面写啊，你知道了你就不会受骗，有没有？哎，你看了可能都没有看详细呀、都还不知道有那一段，哦，所以你知道真理你就不会受骗，哦，不知道会受骗。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啊，哎，这个很多人都被骗，很冤枉啊。一生哦，难得啊，到年岁大的时候，有一笔钱还蛮多，就被骗了，哦，然后接下来就不好生活了。善男子，哦，如彼见人啊，哦，不从他习，哎，就好像那个勇健的人，不是呢从别人的地方来学习呀、哦。所以啊，这个意思啊，就是从我们的本体呀、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发挥了，唔免为外靠去学，哦，那个他习啊，就是别人的地方学习。那么学大圣者啊，亦复如是，哦，就是啊，我们学呢大乘佛法也是这个样子，哦，得闻种种啊深密经典。哦，其心呢，哦，心乐不生呢坚固，哎，就是啊，听到呢，哦，很深的这一些经典，哦，很深的这个道理，哎，我们都呢，很高兴，心呐、哎，就是很这个高兴仰慕的那种心态，快乐，不生呢坚固，不会呢害怕。有一些因为呢就是像那个楞严经啊，阿难呢都还不敢相信他自己的佛性本体，都要这个佛给他肯定了，他才相信。所以我们了解说，因为啊我们六道轮回太久，真心佛性呢已经呢失掉了。虽然在啊，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他。就好像胖体呀，那找回来啊会害怕，哎呦，这干我刚好要厉害，我们佛性很厉害的，所以啊，像说我们已经呢做这个万年放下念不生，然后啊有一天要出门，然后啊佛性告诉你说带雨伞，带雨伞。你讲你出到这大要带雨伞要用笑哦，结果你不听话，出去的时候下大雨，倾盆大雨，人要规身躯淋落落，要出门，佛性就跟我讲要带雨伞，要带雨伞，我跟他唔带，有没有遇到这样？还没有啊，那可见都没有做万年放下，没有做一念不生。所以佛性才没有跟你讲话，
啊，你做的时候啊，会的，佛性会跟你讲话。你在走路啊，要右转，袂使，爱左转。伊讲左转我都无代志，我右转我要来遐办代志啊。你右转去出代志啊啦。啊，就甲你佛性甲你讲，唔通右转，唔通右转，你敢若唔听，结果你出事了。出代志才咧想都佛性甲我讲，我乃拢不爱听。所以各位先生，很多会有这个状况了，佛性会跟你讲话的，你要听话，学到那个状态啊，你就知道，这个等于是一种征兆，有那个征兆，我们那个儒家也说嘛，这个事情还没到啊，它都有征兆，那个征兆呈现的时候啊。你要深入研究，这个是什么状态？值得相信啊，不值得相信？你久了就会知道，佛性告诉我的话还是要听，你就不会吃亏了，很多呢灾难啊就可以离你而去。何以故？如是修学大圣之人。以成供养恭敬礼拜啊，过去无量的万亿佛故，虽有无量亿千魔众啊，欲来侵扰，就是魔要来扰乱了。那么疑是世中呢，终不惊畏，在那一种非常多的魔要来扰乱了，都不会怕，不会害怕。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能够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都已经呢已经恭敬供养无量的万亿佛，才有这个机缘我们启发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所有这一些已经有成就的这一些佛，我们也一样跟他呢相处，我们都呢一样也是佛所以我们呢跟这一些佛都相处，都培养那一种信相信的心。那有了我们遇到魔来扰乱讲的话，我们一听马上了解，说这个不对，这个是魔来扰乱所以你不会害怕。有没有这样啊？看起来好像在看卡通影片。可是各位浅显要了解到，我们修道呢，修到这个上圣了以后有很多都不可思议很多都不是想象之中的那一些事，所以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你回光返照了，就是照顾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已经在照顾本体了，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是尽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佛性，很宽广。你能够把所有外放的心收回来，这样的话，那个外面的干扰就减少，那你自己就很充实。越充实定力就越强，而且又是从佛性出来，从我们的佛性发出定力，那一种定就不会呢被破坏。然后我们在凡尘你用打坐学来的那个定一下子很大的声响打个雷我们就失掉了，定就没了。可是佛性出来的定不管什么样的状态，它都永远在，不会呢被破坏。所以我们了解说，
那个本体所具备的东西呀，你什么样的状态都破坏不了。可是我们在后天所写的那个变化很大，那个很难写又很快破坏，所以我们不落入呢那个无常变化的那个现象之中。那四大涅盘微妙经典顿坤那个比较呢这个顿就是没有很敏锐，没有很这个知道的很清醒的叫做顿坤那么顿跟糊薄糊呢不多啦，就是它没有累积那一些善所以糊就很薄不乐听闻，他就不喜欢听到呢这一种上升的微妙经典所以那个大涅盘我们呢要了解到不生不灭的那一种方法这个呢叫大圣这个呢涅盘微妙经典。所以或许之前不是讲说呢生死跟涅盘它是平等，有没有？可是这个涅盘前面加一个大，那就超越那个生死涅盘了，有没有？还记得吗？因为我们那个张轴悟道记张轴有讲说生死涅盘等空花，生死跟涅盘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啦。那因为涅盘是对生死定出来的名称，没有生死就没有涅盘了，有生死就有涅盘所以生死跟涅盘是平等，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这个我们都有看那个张轴悟道记嘛，有没有？我们不要看笔记背背看。光明急照遍河沙，再来呢？好啦，允许你看笔记啦，说的比较正确因为张轴他呢就是遇到他这个师父那个竟然或许忘了他师父的名字跟他讲说他叫张卓卓就是很笨的意思啦。他说这个聪明也找不到了，哪有卓就是没有两边对待他听了以后他就领悟了，然后才讲这个张卓悟道记，他领悟的那个情形啦就讲光明急照遍河沙，凡圣寒林共一家，有没有？一念不生全体现，有没有？你不是去看那种无聊？把它念出来因为手我们会从那个记忆里面去了解它的意思啦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有一念一念才动我们就被云遮啦咱有念头的时候，咱的佛性就无去所以欲持烦恼从真变趋向真如意是邪然后这个讲较大声咧
追记最好了，随顺誓言无挂碍，然后涅槃生死啊等空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我们了解他讲说光明极照啊，遍河沙，那个本来那个极呀，就是佛性本体，照啊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本来是那个要在前面的，他因为那个修饰讲起来好听所以把光明放在前面。本来是佛性本体然后发挥功能作用才有光明，他把光明放在前面，光明极照，然后遍河沙，那个河里面的沙，一粒沙就是一个世界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那个光明它呢遍照着所有的佛世界，一粒沙一个世界，所有的世界全部都光明，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所发挥出来。那我们在凡尘凡跟圣含灵，我们那个灵就是佛性本体本来都一样的啦。凡人的灵跟圣人跟佛的灵一样，没有两样所以凡圣含灵共一家然后我们一念不生，我们一念都不生的时候，前提现我们一念都不产生我们所有佛性全部都呈现然后我们六根才动，被云遮，就是我们的念头一动了，我们就佛性不见了就被云遮然后这个欲除烦恼从增变我们要把烦恼去掉就是你要起念头来除烦恼，那增加我们的变趋向真如意是邪，你要走入真如也错了啦那个也不正确然后随顺誓言无挂碍所以或者说这个假如说你了解我们随顺的誓言不攀岩，可是有来了我应对就事来则应，事去则见随顺誓言无挂碍，都没有挂碍了我们在凡尘最难做大概就是随顺誓言我们都会攀岩要人家好要人家坏，那个都叫攀岩，那个不可以啦，我们是自找麻烦你随顺誓言，随顺誓言就无挂碍就没有挂碍。然后生死跟涅槃它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告诉我们生死也是空中的花，涅槃也是空中的花，都是假的，没有生死啦。我们佛性有生死吗？没有啦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所以涅槃跟生死它平等，都是空中的花，这样了解意思吗？很好，对不对？本来拢有册咱拢无看，有没有？有老看较久袂记哩啦对不对？都是这样有啦有看都忘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记得下课要两边那个这个桌子看一看有什么资料带回去。现在有那个《金刚经》有那个谢谢你有那个万事如意那个是我们仙佛做的信文万事如意就是考试都考得很理想所以这个累积啦我们要知道说这方面我们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方面的知识要累积要把它收集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都跟自己
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已经融成一体，这样的话，我们发挥出来力道就很大，哦，就很有力道了，所以啊，或者就讲说，哦，涅槃，哦，它跟生死啊是同等一样，可是假如说你在涅槃的前面再加一个大，大哦就是摩诃啦，哦，摩诃啊。可以了解意思吗？哦，摩诃啊，哦，就是啊，大到无外，然后哦，那个小到无内，哦，就是整个虚空啊，它超出我们太阳系，不只有地球、太阳，哦，整个五大行星，唔干那安尼哦，伊规个拢哦超过哦，这个范围啦。规个虚空，哦，所以有非常多的佛世界，哦，佛的世界足多，但是哦，咱拢无研究啊，唔知影，哦，有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啦，非常宽广，哦，我们用摩诃用大来解说了，所以我们的水火风土啊，哦，我们身体的哦那个哦本质。咱辛苦的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天地哦，完了水火风土，众缘哦际会呈现哦万象。所以啊，我们了解哦，整个啊，这整个宇宙，它的哦本源就是水火风土啦。这么形成万象，伊的迄内底嘛是水火风土，咱的身躯嘛是水火风土。所以咱的身躯嘛是规尾拢还有天地啦，但是咱迄个佛性哦，唔免害，哦，咱的佛性啊，哦，超出咱的这个太阳系，规个虚空全部有，全部都在都有，咱无研究唔知，咱即摆来研究哦，咱知影讲哦，咱的佛性未死，因为伊无形象。哦，未生、未死、未变化，这个未生、未死、未变化，互咱用足亲切，一秒都无离开。哦，咱拢会了解，咱知影，哦，咱伫咧迄个地觉，哦，迄个了分明，迄就是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咱即马吼，就是要甲即个找出来。哦，要拢甲即个做伙，哦，要互即个来做主，哦，什么嘢拢请伊呢主张，卖互咱的六根哦，做主人啦。咱即马伫凡世间生活久吼，拢咱六根咧当家，哦，目睭看吼，哦，耳通听，鼻闻到，喙吼。要食，嘴咧讲，身躯啊，哦咧接受，意念咧想，迄六根哦，伊拢哦轮回久啊，拢有主张啦。伊即马一个主张佫足强诶，哦，你甲扭吼扭袂叮当，哦，迄用九负二好诶力，都扭袂叮当，哦，各位可以试验看看。当你看到哦，你最向往的东西呀。你这个时候啊，佛性命令他不要看，你看能够改变他吗？好，你也讲，等一下，让我再看一下，等一下，这个非常欣赏，哦，这个非常棒。所以啊，你看今嘛吼，咱社会有足侪迄个胖得很离谱的吼。那个就是鼻子当家了，伊即马去骗到迄个吼，人咧钱的迄做啥物嘢？炸鸡，哦，迄骗到时阵吼，迄若无食，实在行袂离开啊，就去买来食。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国外哦，都是用生长激素哦，伫咧互迄食。食到吼规个迄个
规个货柜啊，就载来咱台湾就互咱内底卖啦。你甲煮钱会真芳，你若过去就想要食，偏着就想要食，迄偏咧做主啦。你若讲卖食，迄是咱有智慧无你即马好啦，买一块来食看卖，就去互怪伊啊。即马食落去好食就佫偏着佫想要食，食到着迄生长激素伊咧伫咧肉内底，即马入去你的体内伊即马伫咧促成你身体生长，我就直直生长，生长到我们看到那个心脏的负担都很大。你看伊超过大颗啦，足大颗的看得都很痛苦那个就是鼻子当家鼻子偏掉的时阵都去买来吃这样的话都害了自己所以你看我们佛性当家哪会那个不行，我不跟他结恶缘。你看一句就给排除掉对吧？我不跟他结恶缘，我唔食无代志你看咱大家拢真正常对吧？无安尼向横的发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六根当家害我们啦，拢甲咱害你看尤其迄个第六个眼耳鼻舌身意黑白想啦对无甲咱害了上惨咱拢咧六道轮回就是迄个第六个意害我们最惨所以我们要佛性当家就是清醒跟真理相合。讲起来不困难做起来要有诚恒坚，诚心、恒心、坚心就是要这样你才可以安尼延续真的就请佛性当家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大涅槃已经呢就真正的走入无极了，无到极点那无极是咱的本来，我们的本位咱伫咧无极咱即马个回归到无极都不要有了无到极点了我们从无而来，然后回到无，然后进入极无极不容易啦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从哪里来？所以有时候佛在问弟子的时候说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回去了，回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了解说来无来的地方所在，去无去的地方所在，没有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无来无去就是当下当下就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研究呢就一定要了解生活在当下，就是生活在佛性本体就生活在无极无已经到极点都无了到极点了，你还要追求什么就不会，就唯求做佛啦，不求一物，就真的回归到我们的本来本位了，已经回归本位所以这个大涅槃微妙经典它非常的微，就是很小，小到看不见妙你讲不出来。所以或者就讲我们的那个妙奥妙的佛性
真的是哦，没办法讲，那个是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真的哦，讲不出来。所以啊，有时候或者就讲怎么体会呢？你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啊，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没办法。就是安尼，足亲切，足实在，确确实实，看袂到，摸袂到，讲袂出来，安尼啦，就是那个，拢甲咱做伙，1秒钟也没离开啦，足亲切的，我们要认识他，要跟他呢，这个相处，所以啊，佛就讲。这个假如说顿根保护啊不乐的天文，伊无爱听到，这悬的法伊无爱听，生恶啊无上大涅盘经，足混的啦，足起这部经，你若卖安尼唔真好，你有这部互一寡人拢收做好去，我都无判。若有众生啊，闻以欢喜呀，不生毁谤，如是之人呢，久植善根，较说啊那，有听到，有众生啊，听到，真欢喜，未讲歹话，那至于如是之人啊，这种人呢，久植善根。很久很久啊，都一直累生累世啊，拢一直在咧种植善根呐，都是在行善，他就会啊，进入，就会相信，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能够坐在这边研究上乘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要坐条伊也拢无饲咧长真困难因为最上乘的都是很生涩，要听久才能够进入啦，听久才听有，只要你肯用心一定会听得懂，绝对知道，那能够坐得住、听得来，表示已经都累生累世有在修。拢累世拢有咧修，你才听得入去，才会知影，所以我们要鼓励自己。那么右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所流布处，当知其地即是金刚，所以各位姐妹，咱有法度大涅盘微妙经典所流通广布的地方所在，那么当知其地这一种地方即是金刚，就是金刚宝地，是中之人呢，亦如金刚，伫遮的人嘛拢敢若金刚，若有能听如是经者即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法度听得大涅盘经不退转于阿耨多罗无上的正等正觉，就不会退转。对这个最上乘的佛法，能够相信能够去行持，当知世人呢，甚可哀悯，这样人随其所愿呢，悉得成就，随他的愿呢，都能够成就。若有众生呢，不能听闻如是经典，当知世人呢，甚可哀悯。假如说呢，有众生不能够听闻这一个大涅盘经，那么这个人呢，甚可哀悯，
就是要可怜他何以故？世人不能受持如是呢大圣经典甚深义故就是这个人他累世之间没有这个累积善所以因缘不具足没有办法受持呢这一个大圣经典甚深的义理没有办法呢去这个接受。那么迦叶呢复白佛言迦叶呢又向佛讲，如是经典正华灭时正戒回时辉华增长时无如华众生时所以这个迦叶呢他就顾及到往后那个整个我们这个世界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经典正华那个传播的正华都没有所以正华灭了那正戒那个受持那个正戒已经毁了这个所有众生呢都呢不守戒所以我们了解不守戒这个戒定慧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在灭我们的贪嗔痴啦没有戒贪就来了没有定那个嗔就来了没有慧那个痴就来了所以贪嗔痴就整个我们社会都流行了，社会都流行贪嗔痴就这个吵吵闹闹就不好了，整个社会都不平安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迦叶他所顾忌的呢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有那个现象。那么辉华增长那个辉华增长就是呢你做好拢无人学了啦，你若做唔好人拢甲你用你是一个英雄，有没有这个现象？现在就是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叫辉华增长。那么无如华众生时这个如华的众生就是按照我们的真理来生活，叫做如华。那不按照真理生活，叫做不如华所以有时候假如说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你的行为都不合真理，人家会说你那个不如华，不如华就是跟真理不相合所以那个就是比较文言的那个说法你那个不如华你讲的不如华，你做的不如华，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没有那就是讲咱拢我们接触的范围都是比较较可笑的迄款众生咧斗阵你若甲迄款迄读足悬的迄博士、硕士、学士你甲因做伙，伊就较会讲安尼啦你那个不如华你讲出来拢甲真理无合伊会讲不如华所以那个比较文言啦咱嘛爱学后日咱若听了袂心理安尼讲这都安尼黑白讲无照道理你讲较好听你那个不如华安尼样会啦听到人嘛较袂遐尼艰苦不如华，你那个不如华，人若咧讲甲骂到要死你甲讲你那个不如华，安尼样啦唔免骂倒转，讲你那个不如华这个很文言很好听你那个不如华跟华就是跟真理没有契机，不合于真理啦就是不如华
所以那个迦叶啊，就是讲这个无如法的众生就是都已经呢离开呢那个真理了谁能听受呢奉持读诵呢令其通利供养恭敬施学解说，那么唯愿如来哀悯众生呢分别广说令之菩萨闻以受持持以积德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迦叶呢估计到往后这个越来我们众生呢越呢这个堕落就是越来越呢不如法越这个自甘堕落。那么谁能听受奉持读诵这个时候这个外面的环境这么不理想，那么谁能够听受奉持能够读诵所以听受奉持呢那个自利的，读诵通利那个要利人的供养恭敬施学解说那个要流通那唯愿如来呢哀悯呢众生分别广说能够呢都把它呢讲出来，令之菩萨闻以受持令呢有想这个改善整个生活环境的这个菩萨听到以后都能够受持，那么持了以后就不退离无上的正等正觉这个是迦叶呢就是发呢那个大心。那么尔时佛赞呢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问如是义所以要问出来也是很不容易你能够问到这么深的义理就更不简单，所以呢称赞善哉善哉。那么若有众生呢发菩提心乃能于是恶事受持如是经典，不生毁谤就是假如说有众生呢能够发菩提心乃能于是恶事就是不理想的这个社会能够受持这个大涅盘如是的经典，然后呢不产生毁谤所以我们了解说不产生毁谤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问题多不多？多。好，那我们留这个20分钟给这个问题。林老师上个礼拜有问到说，简道这里面眼前观即是，蹲下看辉煌。这里的辉煌，这里的眼前跟我们耳根圆通、内部水分别耳视、外部水深沉流转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同啦。那个我们那个这个耳视以及那个我们那个眼视那个是属于修持方面里面的内容。可是那个点到此里面的那个眼前灯下看辉煌，那完全呢都是以当下，那个已经没有没有这个三心四相，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状态是非常的殊胜不能把那个殊胜的那个状态把它想说是我们修持里面的构成那你眼视跟耳视那个变成是我们修道里面的一些构成，跟那个当下眼前那个灯下看辉煌完全都不一样的状态那个已经是没有三心四相，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分的蛮详细的我们在那一种状态
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啊，因为没有三心哦，就没有四相哦，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没有。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没有三心的三世啊，就不摄受。三世不摄受哦，就没有六道轮回。那已经哦，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当下都已经哦，就是佛的状态，跟佛是一样。可是我们哦，眼视跟耳视啊，那个修持的过程还是众生的时期的，哦，就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进入到这个能够这个眼前灯下看辉煌，那个都是已经没有已经没有相对了，已经没有那一些我们凡尘的这些两边的事所以那个已经非常殊胜的这个情形跟我们说把眼视耳视啊能够这个去掉的话，耳视眼视去掉，只是归到以清净的状态，还没有到说去三心会四相，还没有到那个那一个程度。可是啊，那个点到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归三心少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所以没有六道轮回。可是我们在去掉呢眼视跟耳视的时候还有三心四相虽然说可以努力修到全部都没有三心四相，可是毕竟呢还在努力的阶段，不像呢我们点到的时候已经呈现整个众生跟佛一样，全部都一样一样的状态所以已经把我们这个引到佛的领域了那个点到的时候把我们众生已经引导到佛的领域，只是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去体会说我们跟佛是一样，差别叠加了只是说那我们也不敢想象说我们会跟佛一样不敢可是那一种状态就已经是就是我们众生跟佛是一样，没有分别，没有阶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一定呢要对那个背景深入了解要去探讨研究能够详细的知道不能说把它混在一起你把那一种殊胜状态拿来跟我们修眼视耳视的状态那就差别很大，这样了解吗？好。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胜义根？它的作用是什么？浮尘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吗？那个胜义根跟浮尘根它大部分是在讲那个我们的那个日用的水耳风土啦，它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它是讲我们浮在凡尘的这一些水耳风土所呈现的所呈现的我们胜义根就是讲佛性佛性应用的那个是属于胜义根。那浮尘根浮现在凡尘的这个景象，然后我们都在用，所以它的分别胜义根呢是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佛性本体，可是浮尘根呢它是引导我们走入凡尘现象是不同的不同，不是在讲
眼耳鼻舌身意啊。虽然它的呈现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可是它是讲那个构造，是水火风土，水火风土啦。它生意根跟浮尘根它是同样，这样了解意思吗？同款啦，一出来拢是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出来是同款，可是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心的问题啦。你心一落入到要利益众生的话，它使以胜义根。你就是要跟凡尘交接应对，那个叫浮尘根，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一点抽象了可是就是要了解到，它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一样，差别在我们的心。你的心是要来利益众生，那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用在那个怎么样来利益众生的方向，那个就叫胜义根。那你假如说你利用是要自私自利，是要你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象，那个就叫浮尘根，浮在凡尘的我们的六根啊，这样了解吗？一样是六根，可是它有胜义根呢，浮尘根都是水火风土啦。他讲它的构造，水火风土的构造，这样了解吗？他会这样问也算有研究了。怎么我们也从来都没有人问说胜义根跟浮尘根？那问了以后，你看我们有听了胜义就是能够这个很引导我们走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浮在凡尘浮在凡尘的我们要应对，都比较使以自私自利。所以胜义根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走入修道。那浮尘根引导我们跟凡尘交接应对。这样了解吗？一样都是水火风土啦，可是它呈现的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呀，讲出来是一样可是内容不同。听有无？听懂不懂？它的构造水火风土啦，它的呈现眼耳鼻舌身意呀，胜义根就是引导我们走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那个不是自利，可是浮尘根浮在凡尘的根，浮现在凡尘的根，就是自私自利呀。安尼明白不？一样都是六根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安尼听较有啦有没有？有就好。好了。第三个问题，我们向大自然学习，从而领悟真理。而山河大体是从真心佛性产生出来的，这其中的巧妙，请林讲师讲解一下。这个呢，我们在这个楞严经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所现之物，有没有？所以或者是以那样把它延伸因为佛就讲凡尘的这个万象万事它本来就是一体啦。那我们佛老师在谢谢你也讲得很详细，有没有？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所以或者说修正的佛菩萨他都这样讲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呈现。所以佛学在这一本新写的《金刚经》就把它写得更详细。所以各位假如说有心研究你拿回去详细看，
或许有把那个奥妙全部都写下来，所以啊，你了解了，你要返妄归真就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来源，知道啊，所以啊，在13页或者就讲，本来虚空是一个了，我们把它划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十方已经把它划分了，我们就要遵守，所有众生共同遵守，东就是东，不能说西，对不对？其实虚空一个，没有十方，这样了解吗？然后把它延伸到佛性，佛性是一个，没有你有他。可是现在啊，你看啊，一本3万书，我们众生有60、70亿啊，这么多，各有各的身体，各有各的性命，是不是已经呢都不一样了？可是啊，你返妄归真的时候啊，或者就讲，所有众生都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回归到佛性本体？所有的都回到佛性本体，是不是一体？就是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你把所有的假都去掉，妄都尽了，妄尽了，真就显，真一显的时候啊，就一真，一切真，所有的都真了，所有的真它没有对立，没有两边，就只有一个。所以你把那个要问问题的那个人你送他一本《金刚经》，从那个49页，从那个13页，你看，我会底下就写如何领悟了吗？然后融会贯通了吗？那个自心起自心，挥幻成幻法，就是写在49页。那个就是在说这个啦，更详细。还有4分钟。有贤询问：心境一如无幻之为，半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其中半不慈善而不心开，完全这样了解含义。这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心境一如啊。就是我们的心跟所有的境把它合成一体心境一如，不换思维就是我们不要去想，你想了它就分开了啦，想了就已经心跟境不会融成一体了，所以不换，我们不要当换人换了罪，我们不换思维，你不要想。你把心经一如集合，但不慈善，然后要积之岁月，不是说马上可以成效，它要时间你把它累积，积之岁月，而不心开，就是你不了解的话，不可能绝对了解，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就是你的心一定会这个了解这个意思，就会整个含义全部出来，是这个意思啦。问的人了解吗？听的人了解吗？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心跟境把它合成一体，不要分成2个了。境就是我的心，所有的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也是所有的境，心跟境已经一如，合成一体了啦。我们不要去思索，不要想，你把它呢累积心跟境累积，不要慈善，然后累积岁月，积之岁月，然后绝对你的心会领悟，而不心开，那个心开就是领悟了。
领悟哦，心跟境已经是一体。领悟啊，我们整个哦那个心啊，我们整个真心啊，跟整个宇宙已经啊变成一体了。所以这个是很理想，哦，我们都可以做了。所以了解到，哦，这个啊，就是我们哦，不要被我们社会的现象引诱，我们把心呢都回到哦我们佛性来，然后我们做这个功夫啊，哦，看要做万年放下，看要做呢心静一如，你只要肯做，绝对都有哦那个成效出现。心静一如，那个是要哦我们啊整个心哦跟整个宇宙变成一体呀，就是跟或许在讲说哦，我们先呢把佛性能够呈现，以后把佛性啊延伸到整个空间，跟空间都融汇，就是那个意思，是一样，只是做法哦心静一如比较简单哦。然后我们呢耳根圆通呢，你只要抓到巧妙也不困难，都会有功效的。下面的人还有，好，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佛学正道天师的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第7页啊。第7页呢，下面到那个耳识佛赞迦摄这边，对不对？说善男子，汝今乃能问如是意，所以能够问就是有那个智慧。所以佛就赞这个迦摄，若有众生发菩提心，乃能于是恶世受持如是经典，不生毁谤。在恶世的时候能够受到这个涅盘经不会产生毁谤。那么受持读诵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智能听受复劝他人令得听受，读诵通力永护坚持，灵敏世间知众生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能够受持接受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又能把这个真心佛性拿出来用，那个叫持。那读诵这个就是要利益众生，书写经卷也是一样，要流传。那么也劝他人别人能够书写自己能够听受。那么复劝他人一样能够听受。所以这个佛都一直鼓励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能够听能够受能够持，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各位了解说真理真的非常的深涩，我们要听都不容易要能够实行那更难得所以要永护坚持，灵敏世间知众生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受持上圣佛经一样是帮助知众生。那么供养世经欲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读诵礼拜
亦复如是，具足能解啊，尽其意味，就是能够呢恭敬尊重读诵礼拜，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深的这个经典里面的义理呀味道，那个全部的义理呀全部呢都呈现。那么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毕竟安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来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常住不变，不会跟着我们呢这个身体有生死。我们的佛性呢没有生死，所以它呢常住都不变，不会变迁。我们身体会变佛性不变。那毕竟呢都是安乐。我们的如来，我们的佛性本体毕竟都是安乐，它不会有那个苦的状态呈现。那么广收众生呢，悉有佛性，我们就是要讲所有的众生呢，全部都有佛性。那么善知如来所有的法藏，这个如来所有的那个法上圣佛法法藏，那么建立如是无上正法受持永护，最上的这个佛法我们要受持永护。那么若有十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世人未来之事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永护。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呢发现了无上的正等正觉，已经呢知道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当知世人这种人呢在未来之事能够建立正法这一种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一种正法能够建立，它能够受持又能够永护。是故如今不应不知未来世中护法之人，所以跟迦叶讲说呢你不应该不知道未来世之中那个护法的人保护上圣佛法的人，何以故是发心者于未来世必能永护无上正法。那个有发生发心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发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这个发心呢在未来世一定可以永护最上圣佛法。三男子有二比丘闻我涅盘，不生忧愁。这个呢就讲就是有一些恶的比丘听到呢我要进入涅盘他呢不产生忧愁了反而很快乐哇，这个佛在世都会管得很厉害，赶快进入涅盘就不管我了，自由了各位先生，这个是正话还是反话？我们要了解平常假如说有一个生活规矩很严谨，然后管的要管得很严格，那我们就一直在内心里面一直希望他赶快进入涅盘就不会管我了，我就自由了都有这一种心态所以进入如来入般涅盘，何其快哉！那个就是说如来已经进入涅盘，那何其快
就是快乐了，何等快乐的事啊！不是说如来很快就进入涅槃，如其快哉啊！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看到文字啊，讲那叫紧的会进入涅槃，不是是很快乐就欢喜的安尼啦，管我的人要进入涅槃了，何等的痛快，所以何其快哉！那么如来在世啊，遮我等力啊，如来这个讲释迦牟尼佛在凡尘的时候啊，就会遮止我就是这一些恶比丘啊，那个利益啊，就是因为呢佛在凡尘啊，就会告诫啊，不能这个有持续啊，东西啊，只有三衣一钵啦，然后啊有另外的东西呀，佛都不允许他们用，身外啊不能有东西。那个意思呢，就是啊，你有东西就有依赖，那你什么都没有了，已经没有依赖，让你都依赖没有了，就专心啊修道。他能够专心修道，就会成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佛制定的戒律啊，也就是要专心修道，才可以成就。可是我们的习性、习惯性，就是六道轮回带来的习惯性啊，没有东西，没有依赖无一块通天吸啊，无瓦壳。这样很危险，就呢，希望说有东西呀，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依赖，都变成习惯性了，所以我们凡人啊，以拥有啊为快乐，跟修道呢，以空无啊为快乐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了就有挂碍了。你什么都没有了，连要那个忧愁的原因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给他胖体，不会啦，这个都没有了，要偷了，要这个强盗也不管了，没有东西让人偷了，所以啊，要学着那个有智慧的说。我白天啊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东西，现在夜这个暗搜搜里面那找有，所以啊有没有挂碍？没有挂碍的所以啊我们就是建立啊空无啊，空的跟无就回归呢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就是空就是无，没有。全部都没有了，就可以啊成就了。所以啊，我们这边呢那个谢谢你还很多啦，或许还看一大堆，各位有没有看？那个讲西力士啊有没有很详细？我们都把它抛掉不要了，对不对？因为用那个西力士来修道啊，修不成道。就是啊，心力士都是很多的因缘际会才产生的，不像我们的佛性啊，它是啊空跟无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不会变了，所以那个就是真，有的话会变就是假，所以心力士啊都是假，我们用心力士修道。不管修了多久都不会成道，那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可以成就了，就可以成佛了。各位有看吗？他有没有信心成佛了？这个深入啊，浅出啦，讲得很白话，所以或者都讲，没有求道了也可以给他看。不一定是研究性理心法，没有研究也可以看，就知道修道的方向，
我们要怎么修才会成道？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呢，有一些二比丘会讲说，如来还在凡尘的话，他会遮止就会指导，我得到一些利益我得到利益如来都会主导。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如来建立那个戒律，就是要所有的修道者都成道。那要成道一定要把这个凡尘的这一些都看开，能够放得下。然后进入涅盘随复当有遮夺我者。佛一进入涅盘了以后就没有人阻挡呢。我得到一些利益。若无遮夺，我则呢还得如本利养。就是可以得到众生的一些呢供养。那么如来在世呢这个严戒境界严峻就是他一些境界很严格就是很高制定戒律很严格的话，就是要他们都能够成道成佛。那么进入涅盘须当放舍所受的袈裟本为法事连那个袈裟都不想穿了所以那个二比丘他都不知道这个凡尘是很苦的都一直贪凡尘的利益那么今当会坏如来头翻就是连那个形象我们永拜朝拜的佛像形象呢都不要了。那么如是等人毁谤具逆是大圣经这一种人他毁谤拒绝，然后呢就是不顺着，而是逆这个大圣经大圣经都是要我们这个成道成佛。那这一些二比丘他们的方向不是，他们是要得到凡尘的利益。善男子汝今应当呢如是义持就是跟迦叶说应该呢要呢这样来义持。若有众生成就具足无量的功德，乃能信是呢大圣经典信以相信了以后能够受持。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相信大圣经典，要有很多无量的功德才能够呢相信所以我们能够坐得住能够听得来，表示呢我们都有这个累积这个善酝酿这个德所以都有具备我们才能够呢听得这个最上圣佛法呢都会很喜欢。那么其余的众生有乐华者喜欢这个上圣佛法。那么若能广为解说此经，那么其人闻已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所做的恶业悉皆消灭悉皆除灭了所以那个没有说累积很多的善跟德这一些众生他有乐法，很喜欢上圣佛法若能广为解说此经这一些乐法的他呢假如说能够广为解说此经那么这一个人乐法的这个众生闻已听到以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就是非常长远的时间所做的恶业悉皆除灭
这个是我们相信上乘佛法最现成的利益只要我们肯相信最上乘的佛法，那所有以往过去恶业它都消灭了各位了解吗？因为很多人会问不是因果都定律吗？为什么我们听到上乘佛法，以往的恶业就会消灭？有没有这个产生这个问题？都有了，一定会有。这个人同此心心同处理。所以或者以前时常会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有没有？未了还须还数债。所以那个了各位浅显就是了解到我们这样一直研究这个上乘佛法，然后对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已经都让它呈现人口都有了，又培养茁壮长大那我们呢就到了的状态。了就是回归到本体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了了即业障本来空因为我们回归到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有业障吗？没有，我们佛性本体没有业障，是我们落入凡尘六道轮回才带来的。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我们看那个谢谢你里面就解说我们已经这个讲的是只有7000生7000世7个缘会，可是我们还不止嘞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经过几个缘会，已经无量无边了70个、700个、7000个、7万个70万个、70万亿个，这久这么久我们怎么都没成佛不想成凡尘很好玩过去头啦所以都不知不觉又在凡尘又呈现了总有一天这个佛说的，总有一天众生毕竟成佛啦放不放心？都不放心啦佛在给咱骗不会佛不骗人的众生毕竟成佛，都会成佛很安慰可是后面加了一句经过3个阿僧祇劫。各位浅显，3个阿僧祇劫有多久？几个缘会？各位浅显我们算用计算机算不出来了，那个计算机都烧掉了还不知道3个阿僧祇劫是多久可见我们在凡尘已经迷昧到没法度啦。等到我们迷昧到没法度就成佛了。这样紧慢我们没有成佛的时候拢得在凡世间拖磨。这个拖磨国语怎样讲？拖磨。从一番嘛。尤其我们年岁越大的话就会越觉得说，真的在凡尘，你就不得不过，一定要过生活。然后过生活一定要有生活的条件，对不对？一方面身体健康，一方面有钱，
然后啊，钱的来源要怎么来？要赚了，对不对？要不要劳碌？就是要要赚钱。然后啊，我们要了解凡尘无常变化了，福报的说我不用赚，我有很多钱，买了很多房地产，然后坐着收房租啊，有钱可以维持多久？会当偌久？一世人，下一世呢还有没有办法？好了，让他1000世好了啦，会不会过？不管多久一定会过。然后过了还有没有？没有了。要不要拖磨啊？所以啊，还是当佛最好了，对不对？我们做到供桌上，就不用不用很劳苦啊，就众人朝拜。可是啊，要受众人朝拜啊，要有原因啊，你为众生付出了众生才纪念你。那假如说一点啊，劳力都不肯付出的话，众生才不拜你。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能够呢回归到我们本位啊，那个是最殊胜的状态。可是啊，我们现在落入凡尘，都造了很多的这一些业，那业都已经造下来的苦啊，都呈现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那我们还是要过了要过的呢，还非常的喜欢非常高兴因为喜欢高兴就可以了业了。业了了没有业啊就不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在凡尘啊这个一切啊这个不管是好不管是坏啊都呢我们用平常心啊来过这一些生活。那么若有不信呢是经典者，现身呢当为无量变苦之所恼害所以佛跟我们说，假如说不信这个上圣佛法这个上圣经典现身，现在的身体呀当为无量的变苦之所恼害因为我们呢这个在凡尘这个四大假合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本质。那我们要知道一大就有101病，四大呢有404病404个病。所以我们在凡尘生病都是很正常那个叫四大不调和啦。这个所有风土因拢未讲拄好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有病刚刚好又很难去调所以啊这个都有各位前贤都有生病的经验生病的时候一定有某一项多了某一项少了才生病所以那个不调和。那我们呢真的养生就是要讲调和最重要的心心呢也要调和，心一调和了我们四大就容易了调和所以假如说我们不相信这个大圣经典，那么现在的身体就有无量病苦呢之所恼害，那么多为众人之所见骂辱这个所以我们了解不相信大圣佛法，那么他对真理的那个认知跟这个实现呢就很缺乏。那么假如说呢
不实现真理的话，多为众人啊，手见骂路啊，因为我们做出来说出来不合理，人家听到呢看见了，会骂会侮辱啊，那命中之后啊，人手亲见，我们呢到达身体这个已经不给我们用了，命中了那么人啊，都看清了，看见，没有把人在凡尘应当发挥的尽量都发挥的很理想。那么颜貌呢丑陋，滋生艰难，常不呢共主，就是啊颜貌不会很好看，就是丑陋很难看。滋生就是我们养生啊，很艰难，然后常呢不公平，吃了一餐啊，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虽复这个少得吃色呢，避恶啊，虽然会得到一些最起码的生活，可是呢，比起正常的人，已经呢等而下之了。那么生生长处啊，贫穷下贱，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自己本身呢，所造的因缘不足，没有呢这个帮助众生，没有帮助别人，那我们自己呀，就不会改变生活。所以啊，生生就是每一生每一世啊，都会常处在贫穷下贱，就是没有钱呐，又受人家瞧不起，因为自己也没有这个做一些让自己瞧得起的事。那毁谤正法，那又更糟糕了，邪见之家，若临终的时候啊，祸殖慌乱，刀兵正起，帝王暴内，这个冤家呢，仇绪之手亲逼，虽有善友而不遭遇，虽然有一些善友，可是遇不到。那么资生所需求不能得，生活所需要的呢，求不到。那么虽少得利常患饥渴，唯为还下之手顾事，就是那一些比较下阶层的照顾人事，国王大臣悉不耻入，这个国王大臣呢就看不到他，不使用他，社父稳其所有先收，证实是理终不信受，纵然是一种比较下阶层的讲出来呢，是正确的道理，可是终不信受，人家呢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那么如是之人呢，不自善处，就是到不了呢至善的地方所在，如折翼鸟，不能飞行，那个鸟的翅膀已经这个受损了，所以飞不起来，世人亦尔，这一种人也是这样，于未来世不能得志人天善处，就是不会到人道，不会到天道，这个好的地方所在。那么若不有人能信如是呢大圣经典，本所受行虽复粗陋，以经的功德即便呢端正，假如说有人能够相信呢，这个大圣经典，他本来所受的形象
虽然有一点粗陋，就是不怎么漂亮好看。那么以这个上圣啊，这个经典的功德啊，即便呢端正，就会变得很好看。威严设立啊，路更增多，这个越来就越好看。所以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因为呢，这个上圣佛法、大圣经典啊，它的那个威力、功力呀，让呢整个凡人啊，都能够改变。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当呢我们努力研究啊心理心法，这个本来形象呢不是说很好看的啦，只要你研究一段时间以后都变得很好看。这个真的都有很多的前贤有这个经验。本来这个可能太阳晒得蛮黑了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就变得白了。可能坐在屋子里面都在研究没有晒太阳，所以都变白了。好看的多了，人都变漂亮了。这个呢就是大圣经典的它的那个威力。那么常为人天呢之所乐见。所以只要你研究呢大圣经典这个人道天道都呢很喜欢看见恭敬爱念情无舍离就是很喜欢跟这一些人相处真爱盖到顶做会。那么国王大臣及家亲属闻其所说悉皆尽信听伊讲的拢要听讲的拢有道理从真理出来所以都会相信。那么若我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则，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圣经典所以我就讲若我的弟子之中呢欲行第一稀有的事，那么当为世间呢广为的宣传如是大圣经典这个呢要自己能够成道，然后也使众生成道，这个都是大圣经典。善男子譬如误入事虽易住，不过呢路痴这个雾跟露露水跟浓雾它呢虽然要常住在凡尘，它呢抵不过呢太阳出来日际出矣消灭无疑太阳一出来以后这个雾浓雾跟露水都消灭都不能够让它呢再留存。善男子，是诸众生呢所有恶业亦复如是我们众生呢以往不管几生几世所有的恶业不好的行为念头也是这样自世的势力不过得见大涅盘日他呢这个恶业都要在凡尘很有势力，表示呢我们那一些恶业蛮成熟了，不管是想的不管做的都呢蛮深根蒂固可是只要你能够呢研究大乘佛法就是这一些大乘经典那个大涅盘大涅盘的那个已经呈现的话，这一些恶业全部都消失是日即吃太阳都已经出来了悉能消灭一切恶业，
所有的恶业啊，全部呢都消灭。若有众生呢发心啊，始学是大圣典大涅盘经，师学读诵啊，亦复如是。假如说有众生发心才开始学呀这个大圣典大涅盘经师学读诵也是这样。虽未具足啊菩萨位阶，则以尽礼啊十地位中。所以啊菩萨呢是算地呀十地。菩萨的位阶呀名十地。第一个呢是欢喜地，第二个呢离垢地，第三个呢发光地，第四个啊宴会地，第五个南胜地，第六个现前地，第七个眼行地，第八个呢不动地。所以我们一般呢都到呢第八的不动地呀才呢不会变化才不会退转。所以啊我们众生修道啊，假如说还没有到达菩萨的第八地，都还会退转，遇到那个逆境恶缘都呢还会退。只有到第八地呀不动地不动了就可以啊稳固了遇到什么逆境恶缘啊都不会变化所以那个要到不动地第八。那第九啊这个善慧地，第十啊法云地所以到第十的法云地呀也叫等觉平等的觉啊，跟佛已经平等了等觉然后啊再进去呀这个菩萨在上啊叫妙觉。所以等觉跟佛已经平等了可是还不能成佛啦，要到佛的位阶啊妙觉那觉这个已经呢觉醒圆满那个时候啊才叫成佛。那么或有众生啊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贪吝啊，或因利养听受是经啊，乃至一记闻已不谤，当知是人则为已尽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假如说是贪吝或是利养不管是佛的弟子还是不是弟子也没关系或是因为贪吝或是因为利养能够听受是经啊乃至一记就是涅盘经里面的一个偈语听到以后啊不毁谤，那么当知是人则为已尽啊，已经接近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已经接近呢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佛告呢迦叶若有见力啊护持正法，如是之人呢应从知情，当舍生命呢而供养之啊如我一世大圣经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皆应供养恭敬礼拜，犹如是佛婆罗门等啊亦如知天奉事啊地势所以佛呢跟迦叶讲说，若有见力啊护持正法就是要呢把这个大乘佛法都拥护啊推广流通。那么如是之人呢应从其请就是要来请他呢这个讲说大乘佛法，当舍生命呢而供养之啊
就是这个非常难得的一定呢要供养纵然舍了生命呢也要供养如我一世啊，大圣经说释迦牟尼佛讲说呢，在大圣经典里面啊就有讲说有知法者啊若老若少啊，皆应供养这个知道法，不管是年纪大了或是纪很少就是年轻人应该啦全部都要供养，然后恭敬礼拜犹如呢这个是佛，就是把佛呢当成神来拜这个婆罗门啊里面有一种呢就是奉事那个佛，把那个佛当成佛来拜那么亦如知天奉事地事，所以我们讲那个33天那个忉利天这个知天呢就是东西南北各8天，就有很多32天，然后中间就是第4那个第4天所以这个32天呢都在奉事那个第4天所以这个佛就讲要恭敬礼拜。迦叶白佛言这个时候迦叶听到了又问那么如佛所说供养师长正应如是供养师长正应该要这样。那么今有所疑唯愿广说现在呢有疑问心里面有疑问，那唯愿呢佛能够呢广为解说。若有长辈护持境界，从之年少知受未闻就是长辈就是我们讲那个长老就是已经年岁蛮大的又是在亲族之中位阶蛮高年少呢年老听年少说法，那么允何世人当礼敬不我们呢遇到这样年纪大的给那个讲话年纪小的安尼都要该行礼若当礼敬是则不明为持戒假如说这个状态年老的给年少的敬礼这样呢就不称为那个持守戒律。若是年少护持境界从之是就当礼敬不。若当礼敬是则不明这个从之呢是就后界之人知受未闻这个言行不一呼应礼仪不所以这个有一点都是比较细腻的一些行为啦上面讲说年纪大的来听年纪小的说法，那要不要礼敬要不要恭敬礼拜？那第二个这个问题说年纪比较小的他护持境界，然后从年纪大的又是地位高的那么知受未闻，那么应礼呼应礼部就是那个虽然地位高位阶高，可是呢他言行不一啦就是说的跟做的没有合在一起，那要不要恭敬礼拜？这个问的有没有够细？很微细有没有？所以这个在教我们什么是礼什么有这合理所以
这个迦叶直接就问佛，因为后来就是迦叶要承续佛的那个教法，教这个众生的方法，迦叶要承续的，要接着来教导，所以他都会先问，看怎么样，年纪大的听年纪小的说法，要不要恭敬礼拜？然后年纪小的来听年纪大的说法，那个年纪大的已经言行不一样，就是他说的跟做的不使人家尊敬了。那说法的时候要不要恭敬礼拜？有没有很现实？很现实这个呢也在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行道。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之人这个佛法里面他有说出家的他已经呢把整个心都投入佛法里面了他不应该呢听那个在家人就是还没有出家人的讲经说法，不应该听所以以往那个戒律佛制定戒律那个规定蛮严格啦。你在家人，你家都还没有办法把它看得透彻，你还很贪恋凡尘，然后你来讲经说法给出家人听，出家人要不要听？要不要？好像还没回答，我们就知道了你既然都贪恋凡尘，你就继续去贪那出家就不一样了，他已经都把家已经抛开了所以佛制定戒律就是先有事，然后才制定。然佛法之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其旧长数，以是长数先受记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恭敬供养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有如良田都有梯拜又如佛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如是地势如是两句其意允和将为如来虚妄说也所以这个迦叶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有合理无？有头前甲后壁讲的无同无？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患，何故如来而作是说？为什么如来会这样讲？世尊以经中说自破戒如是所说，其意未了。这样讲那个意义还没有透彻了解知道一点，可是知道的不透彻。那么佛告迦叶善男子，我为未来之菩萨等学大圣者说如是记，不为声闻弟子说也所以佛他讲说我为未来的知菩萨等学大圣者就是学大圣佛法者说如是记就是那个说出来的句语就是为菩萨等大圣者，不为声闻弟子说。善男子如我上说正法昧毁正戒时增长破戒辉华盛时一切圣人以不现时受续奴婢不见故时，是世人中当有一人出现于世
哦，所以底下呢就写那个世人，哦，这个佛言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之中啊，有4种人能护持正法，能多利益啊，临悯世间，为世间的依，安乐轮人天。第一个须陀洹，第二个斯陀含，第3个阿那含，第4个阿罗汉，剔除虚华持家修道，见之比丘个个受续奴卑仆使不净之物。所以在这个出家人来讲，他不能够呢有奴卑仆使，有奴卑仆使啊，这个叫不净，那个修道啊就不算呢是在修道，不算呢你已经出家。那么净与不净啊，一切不知，是律，那个戒啊，非律啊，亦复不是。世人为欲啊调伏，如是之比丘故啊，以供呢，和尚，不同其尘，自所行处及佛行处，善能别之。虽见之人犯婆罗夷，这个婆罗夷呢，这个戒律中啊是严重罪，畏啊就是气。患者呢不收以内法而去以外之意，就是你患了，你就不能够成就啊，不能够成道成佛，所以蛮严重的。那么默然不己呀，而以故，我出于世啊，为欲建立啊，护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纠治。这个佛不加以呢纠治。善男子，如是之人，为护法故啊，虽有所患，不明破戒。所以啊，我们知道呢，这个佛法还很这个活泼了。他为了护法，虽然有所患呢，不叫做破戒。善男子，我涅盘以后啊，护持正法，知菩萨等。以方便力啊，以彼破戒啊，假名受续啊，一切不净物啊，生同其事业。所以啊，这个佛就讲说呢，我涅盘以后啊，这个护持正法的知菩萨，那么用方便力，虽然不可以啊，可是他为了要达到某一种目的啊，所以他暂时啊去做，与那个破戒啊，那一些呢相处在一起，那个破戒者呢，他有受续，就是有收养，一切啊不净物啊，就是有那个奴卑呢仆使，就是啊他这个位阶高，有一寡人那个服务，那在修道来讲不可以有。那么这个菩萨为了要来治理这一个破戒人，所以他与他呢共同来共同呢生活，共同呢做事业。那么尔时菩萨若见有人呢虽多犯戒啊，能自毁尽，知恶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礼拜。世事供养，那个世事啊，就是用4种事情，衣服、饮食、卧具跟汤药，来供养，经世呢，这个食物啊，须以奉上，要呢，日常用的东西呀，都呢供养，都拿来给他用。如其自无，要当方便啊，从之谈悦啊，求取以之啊，干你无，然后呢，就呢去，那个谈悦啊，就是施主，
坛就是布施啦，我们有布施呢，就越过贫穷，所以叫坛越然后求这一些施主这个布施给他，然后拿来给这个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不要看表面，要看它实质里面的内容。表面已经错了，可是实质内容它是为了要呢这个护持正法。那么唯是事故应续8种不净之物呢这边就写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所以各位姐姐，我们看这个内容这个修道你既然穿袈裟，就不能有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都不能有严不严格？很严格不能有，你有叫犯戒，你已经犯了戒律，那个不净已经呢不清净的东西，会污染你的佛性。你既然出家修道，又重视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就是表示你对这一些凡尘这个能够生存的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还很重视，表示你不重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既然你重视这一些凡尘的比较贵重的物那呢你已经呢就成不了道，就成不了佛。所以故世人为智知恶比丘故所以他还一样跟那个恶比丘一样有不净之物。那么尔时菩萨虽复恭敬礼拜世人受续8种不净之物，悉无有罪因为不是他的本意啦，他是为了要治那个恶比丘，为了要呢护持正法，所以他没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萨唯一宾至知恶比丘，令清净身呢得安稳住那个能够那个人努力在修道的那个僧人可以安稳留步荒等大圣经典那个荒就是大荒等呢就是平等均等所以荒等就是大圣经典的通称荒等大圣经典。那么利益一切知天人故能够利益一切的知天利益一切的知人所以那个大荒大圣经典就可以让我们人可以成就成道成佛。若有人见护法之人，以破戒者同其事业，所有罪者当知是人自受其殃。是护法者实无有罪。所以这边呢就讲出来说呢，看到我们看到护法的人跟破戒者同其事业拢同款拢在做。那么说有罪的说这个护法之人有罪那么说的人自受其殃，自己遭受灾殃是护法者没有罪。所以这个佛呢就是讲出来重视那个大圣经典，重视佛法让众生可以成佛。善男子，若有比丘患境界骄慢心故复常不回这个有比丘已经患了境界
不应该受蓄呀，这个8种不净之物，然后你点点啊头藏起来，这金银呢，你看它范围啊体积比较小，拿起来呢不容易让人知道，这个就已经呢犯境界了，所以我们了解啊，咱啊摕起来藏呢卖互知，无感觉讲我唔对啊，以我们的观念啊，我们假如说持续啊一些啊有价值的东西呀，我们会觉得错吗？不会可是啊，真的你进入了你袈裟一穿了，就要接受那个比丘的戒律呀。所以比丘各位都还记得那个戒吗？那个4句戒呀，生以异业不作恶，莫扰世间之有情，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忘了这个以前呢，我们都时常讲啊，说你这个当比丘啊，就有250个戒。那250个戒里面它都是蛮详细规范，就是啊不能犯戒，那最重要我们就是记得3衣1钵啦，可以有，剩下的都不能有，安尼就知啊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佛制定戒律啊，就是要所有你穿袈裟以后成道成佛，就是这样的。你要成道成佛，就是要空之所有，你所有的凡尘的东西呀，都空了，都没有了，所以你才会对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看重。你既然看重佛性本体呀，本体就有立场，就有力道了。像我们呢，各位贤贤，我们有没有看重佛性本体？我们说看重佛性本体呀，把你的6根啊都看清，做得到吗？做不做得到？6根讲的话不要听，佛性讲的话要听，做得到吗？唔敢应啦即摆若应的时阵讲要做歹做咧，因为我们6根啊，生活之中都在用，用的已经很习惯，那个叫既得利益啦，已经它都有利益了。那你现在要要把它这个截断，它切了灯，那真的很会很困难。尤其当我们真的把那个6根全部都截断，或者讲一定反复，你到一段时间啊，不用久，大概1、2个礼拜啊，你规个人都亮光啊啦。为什么？因为6根不听话，你请佛性当家，6根不给佛性当家了，所以啊，我们就要用比较和缓的办法，先跟他妥协，这个请佛性出来当家，可是不要全部啦，一半，一半容不容易？还不容易啊，还不敢承诺，买嘞，这6根太久了，深根蒂固啊，现在常常要改变，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你肯让佛性当家，佛性所做的没有业啦，佛性不会喜欢讨厌。我们的6根啊，会喜欢讨厌，
他会喜欢讨厌，不管你怎么做，都是两边，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都是业，一定有果报。那假如说我们佛性当家没有，事来则应，该如何应啊？都是以真理来应，没有两边，所以没有善恶业，没有，不会有果报，所以就解脱了。可是啊，我们都灵验了，灵验有果报，所以或者都讲啊，我们南部好一点，你到北部去看，现在那个横的发展的很多了，他就是听他的鼻子跟他嘴巴，他的鼻子闻到炸鸡排，他的嘴巴就想吃，结果就横着发展，是不是六根当家？我们一般都是眼睛啊，那个是鼻子跟嘴巴，你叫他不要吃可以吗？其实他不要吃就可以瘦下来了，不过一路爱吃嘞，你叫他卖吃一路爱吃，结果真的我们看的都很难过，心脏只有一个，负担那么大的身体命一定不长啊，然后他想吃的时候管他命长不长，爱吃就紧要来吃，较有福气，福来福去。所以啊，我们说我们请佛性当家，佛性告诉你不要吃，一定这样的啦。你的鼻子跟嘴巴要吃，身体听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深根蒂固说改毛病气脾气呀，不容易呀，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可是啊，我们要先了解理知道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看这个努力的方向，我们容不容易达到？不容易达到的话，我们要拟定目标，要几年抗战。我们开始第一堂课不是说要长期抗战吗？有没有？哥有没有准备长期抗战？要跟我们的习惯性长期抗战。他已经深根蒂固了我们要改变都很困难可是可以的。只要你都已经对真理都透彻，那个叫了即业障本来空，那已经没有业障了，那个就是完全都进入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没有业了。可是我们都未了，为什么？都点啊咧犹豫啦，完成较好啦唔通啦拢还阁伫咧犹豫啦，所以就这个样子害得我们一方面要了业一方面又造业，就这样过生活，真紧很快一生就过了咱拢唔通靠细讲还阁少年，拢无少年都有年岁了所以这个我们想一想一生很快就完了。我们假如说再不决定的话都变成了无法度我们有时候爬不起来了，糟糕了啦。我都足济拢未改的都爬袂起来有法度无？咱爬起来就可以改对无？听爬袂起来无法度改管伊要六道轮回就过来六道轮回好不好？真的不好。
都是受苦了，好，我们呢，修正了以后，可以再来啊，化验可以再来啊，那个来不是业把我们推来，是我们化验来，所以不一样，我们要知道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完成了，这个都很快啊，因果呢都很快。善男子，如是之人啊，为护法故，所有所患啊，不明破戒。他为了呢，拥护呢，那个上乘佛法。善男子，我涅盘后啊，护持正法之菩萨等，我们有讲过了吗？好像讲过了又到下面，到那个护场，那个比丘呢，患境界矣啊，骄慢心故啊，护场不回，当知是人啊，明真破戒。就是有犯了这个戒律，可是呢就盖起来常住啊，不让人知道。我就讲这个叫做真的破戒。菩萨呢为护法故啊，虽有所患，不明破戒。菩萨呢要保护佛法，最上乘佛法。虽然有所患，不叫做破戒，何以故啊？以无骄慢，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内心的那个骄慢，那个骄傲，以及呢内心的那一种不让人知的坏事啊，那个就很重要。那么花入为故啊，就是我们把那个有犯到戒律的，把它说出来，然后我们又忏悔，这样呢就能够呢灭掉那一些那个罪过。那么若无清净持戒之人，生者神减，纵缓懈怠日有增长。若有清净持戒之人，即能继止不失本戒。那么菩萨以此大圣心不懈慢，是名奉戒，维护正法，以大圣随而自呢造育。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知道呢这个持戒了以后要呢去了解戒的内容，然后都很清净的来持戒，就是不加以破坏，所以假如说呢知道自己有奉持戒律，然后又故意去破坏它，那这样呢就不可救药，就已经呢摒除在佛法之外。那么假设白佛言，佛身之中有4种人，如阿摩罗果，阿摩罗呢，阿摩罗果这个是印度的水果，我们中国没有这一种，生熟难知就是它呢到底是熟了没有，还是还生？熟了可以吃，生了不能吃，所以生跟熟很难去知道。那么破戒跟持戒允何可视？所以破戒跟持戒怎么样可以来认识，可以知道呢？它是持戒呢，还是破戒？那么佛呢就回答说：善男子，因大涅盘微妙经典
则亦可知。就是因为大涅盘涅盘经啊，这个微妙这个大涅盘经，则易很容易就可以知道。那么允何因是大涅盘经可得之也？佛就讲是怎么样是大涅盘经可得之。那么譬如田夫呢种植稻谷这个饮食右拜，这个右拜很像我们那个成熟的那个稻谷一样。那么以肉眼观名为净田。那么知其诚实叶谷各异。这个用肉眼观那个田都很干净那个稻谷跟那个右拜一样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不同。可是它成实了以后那个呢叶谷各异那个右拜呢跟那个五谷就不一样如是八事能污染身，就是我们刚讲那个八种会污染那个生人。若能除却以肉眼观则知清净。假如说能够辞掉这八种我们凡尘最喜欢的有价值的，它都没有沾惹那我们肉眼观呢就知道这个清净。若持戒若破戒，不作恶事以肉眼观难可分别。若恶者脏路则亦可知。如彼右拜亦可分别。那么生中欲耳到底有没有？故拢骗为了人，骗不了人的。若能远离八种不净毒蛇之法所以我们这个不会把它讲得这么难听金银佛讲这毒蛇，但那问囡仔讲你爱金银毒蛇他呢囡仔来讲师父我要毒蛇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不以那一种，因为小孩子还不知道毒蛇是生在下面款知道它咬人会死掉的话，就会很害怕因为没有看到它咬人，只有名称的话，不知道那个是很恐怖的是名清净这个圣众无田。那么应为人天之所供养清净果报非是肉眼所能分别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复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卖药人有妙甘药吃以血山，亦有多卖取以的杂药味甘相似时有之人咸皆易买而不识别。知卖药所问言：如有血山药故，其卖药人即答言有。世人诈欺欺诈，以杂药与买者言此是灵山甘好妙药，血山的甘好妙药，使买药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别，没有办法分别即买辞归，买来了拿回去了，便作思念我今已得血山甘药所以伊买的人留遐济钱，讲这药就是足好的内心里面已经认定
那么假设若是声闻声中有假名声，有真实声，有和声，漏持戒漏破戒，于是众中等应供养恭敬礼拜，是优婆塞以肉缘故不能分别。譬如彼人呢，不能分别雪山甘药，谁是持戒谁是破戒，谁是真身谁是假身，有天缘者乃能分别。假设若优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应己施礼拜供养，若是人这个受续八法，亦复不应呢己施所需，就是知道他已经有受续八法，那个佛说不净之法。那么若于生中有破戒者，不应以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所以不是看他外表。那么假设复白佛言：如来所说真实不虚，我当顶受。如佛所说是知比丘呢，当依是法，何等为是第一，依法不依人；第二，依语不依语，依义不依语；第三，依智不依事；第四呢，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这个以前我们有说过了，各位都还有印象吗？我们都蛮强调的，说依法不依人，人会有看不到，人会有盲点，可是法呢，它在你心中，要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不依语，按照这个义理，不依语言，然后依智不依事，智就是不变化，事是生灭的。那第四个呢，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了义经呢，就是究竟，不了义呢，就是方便法门。那么如是四法，应当证知就是可以证知是真的是假的。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来大般涅盘。要依呢如来的大般涅盘。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来。是个如来常住不变，都把它连贯了。依法呢就是如来大般涅盘。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所以佛法法性，我们呢在称那个万象也都称法性。那么是法性者即是如来。法性呢都从佛性里面出来。所以如来就是呢如来常，含藏万事万物。是故如来常住不变，都永远在。若复有言如来无常，世人不知不见法性。假如说有人说如来无常，就是会变化，那么这个人不知道，他没有看到法性。若不知见是法性者，不应依止。他呢不知道不见到法性不应该依止，袂使去挖可以。如上所说，世人出世复持法者，应当正知而为依止。就是要依附于他。何以故？世人善解如来微密深奥常。这个如来微密的深奥常，能知如来常住不变。
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常住不变。若言如来无常变异啊，无有是处。假如说如来会呢无常变异，那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那么如是世人呢，即名如来，就讲上面那个四果。那么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啊即是声闻，法性者啊即是如来，声闻者呢即是有为，有所作为。如来者啊即是常住，有为者啊即是无常。这个呢又说得呢更详细。善男子，若人破戒啊，为利养故啊，说言如来无常变异，如是之人呢，所不应依呀，是名定义。这个一定的义理。那么依义呀，不依义者，义者啊，名曰绝了。绝了义者啊，名不累累。累呢就是受漏。不累累者啊，名曰满足。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法常义呀，即是生常。是名呢依欲呀，不依语也。依欲呀，不依语。那么何等语言啊，所不应依？什么语言啊不应该依？所谓诸论呢，依是文辞。那个诸论的依是，这个奇言，杂乱的不正的言辞啊，叫做奇言。那么奇是文辞，所以啊，我们了解佛在讲这个诸论呢，奇是啊，文辞就是我们凡尘在用的文学啦。所以佛对呢我们凡尘的文学很不赞同。那个他说呢迷惑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呢对这一些这一些对众生的帮助不大，破坏很大。所以我们不应该呢深入我们凡尘的文学。就连那个儒家思想他也说呢，说弟子入则笑吃则涕，然后请而言患爱众，然后等到呢行有余力再以学文，他的文都是行有余力的事啦，都给啦，免都不用那一些。那么如佛所说呢，无量的资金，贪求无厌，奸巧遗产，那个低声下气奉承人家，诈现亲附现象求利，经理白衣为其职意，这个比丘呢为凡夫做事这个经理白衣呢，就是我们凡人。那个织衣黑衣就是出家人啦。出家人穿的拢黑的对吧？我们凡尘的众生穿的拢白的。好像我们你看，各位浅显，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整个都穿白的。那么又复唱言，佛听，这个听就是允许呀，比丘细知奴婢不净之物，金银珍宝、谷米仓库牛羊象马，贩卖求利，以积谨事临民此故复听比丘持陈述，所自作时不受而啖。如是等语所不应依。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看到佛的这一些说法，连那个自己要吃不能自己去做了，
我们自己要吃，自己做犯戒啦，够不够严格？你想要吃哦，那个钵啊，拿到外面去乞食啊，你才可以吃。哦，真的哦，好，你啊行行啊，我不爱做啦，比丘不爱做啦。所以啊，我们哦，真的要哦感谢这个时机啦，上天大海普渡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啊最上圣的佛法哦，这个啊，你在这个穿了袈裟以后啊，要30年，大概20年都还听不到，30年才可以研究到这个大乘佛法。哦，我们哦投入30年来修道哦，到可以听的时候啊，没力，哦，已经都没力了。所以啊，我们呢要趁呢，哦，搁真有力的时阵啊，赶快修哦，赶快改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哦，那一些呢不符合真理的一些呢习惯改掉。依智啊不依事则，所言智者啊即是如来哦，所以各位就可以看这个智啊，因为智它不生不灭所以啊我就讲所言智者啊即是如来若有声闻啊不能善知如来功德，如是之事啊不应依止。所以那个事我们凡尘用的事啊就是不应依止。若知如来即是法身如是真智啊所应依止。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来即是法身啊，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法身，知道自己的法身吗？知不知道？哇，无法一个回答嘞。各位浅显，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法身。安尼知无？我们都有，咱拢有法身以法为身啊，没有形象，常在，永远都在，不会变化那个呢叫做法身所以啊，如来即是法身那么真如是真智啊，所应依止。若见如来方便之身啊，言是因界之路因呢五因界啊18界之路啊6根6尘所摄食所长养亦啊不应依。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如来方便之身也不应该依呀你看这个就很严格了是故知事不可依止。若不有人做是说则及其经师啊亦不应依不应该呢去依止他依赖他。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不了义者啊谓是声闻圣闻佛如来生命长生命长处啊悉生一怪，不知是常出大智海，犹如婴儿啊无所别之是则名为不了义也那个时也不了义。那么了义者啊名为菩萨，真实的智慧允其自心无碍大智啊，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又声闻圣啊名不了义，无上大圣啊乃名了义所以大圣经典啊就是究竟，究竟就是了义。若言如来入于涅盘，如心尽火灭啊名不了义。
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声闻圣华则不应依，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声闻乘。犹如长者教子办事。这个生下孩子要教他学的话，只有教他呢最简单的容易写的教。善男子，声闻圣者犹如枝根，未得果实，开始耕种还没种，还没得到果实，如是名为不了义也。是故不应依止。大圣之法，则应依止。那么复次，依义者义名直指。直指者名业光明，光明者名不累累，不累累者名曰如来。又光明者名曰智慧，直指者名为常住，就永远在。如来常者名为依华，华则名常，亦名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直指。不可细服，而亦可见。若有说言不可见者，如是之人，所不应依。是故依华，不依于人。若复有人以微妙语先说无常，如是之言，所不应依。是故依义不依于语。依智者，众生是常，无为不变，不续八种不净之物。是故依智不依于事。依了义者，了义者名为知足。中部乍现威仪清白，骄慢自高，贪求利养。亦以如来随以方便所说法中不生执着，是名了义。若有能治如是等中，当知是人，则为以德名当为以德治第一义。是故名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不了义者如经中说，一切的燃烧，一切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无我，是名不了义。何以故？以不能了之，以不能了，如是义故令之众生堕阿鼻狱。所以则何？以其早。故一义不了，在义理不了解。一切烧者，为如来说，涅盘亦烧。一切无常者，涅盘亦无常。苦空无我亦如是。是故名为不了义经，不应依止。善男子，若有人言，如来怜悯一切众生，善知识矣。时事积极，以时难得，唯一建立物质正华。我听弟子受续均匀，田宅谷米，贸易所需，虽听受续如是等物要当敬师，笃信谈阅如是守应依止。华则即是法性，义则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则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了达一切大圣经典。这个这个释一品就抄写到这边了大概的内容非常的多了，或许是把比较重要的部分抄录下来。然后我们还剩下10几分钟这个回答这个各位的提问。
那这个邪正品啊，我们下礼拜来说。各位讲师，好，请说。三宝讲解时，常引用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一般解说灵山塔都以彼此来比喻，而《金刚经》15分所提到的塔里面的内容是：在处处若有子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悉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对于灵山塔《金刚经》所说的塔，应当如何解说？比较下塔。好，那个人人有个灵山塔它是做个比喻啦，这个跟那个两人手一图啊，那个是一样的意思的，只是比喻啊，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所在，那呢我们用那个灵山塔来比喻呀，灵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那个状况，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所以就讲我们有个灵山塔。其实我们要知道，不能落入住相，一住相了以后都不对了啦，所以我们讲那个灵山塔是概略的叙述啊我们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在，那个佛性本体呀，就在我们的那个等于是面孔啊之中，只是这样一个比喻啦。所以因为大部分讲这个呢，是从眼睛是灵魂之窗啦，从那里出来。既然灵魂有窗呢，灵魂就有门。那个灵山塔是讲我们的灵魂所在地方。那灵魂呢？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在我们人生来讲，最宝贵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玄关窍，最宝贵的地方。可是啊，那个只是一个比喻啦，比喻说我们人的身啊，哪一个啊是最宝贵？就在我们这个人生最高点的最低点，最低点的最高点这个有时候看到文字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很会去描绘啦，描绘出那个状态。所以那个好像灵山塔下修啊，那个就是在讲我们要依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来修道。它的重点是要启发我们去这个修持啊，有一个依赖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所以那个一个句语讲出来的重点就是要我们去了解到佛性本体。然后《金刚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塔，那个就是一个宝塔，一个生出佛的一个宝塔。因为我们只要是都能够从我们的那个玄关窍加以修持，我们可以成道，我们可以成佛。所以那个只要你能够修持的话，就可以成就了。它的重点所在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最宝贵的地方了。那个也一样是以塔来说啦，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在，就是我们的玄关窍。这个在处处
只要你有佛性的这个地方所在这个一切天人手应供养，一切天人都要供养，一样他也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到，因为那个语言言说一讲出来，我们佛性本体就很难用语言明确的说了，所以借着那个外在的环境那个形象来说引进引入我们进入那个追求佛性本体是这样，所以要了解那个所说的一些外围的景象是要引进我们进入以这样说的话是最接近已经最接近我们的佛性本体了已经足上足近啦搁再讲就讲无已经无法度讲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无言之法已经没有语言，我们佛性你要怎么说都不会刚刚好，那个没有语言真的领悟了以后，你说出来跟你领悟的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叫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既然我们呢以言来显说，用语言明确的来说，然后因言而入，因为这一些语言使我们进入到真的不生不灭的状态那个已经是了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语言，所以要借着语言来明道了你住在语言就已经失掉道了所以那个我们有个灵山塔跟那个塔人人所应该供养，天人都应该供养那个都是在讲我们佛性本体还有吗？还有好，请说。在于之中，无息是体，圆圈代表先天原始本体，无形无名。这里无极是一样的吗？可是无息是就一画开圈，取一字来代表无极，所以无极并不代表本体吗？一般把圆圈代表无极，一点代表太极，或许不明白本体和无极。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用的形象来表示的话，就以一个圆圈来代表了。所以古时候这个古人他能够发现说以一个圆圈无极来代表天地的开始，那已经是非常有智慧了用一个圆圈来代表无到极点无极圆圈就无极。然后后来呢人就在这个圆圈里面就把它点了一点就叫太极啦。各位要了解到不管它是这一个圆圈或者是那一点，它全部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把它解说的时候就已经是无极开头，然后一点以后是无极的变化了。然后伏羲氏再又把它呢画成一个一就是一代表太极。可是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到，不管它是圆圈不管它是一，不管它是一点，都是一样的因为各位同学，我们把那个整个画，我们把这个圆圈把它切断，把它拉直，它变什么？就是一啦。所以那个一跟圆圈，它代表都是道无极，因为
一个圆圈起来的话，讲无啊就比较容易去意会，没有，已经都没有到极点，无极。所以那个一呀，我们就说知得一呀，就万事毕。因为一代表道，我们所有的数啊，假如说没有一，就没有2、3、4、5、6千万百万，一开始啦，没有一的话就没有以后，所以没有一天地啊，万象万事都没有，所以啊我们从一个圆圈一个一，然后呢，我们再凡尘我们就接受这个名是这么一指点，我们把那个一把它浓缩，把它缩成一点，各位姐姐，一点跟一跟那个圆圈它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吧？拢讲的啦，圆圈我们代表一个原始状态，然后一我们代表道的内容。然后一点，我们代表在凡尘的最精华的部分，可是它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道的原始状态，道的原始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说古时候的它呢用这个图画。要流传到我们后代，让我们后代又能够看得懂，就只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圆圈，一个一个点，让我们这个经过了几千年，我们还看得懂，知道代表的意思，这个是代表的意思啦，那我们了解说。那个里面的内容它包含还蛮多了。只要你研究的话，你会研究它一本3万书了，然后万书呢，它又归一本。所以现在在我们凡尘来讲，我们有60几亿、70几亿呀，我们人口。世界人口，你在这个民国30几年、4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30几亿啦，现在已经增加1倍，有这么多了，我们已经落入凡尘当人的时候你是你，我是我都分别的很详细啦，而且又这个。很多种这一种都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皮肤颜色，不一样的形态都已经呢分化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从无极来的一本